顾老六啊，你女儿已经死了，这种天气你不把人埋了，尸体明天就臭了。哎呀，对呀，老六，让孩子入土为安吧，不要走都走得不安生。滚！都给我滚！我闺女没死，谁敢说我闺女死了，我就让谁家办丧事。顾老六，你个不识好歹的蠢货！哎呀，走走走，不知好赖的东西，让他抱着他那死闺女发臭吧！晦气！人群散去，原本挤得满满当当的屋子，瞬间便只剩下了父女俩。顾长安晕乎乎的在哭声中醒来，顾老六哭得太投入，没有发现他闺女诈尸了。而顾长安醒来的第一感觉就是饿，好饿。他推了推抱住他的男人，那个，你别哭了。饿得发晕，没力气，声如细蚊。闺女，你真的醒了，闺女。顾长安满脸蒙圈，这男的叫他什么？闺女？他爸在他5岁的时候就死了，他是爷爷奶奶带大的，这人脑子没毛病吧？正当他想着呢，脑子里突然就出现了一段文字解说。姓名顾清明，性别男，年龄26岁，户籍叶昭宜州县青坊村人，时代背景古代，顾家第6子，顾大第一任妻子顾李氏所生，出生时母亲离世，顾老六爹不疼，没有娘，兄姐怨恨，顾李氏是在生顾老六时去世的，他便成了全家人口中的扫把星。这难道不是某些小说女主的开局吗？古代夜朝，什么情况啊？穿了，走在了潮流前线啊！淡定，继续看解说。顾老六从会走路开始就自己养活自己，以乞讨为生。5岁时，顾大娶第2任妻子，被逐出家门，幸得老猎户收养，以游方道士为其取名清明。好名字。顾清明17岁娶妻顾张氏，18岁得一女，取名为长安，意为一世长安，长乐永安之意。这顾张氏5年前掉入河里，被淹死了，老猎户则去年去世了，而原主今年8岁，昨儿上山上摘野果，从树上掉下来，也摔死了。好惨一男的，这团灭啊！旱灾历时3年半，现在是5月底，已经干旱5个月了，10月将会有极寒，初步预测零下50度，寒潮历时半年，请准备好逃荒物资。任务提示：顾家妇女是路人，苟到寿终正寝即完成任务，奖励1世功德。我不确定能不能赚到这1世功德。从一个要命求生的世界，到了另一个艰难求生的世界，真是离了个大谱啊！而且年纪还给他缩水了，加大了他的求生难度，而且还给他送了一枚便宜爹。从此以后，他就要叫一个其实根本没比他大几岁的男人叫爹。哼！不然呢？叫老六？也不是不可以。能不能给点希望？就不能像别的小说女主那样吗？来个空间，无论大小，再来点物资，无论多少。空间绑定中，绑定成功。我靠，真有空间！那谁，你听见了？送个空间给你当辅助，
祝你好运。那你好棒棒啊！算了，不纠结了，反正是要他带着原身的爹活到寿终正寝，对吧？那个听不清物种的东西应该是不会害他的吧。顾长安醒来又昏睡过去了。顾老六小心翼翼地探了下他的鼻息，温热的呼吸洒在他的手指上，他咧嘴笑得开心，放心下来。还好他没有相信别人的话，不然他闺女就真没了。家里还有些新米，他拿上去厨房，厨房里有打回来的泥水，经过了2天的沉淀，上面已经有了20多公分的清水，用来熬粥刚刚好。村里3口井干了2口，另一口井里的水非常浑浊，河里也干枯了，地里的庄稼都已经枯死，旱情越来越严重，家家户户的余粮估计撑不了2个月了。山里能吃的也越来越少，可是还不见朝廷有派人下来赈灾。顾老六有些发愁，他愁怕是有银钱也买不到粮食。这些年他其实靠打猎攒了不少的银子，但就是没攒粮食。他当时想着，那有银钱还怕买不着粮吗？他真想给自己一巴掌。他自己饿着没关系，可不能饿着他宝贝闺女儿了。顾长安再次醒过来时，房间里就只剩他一个人。他迫不及待地就进空间里去看看。这不是我大别墅吗？那谁，真是谢谢你嘞！他又想到了这个世界的旱情，顾长安立马去看看他收集的物资还在不在。2个双开门冰箱全满，不错不错。冷库里各种肉类海鲜也在，满意。库房里的粮油米面有点少，大米20斤一袋的10包，50斤一袋的20包，真空包装的金龙鱼大米20包，每包5斤，大米总共只有1300斤，面粉10斤一袋，20袋，共200斤，蜜薯30斤，这个要留几个当2种，红薯粉20斤，老坛酸菜泡面50箱，每箱10桶。这所有的物资加起来，2个人吃的话应该能吃2年，但是旱灾有3年半呢。还得买。可是这家徒四壁的样子，真的有钱买粮吗？不对，这可是旱灾啊！首先该担心的是这别墅里有没有水。他收集到的这30桶水可用不了多久的。顾长安立刻奔向厨房，打开水龙头，哗啦啦的水就开始往外流了。还好有水。然后他又跑上2楼主卧，打开了卫生间的热水，又松了口气，还好有热水，洗澡的问题也解决了。此时察觉到有人来了，顾长安就从空间里退出来了。他没有原主的记忆，不了解原主顾长安是个什么样的性格，但他并不打算维持人设。演得再好也有露馅的一天，那还不如一开始就别瞒着。顾老六接受他，那他就当他的女儿；接受不了，那就再想办法吧。不过就算不想维持人设，也得找个理由忽悠一下。他要是信了呢，对吧？能维持父女关系最好，方便。闺女醒了，饿了吧？快把粥喝了。顾老六开心地端着一小碗浓粥进来。男人目测有1.85米的身高，就算是放在末世也是相当的优秀，就是看上去有些单薄，穿着一身粗布衣服，身形笔直，下盘稳健，是个练家子。他薄唇扬起，笑容明亮，倒显得有些憨。好好的一个大美男，气质毁在了笑容上。你吃了吗？吃了。等会儿他去做点黑面糊糊吃。你骗我的时候眼睛会乱转。看他乱飘的眼神就是心虚。
闺女儿，你先吃，等会儿爹去做点黑面糊糊吃啊。下午爹再去城里买粮。你坐下听我说。来，听我忽悠。顾长安从床上起来，拉着他坐在凳子上，他坐在他旁边。我之前是不是断气了好些时辰？顾老六把粥放在桌子上，沉默了一会儿，说道：1天。别怕，不是死了，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顾老六瞳孔微缩，有些不可置信。什么地方？顾长安想了想末世还没来之前的世界。人间天堂？我原本就是那个世界的人，因为上了历劫，所以师父把我送到了这儿，投胎成了你的女儿。昨天我是因为神魂不稳，被师父召回去了。那个世界现在非常不安全，所以师父又把我送了回来。昨天以前我没有前世的记忆，现在我回来了，已经是想起来了。顾老六有些忐忑，也有害怕失去的恐惧。那是不是那个世界安全了，你就会离开？他没想到他闺女有这样的来头。历劫？听上去就很厉害的样子。不会，你放心吧，我是你女儿，这辈子都不会变，我会一直陪着你，直到这一世过完，我才算是完成历劫。为了那奖励的一世功德，必须要给你养老送终。顾老六放心了，闺女儿的前世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世她是他顾老六的闺女儿，一辈子都是。那闺女儿是小仙女吗？是，我是小仙女，可以不让你饿肚子的小仙女。空间的事肯定要说，不然逃荒路上怎么搞，总得有个帮他打掩护的人吧。若是他一个人逃荒还好说，这不还有个爹吗？他们家就他俩，说呗。但凡多个人他都要瞒得死死的。他就赌顾老六对他闺女的爱，赢了皆大欢喜，输了把他嘎了，一世功德他不要了。别呀，放心，他爱他的女儿胜过他自己，他死也不会说的。你很了解他？当然了。我带着老六找出深山老林苟起来，等灾情结束了再出来，行不？天真了是不？古代的深山老林，你以为那么好躲？要是好躲，还会有这么多逃荒的？就你聪明啊！谁不知道深山老林里会有水源啊？像这种这么严重的旱情，那得多深的山才能找到水源啊？豺狼虎豹毒蛇巨蟒，所有猛兽全聚集在深山老林，你干得过几个？就算你有雷电异能，你能一直消耗不枯竭？别想了，逃荒去吧。来，我给你规划个逃荒路线啊！别老想着躲起来，你出去走走，见见世面。你们现在是在东部地区，往北走吧。不是，小说里的旱灾不都是北方吗？这怎么就是东部？东部以及西部地区旱灾，西南蝗灾，南方水灾。目前只有岭南和北方是正常的。这是要灭世吗？搞那么多灾难？新世界不稳定，这别的原因就不方便透露了。滚！好嘞。顾长安从空间取出一袋20斤的大米。顾老六看到突然出现的东西，好奇怪的包装。不过他识字儿，东北五常大米。顾老六龇牙傻乐。我闺女真的是小仙女。先别高兴得太早，师傅说这个世界要大旱3年半，师傅给我的物资只够我们俩吃2年。10月份会有寒潮，非常非常的冷，能冻死人的那种。大概半个月之后咱们就要去逃荒，我们必须要快点去准备物资。你有多少银钱？顾老六瞳孔地震，大旱3年半，老天爷这是不给人活路了。能冻死人的冷，那得多冷啊！
有370两，我们下午就去准备物资吧。好。闺女儿，你的神通不能再告诉给任何人，在外面也不要使用，要使用也得是我在身边。好。这个装米的袋子我们不能用，下次你拿出来的时候就把袋子拆了。家里有装米的大缸或者是袋子吗？先拆一部分出来。有布袋子，我给你拿来。顾老六去了他自己的房间，从柜子里拿了5个布袋子过来。布袋子不大，也就只能装个20斤的样子，没事儿，可以重复使用。顾长安拆开米袋，爹，提起来，倒到布袋子里来。他们把大米倒腾进布袋子里。顾长安又从空间的冰箱里拿出1块猪肉、1把小青菜，然后又拿出1桶矿泉水。爹，你去做饭吗？我去装粮食。顾老六看到凭空出现的东西，手抖了抖。我闺女儿是小仙女。闺女儿，这个装水的桶也不能拿出来。我知道，你把水呢倒进水桶里，我把这桶收起来。顾老六跑去厨房提了个干净的水桶进来，他几个月没见过这么干净的水了。倒好水，拿上米和肉、小青菜，他快速回到厨房做饭。顾老六出去后，顾长安把塑料桶收回空间。想到刚才那谁说他有雷电异能，他静心感知了一下，惊喜地发现他的异能真的跟过来了，只是比以前弱了点。以前一击就能杀丧尸，现在可能是就只能把人家电个外焦里嫩加半残，立马死不了。不过弱就弱点吧，好过没有嘛。顾长安进空间里把4个小布袋子装满大米，他没有提出去，就他家这破屋子多少有点不安全。他闻到自己身上的臭味儿，在这种缺水的状态下，原主估计好几个月没有洗澡了。想到顾老六刚才还抱着他哭，不愧是亲生的，没半点嫌弃。他去浴室泡了个澡，然后洗了个头，感觉轻了有20斤。看着镜子里的小姑娘，8岁的年纪，一身牛奶肌，包子脸，一双大大的眼睛，长而翘的睫毛，秀美的鼻子，樱桃小嘴。真人版 SD 娃娃呀，萌妹啊。顾长安欣赏了一会儿自个儿的美貌，就出空间找衣服穿上。闺女儿，快来吃饭，爹做的是青菜瘦肉粥，炒的吃的话香味太浓。现在大家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村里人要是知道我们还有干米饭、小炒肉和青菜吃，会引来大麻烦。好，你看着安排就成。应该是饿得很了，顾长安吃了2海碗才算是吃饱，剩下的大半盆全进了顾老六肚子里。他摸了摸肚子，可算是活过来了。顾长安跟着老六去了厨房，他把厨房里的水缸收进空间，然后跑回房间进空间里，去仓库找来根水管，接上厨房的水龙头，给大水缸装了满满1缸水。出了空间，又跑回厨房，把水缸放出去。爹，你等一下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吧，你这太臭了。顾老六看了眼装满水的水缸，默念了一句：哎呀，我闺女是小仙女。好，爹洗好碗就去洗澡，你先回房去休息会儿啊，等爹收拾好，我们就进城去买物资。顾长安点点头，他回到房间没有休息，想着老六才300多两银子，如果粮食涨价太狠的话，300多两也不够。他记得他的保险柜里有爷爷给他留的金条和各种珠宝首饰，金条他没打算用。顾长安看了下保险柜里的珠宝首饰，都是些不适合出现在这个世界的东西。玉倒是可以，不过都是罕见的品质，当铺估计也出不起价钱。他重新锁上保险柜，出了衣帽间，在卧室的梳妆台上翻了翻，翻出一块玻璃种帝王绿平安扣吊坠，1对金的古法手工手镯，2对成色极佳的珍珠耳环。
除了金手镯，2样都可以拿去当掉，换成银钱买物资。防寒物资好像不用买，别墅里各种棉被都有，是以前他爷爷奶奶在世时给他准备的嫁妆，只要套上符合这个时代的被套就可以了。棉服的话穿在里面，外面穿上这个世界的常服，没人会去扒他们的衣服看吧。不过逃荒的话应该是全村人一起，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要买些符合这个时代的御寒物资的。顾长安想起来，他好像有买过很多羽绒服内胆，这玩意儿穿着暖和，外面套上衣服根本看不出来。小长安就是最幸福的，他有厚厚的棉花被盖，有厚厚的棉袄穿。因为顾老六是打猎的一把好手，能赚银钱。在老猎户去世后，老顾家就想让顾老六回去给他们当牛做马，给他们赚钱花。顾老六又不是圣父，什么天下无不是父母，孝道为天，打断骨头连着筋。青房村的人谁人不知道他是被抛弃的？那些跟着瞎起哄的人，他呸，啥也不是。他又不去考取功名，名声什么的他根本不在乎，直接把他亲爹顾大打了一顿，再把顾大继妻生的小儿子打断了腿，然后又跑到顾大家把他们房子给点了。他那几个亲兄弟，顾老六也是一人给了他们一个大逼斗，不要太爽。从此老顾家的人再也不敢来说让他回去的事儿。顾老六收拾好自己，带上银钱，套好牛车，在院子里喊：闺女儿，走喽！牛车上垫了稻草和一个破被单，顾长安坐上去不会硌屁股。爹，我们买辆马车吧。马是要用到战场上去的，不允许百姓私下买卖。你要是不喜欢牛车的话，爹给你买辆骡车，就买那种马骡。也行，我们就2人也没多少东西，一辆骡车应该就够了。大号马骡可以拖600到700公斤呢。牛车晃晃悠悠从村子里走过，看到顾长安的村民们个个惊恐地瞪大了双眼。鬼呀！有鬼呀！胆小的人撒丫子往家里跑，有些人吓得双腿打摆子，站在原地不敢靠近。他们明明看到顾长安断气了的，怎么又活过来了呢？这真的是人吗？可是如果是鬼的话，为什么能出现在太阳底下？不会是妖怪吧？看着牛车走远，出了村，村子突然沸腾起来。哎，你刚才看到了吗？看到了，这顾长安不是死了吗？复活了？不会是妖怪变的吧？李正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老李正吵得脑壳生疼。他大儿子平地一声吼：安静，都瞎吵吵什么呢？李正，顾长安死而复生，肯定是妖怪变的，哪有人死了还活过来？哎呀，对呀，李正把顾长安抓起来烧死，以防他害人呢。个个都说要烧死顾长安，李正更头疼了。他年轻时出去游历过，人在出现某种问题时会处于假死状态，不懂的人就会以为人死了，然后把人给埋掉。他想顾长安可能就是这样的。这群渔民都闭嘴，什么妖怪不妖怪的，瞧瞧你们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你们比人家顾长安更像妖怪，人家根本就没死。你们看顾老六是蠢的吗？会不知道自己闺女是死是活？一个个咸吃萝卜淡操心，家里的粮食够吃吗？今天的野菜挖了吗？行了，都别堵在这里，该干嘛干嘛去。村民们被李正一顿怼，什么害怕的情绪都没了。李正是村子里最有学识的人，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村里人对他很信任。然后又想到顾老六一直强调他闺女没死，难道真是他们搞错了？算了，自家的粮食都没着落呢，哪有那个闲心去管别人家的死活呀？村民们一哄而散，3、5成群地说起了家长里短。
李正看了看外面干枯出裂缝的土地，他跟大儿子说：老大，你进城去打探一下城里的情况。是，爹。村里这场虎头蛇尾的闹剧，顾长安父女俩不知道。他们一路走，一路讨论要买哪些东西。爹，你觉得李正的为人怎么样？是个公平公正，为青房村做实事的好李正。顾老六不怎么与村子里的人打交道，被义父捡回来之前，他是在城里或是去别的村乞讨。后来被义父捡回家，他们的房子又离村子里有点距离，他也不喜欢去村子里，实在是不想看到老顾家的人。更何况他也没有时间去村子里溜达，他要跟义父习武、学习打猎、读书识字，忙得很。他对李正的印象也就这样。至于村里人，都是会做表面功夫的人。爹，你要不要提醒李正一声，陆隐是不是在李正手里？是要提醒一下。不管我们自己手上有没有陆隐，逃荒的话还是跟着大部队走更安全。掌柜，现在粮价几何？客官可别喊错了，小的是粮铺的伙计，你叫我李大哥就行了。粮价上涨了不少，新米40文一斤，陈米35文一斤，黑面18文一斤，白面25文一斤。谢谢老哥，大哥气度不凡，在下也不算眼拙。哎呦，老弟是个会说话的啊。那既然这样，我就给老弟透个底。粮铺的存粮不多了，我们的掌柜的去了外地调粮，调得到还好说，调不到的话，就是有银钱也买不到粮了。我听说周边的5郡46县全都闹旱灾，要调到粮，悬。谢谢李大哥，麻烦你给我装800斤新米，500斤陈米，白米也要500斤。我买的是我们全村人的口粮。哎呦，你这要的量可真大呀！还好你来的是我们陈氏粮铺，有这么多的库存。你要是去了别家粮铺啊，你今天还真不一定买得到呢。李大哥乐呵呵地招呼另外2个小伙计去仓库搬货。顾老六看了眼老牛，这1800斤的粮食他可拉不动，就算能拉动，回去也很惹眼。闺女儿，你那神通能帮老爹把粮食藏起来吗？顾长安点点头，顾老六放心了。李大哥，粮食我分2次拉，我先拉一车出城，我们村的另一辆牛车没进城呢，在城外等着，剩下的我回头再过来拉。可以，共62两银子，你先付一半，另一半啊，等你回头来拉货的时候再结。成，31两您收好，我回头再付你另一半。店里的伙计动作很快，里面都是100斤一麻袋的，已经往车上搬了10袋，看上去不多，但是它重啊。顾长安也下来走路了，父女俩赶着牛车在城里随便绕了2圈，然后找到个小巷子，把牛车赶进去。顾老六在巷子口望风，顾长安也四周观察了一下，小手一挥，把10包粮食放进别墅仓库里。爹，好啦。顾老六回看了眼空荡荡的牛车，舔了下嘴唇。他顾老六的闺女儿就是厉害。空着车回到粮铺，付了另外一半的银钱，等伙计装好车，像刚才一样回到那个巷子，把粮食收进去。然后他们又去小粮铺买了300斤大米，200斤白面，价格跟前一个粮铺是一样的，只是2家店在不同的街道上。顾长安算了一下现在仓库里有多少米面，所有米加起来2900斤，面粉900斤。他和老六未来3年的主食应该是够了的，不够的话不是还有500桶泡面吗？也能顶上将近3个月。各种早餐面包25箱，每箱有20斤，也能吃一段时间。冷库里的各种肉类差不多有1200斤，鱼虾有1000斤，大闸蟹有2000多只，有一部分是末世前囤的，
想着冬天不出门多备些，还有一部分是零元购的。盘了遍物资，顾长安安心多了，申时退出空间。爹，我们先去买骡子。好，东市那儿有个罗马市场，我们去那边买，买完骡子再去车行买个车棚。客官买牛吗？我想把这头牛卖掉，包括车价一起，您看能卖多少银子？老大爷围着黄牛转了转，又摸了摸。哎呦，您的这头牛老了，我买下也不一定卖得出去。连车价一起20两白银，您看可以吗？可以。顾老六在一家骡子圈前停下，这一家的骡子明显比别家的高大健壮，当然价格也比别家美丽。一共就2头，2选1，2头都差不多，选了一头看上去比较顺眼的，一口价30两白银，不二价。顾老六牵着驮着闺女的骡子离开了东市场，他们去了车行，10两银子一个，他们买了个中型的，不大不小，刚好合适。车厢套到骡子身上，顾长安坐进车厢里，顾老六驾着骡车去了西街。他们在杂货铺子里买了10个水囊，1担带盖的水桶，买这些都是用来做样子的，到时候大家一起逃荒，你不可能不在外面开火做饭吧？不和大家一起去山里找水吧？粗盐买了5斤，油是猪油，也买了5斤，粗麻绳买了1捆，100米。所有东西一共花了13两，有点小贵。东西放车厢里，顾长安进去放下车帘，骡车离开杂货店，他就把东西全收进别墅的客厅里放着。顾长安在鞋铺看了下鞋，很惊讶，竟然没有千层底布鞋。吐槽归吐槽，买还是得买的。给老六爹买了20双厚底的布鞋，5双棉鞋，2双鹿皮靴。顾长安没有买，老六爹给小长安买的鞋1天换1双，都能3个月不重样。老六爹给闺女花银子是真的毫不手软，他想着给闺女买就好了，他可以穿草鞋，被顾长安给拒绝了。买那么多干嘛？他还在长身体呢，脚也会长，有合适的穿着就行。父女俩买好鞋子，又去了成衣店，一大一小2身棉衣棉裤。小二看他们爷俩像看神经病似的，大夏天热得冒油买棉服，脑子多少有点不正常。父女俩才不管他怎么看呢，拿上棉服离开，别的衣服都有，不必买。顾老六想再买2床棉被，被顾长安拦下。有，不必买。棉服本来也可以不用买，但是要穿在身上的，入乡随俗吧。从成衣铺里出来，天色也不早了，回到家就已经天黑。顾长安进别墅的厨房里炒了一个西红柿鸡蛋，1盘辣椒炒肉，用电饭锅做了1锅大米饭。顾老六不认识西红柿。闺女儿，这个鸡蛋炒的什么？还挺好吃的。番茄，好吃你就多吃点。这也是那个世界的蔬菜吗？是，这个番茄可以做菜吃，也可以当水果吃，还可以做番茄酱，很多种吃法。可惜呀，这么好吃的东西，这里没有种子，不然等以后安定下来，我们可以自己种一些。没有。当时想的是，活着都不容易，哪还有精力种菜呀？更何况当时的环境气候根本种不了农作物。吃过晚饭，顾老六洗碗，顾长安进别墅里洗澡，顺便也给顾老六放了2桶热水出来。那么热的天气，在城里买一下午，人早就馊了。爹，我给你房间里放了2桶热水，你洗好碗筷，洗个热水澡再睡觉，就更舒服啦。好，谢谢闺女。哎呀，有个小仙女闺女真幸福。顾长安不知道现在什么时辰，反正也没啥事儿，睡觉呗。顾老六洗完澡出去了一趟，刚好李正和大儿子在商量事情。老六来了，有什么事儿坐下说啊。李正说，我今天下午在城里买粮，
听铺子里的伙计说，城里几家粮铺的存粮都不多了，而且价格翻了好几番。然后又听杂货铺的小二说，城里好几家富商都拖家带口去了南方，县令家的家眷也在今天早上出了城。爹，确实是这样，我还打听到隔壁县都已经有人逃荒去了。故土难离呀，再难离也没办法。那口水井差不多快干完了，不逃荒出去就只能等死。就连山上都开始枯萎，能找到的吃的已经不多了。好几个月过去也没等来朝廷赈灾，估计是等不到了。顾老六把该说的说完就走了，他走得很快，没听到后面李正的挽留。他刚走到半路，就听到了晒谷场那边的锣被敲响，村民们听到声音都往那边赶。顾老六继续往家里走，他知道李正要说什么，无非就是逃荒的事儿。他们的物资准备的差不多了，走的时候跟着一起走。第二天早上起来，顾老六做了青菜瘦肉粥。他们吃完早饭，驾着骡车去了城里，今天计划买些熟食。准备去逃荒的村民也早早的都进城去采购物资。骡车从村子里经过，又引起一片议论声。这顾老六换上骡车了，还是个带车厢的，哎，你们说他到底有多少银钱啊？这我哪里知道啊，人家赚多少银钱又不会大声嚷嚷。老猎户离世前肯定有给他留家底，再加上他自己也会打猎，不然顾大怎么会想着把他叫回去？呸！顾大真不要脸，没养过顾老六，还想顾老六给他养老。哎呦，谁说不是呢？要不是顾老六命大，坟头草早就比人高了。哎，哪能这么说啊？孝字大过天，父母给了他生命，他就得感恩。像顾老六这样动手打亲爹的，简直畜生不如。哎，对呀，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还不是怪顾老六命硬，克死了自己老娘。顾大把他赶出家门，不是怕其他孩子被他克死吗？突如其来的圣母言论震得其他人目瞪口呆。青房村的人谁不知道顾老六在遇见老猎户前过的是有多惨？大家远离了他们，不要和傻子玩，怕会被传染。城里，顾长安和他的老六爹一路买。面食实在是单调，就只有馒头，成年男人拳头那么大的馒头。由于白面涨价了，凡是与面有关的食物也跟着涨价。一笼20个，5文钱一个，买了10笼，共200个，花费1两银子。巴掌大的烧饼5文钱一个，也买了200个，花费1两银子。不是他们不想买多，是铺子里只有这么多。他们还预定了明天的馒头500个，烧饼500个。路上做饭不方便，馒头和烧饼热热就能吃。各种糕点买了一些当零食，也能顶饿。干旱近半年，集市里空荡荡的，青菜没有，肉类也没有。父女俩又去粮铺转了一圈，发现限购了。一晚上的时间，价格又翻了一番。新米50文，陈米45文，白面35文，黑面28文。所有粮食每人每天限买2斤。顾老六本来打算再买点粮，看到这儿也就放弃了。应该是粮铺的掌柜没有调到粮食。顾长安算了一下家里的存款，老六爹存银370两，昨天各种花费共186两，今天花掉7两，结余179两。这一算，发现在平民群里，他们家还是挺富裕的。首饰就先不当吧，他们该买的东西基本买齐了。逃荒路上有银子也没处花，等到地方安稳后再想办法赚银子。没什么要买的了，父女俩去酒楼吃顿午饭，花费2两银子。说实话，菜味道不咋地，2两银子花得冤。他们出城时，在城门口遇见了同村的村民，被要求坐顺风车。顾老六，快停一下，停一下，我要坐车啊！顾老六没有搭理他，他认识那个大娘，是赵家的赵刘氏，就是他劝他回老顾家的，说什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个人被顾老六列入了黑名单，扬手挥了2下鞭子，骡子撒丫子就跑。
赵刘氏人老体弱，跑了不到10米就停在原地骂人。黑心干的，活该被亲爹赶出家门，没儿子的破落货，死了也没人送终。他的咒骂，顾家妇女听不见，路过的人听见了，见他对着空气骂，都满脸嫌弃的离远了些。这莫不是个疯婆子？出去这搬物资的村民很晚才回来，个个脸上愁云惨淡，排了一天队就只买到2斤粮食，其他物资倒是好买，无非就是银钱问题。这粮食是有银钱也买不到了，各家的存粮省着点吃，再加上菜干和野菜，勉强撑个3个月。3个月的时间，他们能否走到安全地区安家都是个问题。李正推迟了逃荒日期，本来他是打算3天后走的，可是大家的粮食都不多，推迟半个月的话，每天进城买2斤粮食也能买30斤，一家都派2个人出去，就能多买60斤出来。在路上多撑段时间，最起码能撑到别的城镇进去买补给。李正动员村民们，明天开始，每家每户派2个人进城排队买粮，其他全部上山，把能吃的都采摘回来。李正，我们家没有银钱买粮食怎么办？对呀，那些个黑心的呀，黑面都涨到了28文1斤，哪买得起？家里的存银还不够买2斤米的。安静！没银钱买粮的，就全部上山去挖野菜、挖树根、摘树皮。顾大家人口众多，存粮少，银钱更是没几个子儿，他们就是没钱买粮的领头家庭。那颗找顾老六养家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比起饿死，被打一顿倒显得微不足道了。人群散去，顾大回到家里召开家庭会议。顾大狗，你明天带着2狗、3狗、4狗、5狗一起去顾老六家里，你们和他是从同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他不能真让你们饿死。问他要100两银子，银钱拿回来，你们就带着其他几兄弟一起去城里排队买粮，我和你们2娘带着家里的女眷上山找吃的。顾大狗兄弟5人低眉顺眼，应声是。第2天天蒙蒙亮，顾老六就和闺女儿驾着骡车出了村。顾大狗兄弟5人砸了半天门都没人应声，有人路过告诉他们：哎，别砸了，老六和他闺女儿天刚亮就进城去了。大哥，怎么办？走，进城。那扫把星和赔钱货肯定是进城买粮，我去粮铺逮他们。兄弟5人回去叫上同父异母的弟弟们，一行9人浩浩荡荡的进城。顾老六和顾长安拿了昨天预定的馒头和烧饼后，去铁匠铺子买了2把新镰刀、2把新锄头、2把菜刀。武器类管制的严格，不能随便买卖，街边根本就没有武器铺子。据他老六爹说，山上的土匪拿的武器都是人家自己打造的，就是把铁器农具买回去熔掉，再重新做成刀剑等武器。他老六爹也会，是死去的爷爷教给他的。他们家后院那个上锁的矮屋子，就是装备齐全的打铁铺子，村里没人知道，藏得很好。爷爷在世时经常打造箭头，自己打猎用，也会卖给别人。顾长安想，老猎户应该不单单只是个猎户，会武功，会打猎，还会打造兵器。然后他们又去布庄买了2匹深色的棉布，顾长安用它做被单，家里现有的被单宽只有1.3米，他空间里的棉花被最小的也有1.5米宽。今天出来的早，回去的也早，该买的物资都买齐全了。他们在出了城10里地的地方遇见了顾大狗9兄弟。顾大狗拦在骡车前，眼里尽是贪婪的光。老六，家里没有粮食了，你快给我100两银子买粮食。顾长安不担心他家老六爹心软，毕竟他都是个能打亲爹、点火烧房子的狠人，所以他没有出去，坐在车厢里啃西红柿。他发现冰箱的物资可以再生，他吃掉一个，2个小时后又会给补回来。当然，只有冰箱里的物资可以再生，仓库和冰库里的不行，用掉就没了。
不过就算只有冰箱里的物资，他和老六爹都不用担心饿肚子了，2个冰箱塞得满满的呢。还有个缺点就是不能再往里放东西，放进去他会给你扔出来，这就有点缺德了。他不过是想有吃不完的虾和大闸蟹，这点小小的心愿都不愿意满足他吗？冰箱里有盒装猪肉和牛肉，这倒不用担心会吃没掉。老六爹没有辜负他的期待，鞭子甩出去，一下抽倒5个。顾大狗倒在地上骂人：顾老六，你个黑心扫把星，打兄长不怕遭雷劈吗？其他兄弟有点怂，年前被揍怕了，要不是有顾大狗领头，他们是不敢来找顾老六的。顾长安觉得他是个心善的人，要满足顾大狗的心愿，动了下小嫩手，手臂粗的雷电从天而降，劈在了顾大狗兄弟5人身上。另外几个站得远的也没放过，挨个劈了个遍。雷电看着吓人，其实威力只有前世的1半不到。顾大狗兄弟9人倒在地上，头发竖起，口吐白烟，皮肤焦黑，翻着白眼，浑身抽搐。死是死不了，不过全身的皮肉坏死，以后大概率是能看到他们掉皮肉的病情。还有四肢无力，做不了重活，以后顾大家的女人要顶起生活的重担了。雷电威力虽然不大，但是劈个2次还是能劈死人的。像顾大狗他们这样的人，死是解脱，让他们生不如死才算是惩罚。逃荒路上可有的他们受的喽。顾老六惊呆了，好吧，他不相信是老天爷帮他，肯定是他家闺女。好想发出尖叫声啊，这么厉害的小仙女是他闺女，好幸福。他拜神时肯定是磕对了方向，拜到了闺女他师傅，然后老神仙就把徒弟送给他当闺女了。六爹，你是个会脑补的。路过的行人惊恐地看着被雷劈的9人，纷纷远离了些。古人都迷信，看他们被劈，那肯定是做了缺德事儿，被天罚了呗。大家对这种事儿都忌讳得很，没有停下来看热闹的心思。更何况他们是出来买粮的，饥荒时期活着都成问题，哪还有心情看热闹？顾老六赶着骡车走远，这才问顾长安：闺女儿，是不是你在帮爹教训他们？是啊，爹怕吗？顾长安有些紧张地揣着手，面上倒是轻松。顾老六摇头：不怕，我闺女这么厉害，以后就算爹不在了，也没人能欺负得了你。顾长安松了口气，真是好感动呢。闺女儿，你用神通时千万要小心，不能被人发现，就怕那些愚昧无知的人闹幺蛾子。爹放心，别人发现不了。你心里有数就行。他没有问顾大狗他们是死是活，死了最好。顾大和顾朱氏从村民口中得知，家里的儿子们在县城10里外的地方被雷劈了，现在还躺在路上不知死活。他们带着孙子们借了顾二家的牛车赶往县城。顾老六父女俩早回到家里，午饭都吃完了。白天村民们上山要经过他们家门口，顾老六不方便去打铁房干活，顾长安给他安排了缝被套的活儿。没办法，他不会，他这爹10项全能。针线活虽然没有女人做的精致吧，但是比起他那狗爬的针脚，最起码他爹能缝成直线。顾长安拿了条15斤重的1.5米的棉花被出来。爹，你照着这条棉被的规格裁剪被套。爹，缝4个被套。然后又从空间拿出一件男长款羽绒服和一件他前世穿过的中长款羽绒服内胆。有多的布给这2件衣服缝件外衣，把衣服包进外衣里。闺女儿，这衣服这么薄这么轻，它真的保暖吗？保暖比棉袄都好使，冷的时候你穿起来就知道效果啦。行，我会处理好。这样式的衣服肯定是不能穿出去，会引来大麻烦。辛苦爹啦，
不辛苦，不辛苦。顾老六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做针线活，顾长安在自己房间里把门关上，进空间，先去看一下洗衣机还能不能使用。还好，不然这古装要是用手洗的话，那就真是麻烦了。喝的水都没有，谁还洗衣服呀？所以他在空间里洗澡烘干，也没人知道他洗过衣服不是。父女俩各忙各的，都在为逃荒做准备。顾大家里9个儿子拉回来了，但是他们没有钱请大夫。最后顾朱氏拿出仅剩的2两银子，给自己最喜欢的小儿子和他亲生的大儿子请了大夫。其他儿子5个不是他生的，他才不管呢。他自己亲生的还有2个，他都不想管。大夫过来诊了脉，给他们检查了身体。皮肉被雷电坏死了，以后可能会脱落，四肢无力，做不了重活，不过不会有性命之忧。顾大和顾朱氏同时松了口气，皮肉脱落长回去就是了，只要人还活着就好。不得不说，他们这口气松早了。顾长安的异能是变异雷，皮肉掉落了还想再生，想屁吃呢，只能生不如死的活着。顾长安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雷，但他用着爽啊，不管是什么东西好用就行。顾大家9个儿子被一锅端。顾大从村民口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他也不敢去找顾老六，这事儿实在是太邪门了，他怕没控制好自己的嘴，到时他也被雷劈就不好了。果然扫把星就是专门克他们老顾家的，这占便宜的心思也歇了下来。实在是被劈的9个儿子太过触目惊心，什么心思都被吓没了。哎呀，都怪你，非要去招惹那丧门星，马上就要去逃荒了，这可如何是好呀？哎呦，什么都怪我，当时你也没反对呀，逃荒跟着走就是了，还能怎么办？能自己走就跟上，走不了就留下来。我的老大和幺儿要带上，你自己看着安排。下午，村民们依旧在山上寻找能吃的东西，可山里哪有那么多能吃的东西啊？一上午的时间就挖干净了。顾老六缝好一个被单后，收起针线，出门给骡子割草料去。顾长安做好了7瓶蘑菇酱，5瓶剁椒，然后又做了5瓶老干妈。忙忙碌碌的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晚饭他也是在空间里做好端出来的。这些天太多人从他们家门口路过，他就没做肉吃。晚上他们吃的是紫菜饭团和青菜汤。顾老六又吃到了新奇的食物，整个人都像是会发光，眼睛亮得像是看到了肉的狼，那是吃货才会有的眼神。他自己半个拳头大的饭团吃了10个。就老六爹这饭量，长安仓库里的米吃3年有点悬。还好冰箱里有5、6斤，可以源源不断的再生，不然就得控制老六爹的食量了。第2天，顾老六上午也跟着村里人上山找吃的，好让村民们知道他们家也没多少存粮，不用打他们的主意。顾长安继续在空间准备吃食，空间是恒温状态，食物应该坏得不快。切了盆青菜，他打算包青菜馅的包子，肉就不加了。逃荒路上人家吃野菜糊糊，你吃肉包子，这像话吗？当然他们吃白面包子也不妨碍他老六爹去挖野菜，偶尔吃上一餐凉拌野菜也不错。顾长安包了500个青菜包子，全都蒸熟放在外面餐厅的长餐桌上。蒸完包子又继续做蘑菇酱，这次的没加肉。冰箱里的蘑菇他每隔2个小时就拿一袋出来，一袋3斤的样子，拿出来有个8、9斤。顾长安在空间里忙活的不知道时间，顾老六中午没有回家吃饭，他带了3个他自己做的能砸死野鸡的饼子和1壶水进山。山里人多，他不能多带干粮，更不能带好的，能垫下肚子就行，晚上回家再吃。在山上扒拉了一上午，毛都没扒拉到一根。他背靠在树上，
这硬邦邦的饼子硌得他牙疼。吃了2天闺女做的饭，感觉自己做的太难以下咽了。旁边一个跟顾老六差不多年岁的男人，手里拿着一块野菜饼子在吃。看到他俊脸扭曲，以为他是生气没有在山里找到吃的东西。哎呀，老六啊，我们村那么多人，山就这么大，能吃的早就挖完了。现在大家来山里也只是碰碰运气，不必那么大气性。你们家就2口人，再怎么难熬，咬咬牙也就过去了。哪像我家20几口人，就那么点口粮，还要被我大嫂偷去接进娘家。顾老六看了男人一眼，有些眼熟，但不记得是谁。他把手里的饼子递给男人。给，多吃点。他娘的，差点把老子的牙割掉了。啊，不，哎，不用，现在粮食金贵，你怎么能随便送人呢？老六，你还有闺女要养呢，可不许穷大发，快收起来。顾老六懒得跟他废话，把2个梆硬的饼子塞进男人怀里就走了。男人被感动得双眼含泪，他拿起一个饼子小小咬了一口，咔嚓，牙齿松了，饼子没咬动。男人的感动少了大半，但还是很感谢。拿回去泡点水，泡软和些吧，能顶1餐晚饭。他把饼子用布包好，小心地放进怀里，用手按了按，怕掉了。进山的人都没有收获，顾老六割了一大捆草下山。顾长安在空间待了1天，出来时天都快黑了。他家老六爹还没有回来，晚饭他煮的是饺子，老六爹50个，他自己吃10个，煮好放在空间里，等吃的时候再端出来，还得关好门窗，免得香味飘出去。他把冰箱里的水饺都做成了蒸饺，这种天气逃荒路上可以吃冷的。想到昨天老六爹那吃货的眼神，然后就给他先煮了一盆尝尝鲜。天完全黑下来，顾老六才背着一大捆草走进家门。他先去了后院，把草料放进关骡子的棚里，然后回到前院，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洗脸净手。顾老六再次感叹，闺女儿是小仙女儿真好，都不用担心没水用。他想过现在他们有水有粮，其实不去逃荒也没问题。可是天灾伴随而来的肯定是乱世，他们父女俩住在这里危险至极。别人都逃荒去了，就你们没走，还有的吃有的喝，再蠢的人都能想到他们有问题。反正他也在这里待腻了，那就到别人待腻了的地方去吧。顾长安关好门窗，把饺子端出来。顾老六闻到香味，双眼晶亮，像只二哈一样窜到桌前，坐下就开吃。一盆50个饺子，10分钟就被他吃完了。他摸着肚子，哎呀，原来白面还可以这样吃啊！还有更多吃法，但是我没打算做。顾老六小心翼翼地端起碗来看，瓷白的碗上面画着青花祥云，真是太漂亮了。他们用的都是黑黄的土碗，漂亮的瓷器碗碟到不了平民百姓手中，都是专供皇宫贵胄使用的。他闺女儿前世肯定是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现在投生成他的女儿，跟着他吃苦，可不就是在历劫吗？闺女儿，你的碗碟瓷器之类的东西，逃荒的时候不能拿出来用啊，在家里用了也要立马收起来。在夜朝，只有皇冠贵胄才有资格使用精美瓷器，要是平民百姓家里有，会被官府的人抓去衙门打板子，还要交罚银。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奇葩设定啊？真他喵是日了 dog 了，2个吃饭的碗而已，至于吗？不能用就不能用吧，什么精美瓷器，这是他在10元批发市场买来的。我知道了，爹。顾长安把碗筷收进空间厨房里的洗碗机里清洗、消毒、烘干。日常给老六爹放了2桶热洗澡水，然后父女俩就各自回房。老六爹换下的衣服都是顾长安第2天收进空间里的洗衣机里去洗。
脱水烘干一体，不用晒到外面去。别人路过的时候也没人会知道他们有水洗澡洗衣服。顾长安用的洗衣液有种淡淡的花香，洗好的衣服穿在身上，只要不和人走近，倒也闻不到香味。他没有无香型的，洗衣服不放洗衣液洗不干净。现在是还没有开始逃荒，到了逃荒路上，他家老六爹就要开始变成邋遢爹了。什么香不香的，臭不死你都算是好的了。顾老六没有先洗澡，夜深人静时，他去了后院的打铁房。他在打铁房里挥汗如雨，忙活到天将破晓时才出来。回到房里，把2桶已经冷透的水提到后院，冲了个冷水澡。穿衣显瘦，脱衣有肉，说的就是顾老六了。平时看他身形单薄瘦弱的样子，谁能想到人家有8块腹肌呢？手臂上的肌肉隆起，那种蓬勃的力量哪是平时看到的弱鸡样子，这是一只蛰伏的豹子。顾老六洗完澡，用皂角把换下的衣服清洗好，晾在视角的盲区，收拾好才回到前院。天已经大亮，他淘了米，熬了一锅浓粥。顾长安起床在空间里洗漱好出来，就闻到了米粥的香味儿。他拿了碟咸菜出来。爹，喝粥要拌咸菜。爹，你眼睛怎么这么红啊？昨天晚上在后院熔铁，没休息。年纪大了别熬夜，容易秃头。长安看了眼老六爹浓密乌黑的长发，想象了一下他秃顶的样子。你画面太美，不敢看。我才26岁。对，您才26，还不到而立之年。你要是多熬几次夜，应该能够成为最年轻的秃顶男人。不听，吃完饭睡觉去。吃完早饭，老六爹去补觉，长安去盘点父女俩春夏秋冬穿的衣服。他的衣服有点多，一个大柜子塞得满满的，都是细棉布做成的衣裙，匣子里还有好几件金银首饰和发簪。他今天准备晒点豆角干，逃荒路上别人家做饭锅里都要加野菜，他们家也别太特立独行，就加点豆角干吧。还可以晒些萝卜干，做几瓶香辣萝卜干拌饭吃，拌馒头吃都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连续2天没在山上找到吃的，村民们今天都没上山。隐约听到有村民喊：最后一口井枯竭了！哎呀，老天爷呀，这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们了呀！哎，男人们都结伴出村去找水，等不了半个月后再去逃荒了。女人们回家收拾东西，后天卯时出发。李正看了一圈，没看到顾老六，他叫来大儿子：破晓，你去跟老六说一声，后天卯时出发逃荒。是，爹。围在井边的人都散去，出村找水的出村找水，回家收拾家当的在家抹泪收拾。长安在后院晒豆角干和萝卜干，听到有人在外面喊老六，他噔噔噔跑出来，一看不认识，再看有点眼熟，应该是小长安以前见过的人。这软萌萌的小闺女儿一下就击中了杨破晓这个猛男心巴，每次见到都想拐回家去给他当闺女。他尽量放柔了声音：小长安啊，你爹呢？他出去啦。顾老六在睡觉，但是不能说，别人都在为粮食和水发愁呢，他白天在家睡大觉合适吗？长安软糯糯的声音让杨破晓再次有了当人贩子的念头。不过他应该是打不过老六的，还是自己跟媳妇生一个吧。等你爹回来告诉他，我们后天卯时在村口集合，出发逃荒。好的，谢谢叔叔。叔叔啊，现在天气热，说不定冬天会很冷，你们多准备点厚衣服吧，到时候在逃荒路上要是冷的话，没地方买。我爹说这叫做有备无患。好，叔叔会跟大家说，让大家准备。谢谢小长安。你们想办法准备点御寒物资，
冬天的时候我们肯定还在逃荒路上，到时吃不饱又穿不暖，别地方没走到，先冻死在了路上。别死握着银钱不舍得花用，只要有命在，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自己有银钱的去买棉衣棉被，没有的找家族兄弟互相帮衬一下。灾难当前，大家当同心协力，有什么局域等安定下来再算。长安家里，杨破晓刚走，顾老六就起来了，睡了不到1个时辰。爹，吵醒你啦？对，杨大，他刚进院子我就醒来了。警惕性这么强，有外人靠近就行。爹要不要再去睡会儿？不睡了，你在干嘛？晒豆角干和萝卜干。要爹帮忙吗？不用，都晒好了。既然爹不睡了，那我们就去城里吧。还有什么要买的吗？给爹买衣服啊。不用去，爹有衣服穿。时间有些赶，我把被套和那2件衣服先缝好。闺女儿，放心啊，爹屋里还有布，衣服不够穿我会做。这么全能的吗？也行吧，那我去收拾东西。好，该扔的扔啊，不用什么都带上，到地儿我们买新的。知道了，爹。顾老六回房间做针线活，长安忙忙碌碌收拾东西。他有空间，能带的都带上。先去了厨房，这2天就在空间里做饭吃，收拾好自己的房间，又去老六爹房里。长安给他留了5套衣服，1套棉袄，鞋子3双，打包到一起，其他连同衣柜一起收进空间。装棉被和褥子的木箱没收，到时候一起放进车厢里。顾老六看着闺女儿刷刷收东西，已经相当淡定了。有个小仙女闺女儿，逃荒都非常方便。屋子里东西都收完了，然后就是院子里。就这样，父女俩一个做针线活，一个在空间做吃食，忙活了2天。第2天上午，顾老六把4件被套和2件衣服做好，下午去山上割了一担草料回来，然后就进打铁炉里忙活。现在村民们都在家收拾东西，没人往后山走，就不怕被人发现。出村去购买御寒物资的村民们结伴慌慌张张地回来，杨破晓也是其中之一。他回到家里就跟李正说：爹，难民冲破了城门进城了，粮铺和各大酒楼都被抢空了。李正提起锣就往晒谷场走。大家应该都听说了难民进城的事儿。我们明天卯时出发，时间不变。晚上各家各户选个汉子出来值班，以防万一。晒谷场这边的事儿，顾老六父女俩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去。他若去值夜了，家里就只有他闺女在家，他更不放心。顾老六晚饭都没吃，在打铁炉里叮叮当当忙活到半夜才回来。长安给他留了鱼丸和饭团当宵夜。顾老六是子时睡下的，睡了1个半时辰，寅时就起来收拾东西。老六爹套好骡车，闺女儿，去把打铁炉里的东西收起来。长安举着火把去后院，推开门一看，倒吸了一口凉气。墙壁上未开封的刀剑挂着10多把，磨好的箭头小半筐，做好的箭鱼有一大捆，有100多只的样子。这些东西肯定不是这2天做好的，而是以前就有的。他把这些东西都收进空间里，包括打铁工具和做武器的工具全部都收走，半点不剩。所有东西都装好车，父女俩坐在车辕上吃早餐。2杯牛奶，1人1杯。刚才蒸好的包子全拿了出来。长安吃了1个包子，喝了1杯牛奶就饱了。老六爹看到自家闺女吃这么一点儿，像只小鸡崽似的，头疼。劝又劝不听，更头疼。一屉20个大包子，老六爹吃了12个，外加1大杯牛奶。长安也很头疼，这么能吃，可怎么养活呀？吃完早餐还有2刻钟才到卯时。闺女儿，做好了，出发。先到村口去集合，等人齐了就可以走。昨天下午，他去把他娘子和义父的骨骸捡了起来。
去逃荒怎么能丢下义父和娘子呢？都得带上。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他没有告诉长安，怕他害怕，骨骸就放在他那个装棉被的木箱里。顾老六很开心，车里有他义父、他娘子和闺女，一家人去哪里都可以。他们到村口时，人已经来得差不多了。顾老六在还有点距离的时候就停下来，他没有把骡车往前赶，他不想走到队伍中去，远远的就看到老顾家人，忒恶心了。他和闺女走最后面就好。长安掀开车帘，看到前方黑压压一片的人头。这是个有600多人的庞大队伍，大部分人家都有板车，还有手推车。赵、蒋、杨3家的人许多都有牛车和驴车，其他姓氏的人也有好几户人家有牛车。老人和走不动的孩子坐在板车上，让家人拉着走。卯时刚到，李正就敲响了锣。大家跪下，向村里磕个头，就算告别，以后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村民们哭着跪下磕头，他们这一跪，倒把顾老六和长安给凸显了出来。他们坐在车上动都没动。闺女儿，我们不跪，你娘和你爷爷都跟你一起坐车里呢。长安不知道，只以为老六爹对这里没啥归属感，不想跪。村民们现在伤心得很，哪还管顾老六跪没跪呀？出发！队伍缓缓前行，慢慢离开青房村地界。长安在车里睡了一觉醒来，队伍还在前行，走得特别慢。主要是人多，各家各户的家当也多，板车上放不下，人是负重前行的。小孩子走不动道，家里孩子多，不可能家里的孩子都坐板车，大人也拉不动，这可不就拖慢行程吗？一上午快过去了，还没走上官道，路上能看到零零落落灰头土脸穿着破破烂烂不知道从哪里过来的难民。长安从空间的冰箱里拿出冰块塞进水囊里，等水囊里的冰化了才递给顾老六。爹，喝点水。顾老六接过水囊喝了一口，冰冰凉凉的，特别舒爽。队伍行至一处空旷的地方停了下来，顾老六抬头看了眼天空。午时了。他从车厢里拿起小铁锅和一袋子馒头，借着木箱的掩饰，从空间里拿出一瓶酸菜。这么热的天气，吃点酸菜开胃。顾老六把水桶提出来，先去帮长安把锅架起来，往锅里倒了些水，然后他才去把骡子解下来，给他喂水喂。长安捡来柴，把灶烧起来，然后他就傻眼了，这馒头怎么热？难道放水里去煮？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他也不能躲进空间里去热呀。他拿出来的时候是冷硬的馒头，没道理你转个身就成热乎乎的了是不？看了眼前面的人，人家是把饼子撕碎了放进锅里，加上野菜干煮成一锅糊糊。长安默默把那一大袋子馒头放回车厢里，馒头蒸热了会散发出香味儿，别人都在吃糊糊呢。长安借着车厢的掩饰，从空间里拿出冷的青菜包子，把酸菜换成了剁椒。他做包子的面是发酵过的，面皮也很薄，就算冷掉也软和，不像从城里买回来的馒头，冷了就跟块石头一样。那些烧饼也是梆硬。这大热天吃冷包子没事儿，锅里的水已经烧开了，长安把火给熄了，水让它晾在锅里，等冷些了就装进老六爹的旧水囊里，拿了张草席铺在地上，坐在那里等老六爹。顾老六喂好骡子，牵着他去旁边的林子里放了一下水，回来拴好骡子，坐下和闺女儿一起吃午饭。前面传来吵闹声，这才一上午就开始闹矛盾了吗？长安伸长脖子去看，顾老六按住他。吃饭有什么好看的？吵架的是顾大家的人，9个废物儿子全跟上了，没有甩掉。他们走路都要杵着棍子，背行囊是不可能的，所以家里人给他们的食物就比较少，让正常劳动力多吃点。可是9个废物不干呢。爹娘，为什么只给我们吃这么点儿？
首先发出抗议的是顾朱氏的二儿子顾高第。顾大狗兄弟5人倒是没说话，因为他们5房昨天已经被顾大分了出来，现在是各过各的。他们粮食本来就不多，自是要省着吃。兄弟5人沉默，还离远了点，明显是不想沾染上。他们爹昨天就说了，以后的路全靠他们自己，生死由命。他们倒是觉得不用在他们爹和后娘手里讨生活，还更轻松些。儿子女儿都大了，还怕饿死不成？顾大没有说话，顾朱氏垮着张老脸说道：家里就这么点粮食，你个白吃饭的有点垫肚子就行了，我们大家都还要背东西，那不多吃点哪来的力气？那为什么小弟和大哥可以多吃啊？你没看到你大哥他们背着一包衣服吗？你小弟还小，还在长身体呢。反正我不管，凭什么就我和九弟吃的少？同样是你的儿子，娘你不能太偏心了。老娘偏心怎么了？不乐意啊？那你们就别跟着。顾朱氏一句话终结了争吵。顾高第和顾高山哪有勇气不跟着，只能忍下这口气。休息了大概有1个时辰，李正就敲响了锣。收拾好东西，赶路了。长安想着这种天气大中午赶路，希望没有人中暑吧。他们没拿多少东西出来，长安把车帘压好，然后进空间里，从冰箱里拿出1个西瓜，切好，放到榨汁机里榨了一大盆西瓜汁，空出2个水囊，把西瓜汁装进水囊里，然后放2块冰块进去。长安拿上2水囊西瓜汁，带上2个梨，出了空间。他先把梨递给老六爹。爹，是个梨。顾老六接过去，咬了一大口，冰冰凉凉的，很解渴。他想他是最幸福的逃荒灾民，因为他有一个小仙女闺女，谁也比不了。长安坐在车厢里抱着梨啃，冰冰凉凉的，舒服。前面坐在板车上的老太太和孩子们看到顾老六吃梨，都咽了咽口水，默默把视线移开。不能看，不能看，太馋人了。小孩子哭闹着想要吃，老太太直接捂住他的嘴。顾老六家里就父女俩，他是个有本事的，人家能吃饱吃好，再正常不过。顾老六连核都一起嚼了吃掉，一点都没浪费。长安等他吃完梨，又把西瓜汁递给他。顾老六喝了一口甜甜的果汁，感觉整个人都幸福的要飘起来了。喝了2口就没喝了，盖好放回车厢里，等渴了再喝。走上官道，路上的流民越来越多，不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个个骨瘦如柴。流民看到青房村浩浩荡荡500-600人，板车上还堆着那么多东西，肯定有粮食。抢他们是不敢来抢，那么多人看上去虽然瘦，但是精神很好，一看就知道是有粮食吃的。流民怂恿老弱妇孺上前乞讨，希望青房村的人能施舍一点给他们。出发时，李正没有交代村民不可以穷大方，更不可以心软，不然会招来灾祸。多数人是不会把自家粮食施舍出去的，给出去一点，自家人就要少吃一点。现在这种时候，一把粮食就能救一条人命。有的人心软，耳根子也软，看到老弱妇孺不自觉就会同情起来。这一心软可不得了，都围上来问他要吃的，队伍一时混乱起来。女人吓得脸色苍白，冷汗直流。他给出去半块饼子，怎么这些人都围着他讨要？他都说了他已经没有了呀，为什么还要用那种看坏人的眼神看着他？李正带着人从前面赶过来。都在干什么？离开，马上离开，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看他们不听，李正就叫来一些年轻力壮的女人。你们把这些人全拖开，男人们守住队伍，不要让任何人靠近。长安这边也有人过来乞讨，但是顾老六他是真的是个老六，不管男女，只要有人靠近，他就一鞭子甩过去，只打得人皮开肉绽。男人不打女人，乱世中有女人吗？以前是除了他媳妇儿和闺女儿，别的女人都不是女人，现在是除了他闺女儿，一律都不是人。流民们见他这么凶残，都不敢上前了。
呸，真不是个男人，连女人都打，白下了一张好看的脸了。李正调整了一下队伍，每家每户派出一个壮丁来，他们走队伍外围，把老弱妇孺小孩全围在中间。谁都不许送粮食给流民，谁要是心软给队伍带来灾祸，一律赶出青房村的队伍。老六，你们就父女俩到队伍前面来安全些。李正叔，我走后面就好。那你要跟紧队伍啊，这路上越往前走，流民可能就越多，要提高警惕。知道了，李正叔。队伍再次缓慢前行，日暮西沉，眼看就要天黑，队伍这才停下。他们到的地方刚好没有空旷的空地，就停在路上原地休息。长安下午进空间里熬了粥，现在是温热的，不怕有香味飘出去。他已经跟老六爹说好了，所以他们没有拿锅出来生火做饭，别人也只以为父女俩这是又要吃干粮。顾老六解下骡子，和上午一样的程序，喂干草，喂水。2个水桶里的水已经用完1桶，都是给骡子喝了。李正动员大家出去找水，村民们带出来的水不多，基本上都已经用完。每家每户出去1个人，去找水。村民们带上自家装水的桶和水囊，结伴往山里走。顾老六没有去，这么晚了，他不放心闺女一个人留在这里。他们放在外面的水够骡子喝到明天，明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再去找水。顾老六没把骡子拴到旁边，晚上黑灯瞎火的，怕被流民偷了去。他在绳子上绑了个尖锥小木桩，把木桩钉在地上，骡子就卧在车厢旁边。长安在车厢里吃饭，他吃饱就换老六爹进去吃。大米粥拌榨菜丝，怕他喝粥饿得快，还拿了10个小饭团出来给他。他觉得在车厢里吃饭很好，没人看得见。明天他就在空间里把大米饭做好，留点余温再拿出来，不会有香味飘出。做了这么多酱和剁椒，还有酸菜，都可以拌饭吃。长安坐在地上的草席上，抬头看向远外的天空。闺女儿，来，你去车里休息。荒郊野外晚上蚊虫多，我刚才在车厢里熏了艾条。你哪来的艾草？他们连蜡烛都忘记买了，哪还记得防蚊虫的事儿？还好他的别墅里有他爷爷以前买回来跟奶奶一起吃烛光晚餐的蜡烛，还有10对。要不说我是你爹呢。去买馒头和烧饼的时候，我不是让你在车里等我吗？就是那时候出去买的，东西不多，我就自己放着了。那你怎么没想到要买蜡烛？我也没想到荒郊野外能用上蜡烛啊，想着会烧火堆。这么热的天烧火堆，你不怕热吗？你看我像是不怕的样子吗？晚上一点风都没有，又闷又热，他衣服全都汗湿了。长安把老六爹带到暗处，想把他带进空间里去，让他在别墅洗个冷水澡，然后发现进不去。空间只有他自己能进，那就没办法了，继续热着吧。顾老六不明所以。闺女儿，你要去方便吗？别怕，爹在这里守着，快去吧。不是，给你吃好吃的。他上厕所可以进空间里去，在野外他怕被蛇咬屁屁。长安从空间里拿出一小布袋牛肉干，可以当零嘴。顾老六接过，打开小布袋，看了眼，肉干。他龇牙傻笑，闺女真孝顺。顾老六小心收好，父女俩回到骡车的位置。其实他们也没走远，就4、5米的距离，能看住自己的东西。爹，你先睡会儿，我看着啊。不用，你先到车厢里去睡，没有蚊虫，我在外面守着。他看着长安进了车里，这才坐在草席上，背靠着车厢休息。长安进车厢里就进空间了，他记得末世前有在网上买过驱蚊虫的手环，
不知道还在不在。他在卧室里一阵翻找，在床头柜最底层找到了那3个手。他不怕手环暴露在人前，因为看上去就是个说不上是什么材质的廉价手镯。长安自己带了个蓝色的，拿着黑色的出了空间，看到老六爹睡得并不安稳，一直在驱赶蚊子。他下了车，把手环给他戴上。顾老六知道是闺女在靠近他，没有睁开眼。他感觉到手被戴了个什么东西，这才睁开眼睛。一个黑黑的小圈圈，不知道什么材质，很轻，都感觉不到重量。长安看他好奇，便解释给他听。这是户外驱蚊虫手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你戴着试试，我也有一个。他抬起自己的小手臂晃了晃。顾老六觉得很神奇，当神仙就是好啊，蚊子都不用自己动手赶。父女俩这边其乐融融，出去找水的村民们走得有些远，在一处山谷的石壁上才找到水。水很少，打水的人多，要一个个上去，每个人都分到半桶。虽然不多，但好过没有。青房村的村民们看跟在后面的流民都安安分分的，也没有为难他们，还特意留了水给他们装。流民们千恩万谢，这是他们逃荒半年多以来第一次受到善意。他们很庆幸跟着这支队伍走了，不然跟着那些流民，他们一定没有活路。等水的过程中，大家都在附近找点能吃的野菜和榆树皮。就是这些东西让他们决定一定要跟着这支队伍，这样他们才能活下去。小牙，爹爹带水和食物回来了，我们有吃的了。女孩无力地笑笑，她已经饿得没有力气说话了。昨天她还喝了爹的血，她觉得是她拖累了爹娘，本来就没有粮食和水，爹还放了自己的血给她喝，她怕爹会撑不住，还不如让他死掉好了。可是爹娘都拼了命的想让他活着呀。食物和水是有了，可他们又犯愁了。他们没锅也没火，难道只能生吃吗？小牙爹犹豫了一下，他和娘子生吃野菜倒是没事儿，但是女儿还小，怕吃出问题来。其他人家也是一样的情况，家里有老人小孩，最小的孩子才2岁。小牙爹咬咬牙往青房村的队伍走去。他没有往前走，而是找了掉在队伍后面的顾老六父女俩。队伍里大家都烧着火堆，这处也并不会显得昏暗。驱蚊手环有点用，至少顾老六不用边挥手赶蚊子边睡觉了。长安就坐在老六爹身边陪着他，眼神放空在发呆。小牙爹还没靠近，顾老六就醒了。他眼神清明，不像是睡着过的人。他眼神凌厉看向来人，老六企图用眼神吓退男人。小牙爹确实有些害怕，那个背靠车厢席地而坐的男人气势太强。想到自己的女儿，他咽了口口水，坚定地走了过来。走近他才看清，那个坐在男人身边的孩子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明亮的大眼睛里面似有万千星辰，特别耀眼。奶乎乎的小包子脸像块小奶糕。小牙爹一时有些愣神，这孩子养得可真好看，要是他的小牙也能吃饱穿好，一定也很好看。顾老六见来人盯着他闺女看，眼神凌厉起来，把长安藏到身后，唰的一下抽出藏在腰间的软剑，剑尖直指小牙爹。远处的小牙娘和流民们见状都脸色骤变，他们立即带着孩子往这边跑，想求男人高抬贵手，放小牙爹一条生路。小牙爹惊得后退2步，冷汗直流，惊慌道歉。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长安在老六爹身后侧头稍稍看了眼对面瘦得不成人样的男人，他刚才看他的时候眼里没有恶意，只有惊叹。他扯了一下老六爹的衣服。爹，要不先问问他有什么事吧。小牙爹听到长安软糯糯的话，没等顾老六问，立即说道：我没有恶意，也不是讨粮食的，是想问你们借个火种，如果可以的话，可不可以再借个瓦罐给我？
我想煮点野菜给我女儿吃。求大人高抬贵手，放雨伞一条生路，我们定当铭记大人恩情。小牙从他娘怀里出来，趴在地上请求顾老六：求大人放过我爹，他不是有意前来打扰您，求您看在他一片爱女之心的份上，饶他一命吧。这后面的动静引起了前面人的注意，有人跑去告诉了李正。李正带着人往这边赶来。顾老六收起软剑，别回腰间，看了眼地上趴着的小女孩，又回头看了看自家闺女。他家闺女正在历劫，他就当是为闺女积福吧。他从怀里摸出一个火折子扔给小牙爹，然后回头问长安：闺女儿，我们家有瓦罐吗？收拾东西的时候好像没看到。长安觉得厨房地上那些破瓦罐没啥用，所以没收起来。不过他空间里有7、8个大大小小的砂锅，给他们一个也无妨。长安爬进车厢，想了一下他们人那么多，就从空间里拿出一个大号砂锅。砂锅有点重量，他从车厢里哐当哐当拖出来，拖到车轩就叫顾老六：爹，搬一下，重。顾老六立即上前端起大砂锅，打量了一眼，看不出什么问题，不算标新立异。他把砂锅给小牙爹：给，拿去，我们家没有瓦罐，只有这个。小牙爹抱着砂锅向顾老六跪下，磕了个头：谢谢恩公。谢谢恩公。行了，快走吧。李正过来时，小牙爹已经带着人回到他们刚才的休息的地方了。老六，怎么回事？没事，就是来借个火而已。借个火？那你拔剑？他们吓着我闺女了。他们要是问你粮食，可不能给啊。我看你们也没带多少东西，粮食应该也不多。我们不知道还要在这路上走多久，粮食给了别人，到时自己就只能挨饿。放心，李正叔，我们不会给的。我们的粮食也只够自己吃的，救济不了别人。他可没骗人，他们的粮食确实只够自己吃。别看他买了很多粮食，但他能吃啊。李正看他自己心里有成算，也就没再多说什么，又带着人回了前面。见人都走了，顾老六跟长安说：闺女儿，越往前走，我们见到逃荒人就会越多，可能会看到比刚才更惨的人。这世道乱了，我们自保都要拼尽全力，没有那么大能力去帮助别人，所以不能心软，不然容易招来祸事。爹，我知道我们只是普通人，不是救世主，而且我们的物资也只够我们自己用，心有余而力不足。顾老六见自家闺女又神游去了，没有打扰他，知道闺女儿不会当个无底线的善良人，他便放心了。他宁愿他闺女是个坏人，也不愿意他闺女在乱世中当好人。他也不需要闺女手染鲜血，因为他会当闺女手里的那把刀，所有的罪孽他来扛，只要闺女安然无恙便好。他们不当着救世主。对，没就是这条任务，他是来拯救你个倒霉蛋的。他自己就更不用说了，他都是要靠闺女生存的人，而且就他这命格，不克死人就该谢天谢地谢祖宗了。当救世主，莫不是在开玩笑吧？你别乱来啊，给老子好好活到寿终正寝归位就行。这方天道有指定的救世之人，不要去抢别人的活。长安听到那个神秘物种在碎碎念，默默地问了一句：你不会一直都在吧？我不在。哦，那拜拜。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叫老六爹，你得叫我爷爷。乖孙儿，叫爷爷。滚！哎，好嘞。顾老六见自家闺女小脸扭曲了一下，颇有种咬牙切齿的味道。闺女儿，
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没事，就是感觉有点热。我能说有个疑似你爹的人一直在碎碎念吗？真是日了 dog 了，原来真正在历劫的人是这老六啊！等他历完劫回去，不知道会不会有现在的记忆。有种社死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儿？脚趾头动了动，好尴尬。不知道这老六是哪路神仙，平时该拜哪个方向啊？顾老六不知道长安在想些什么，只是催促他快去休息。闺女儿，天晚了，你快点去睡觉。小孩子要多睡觉才能长高。好的。不知道还好，现在知道了，就有种不知道该如何相处的别扭感。长安躺在车厢里，扭成了麻花，有些烦躁。你烦什么呀？以前怎么相处啊，以后也怎么相处呗。不是，我就搞不懂了。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又能给我开挂，为啥不能直接给老六开挂？这样我就不用来啦。我要是直接给他开挂，那他历劫不就失败了？他都失败5次了。听到失败5次，长安不知道为啥想笑，这可真是没白瞎他这老六的名字。前面失败5次是什么原因？难道是因为你给他开挂？以后你就知道了。你现在不能告诉我吗？不能，天机不可泄露。哎呀，好了，退下吧，我要睡觉啦。你可爱，你漂亮，听你的。长安睡了2个时辰，他起来换老六爹去睡。老六爹现在只是个凡人，不睡觉容易垮。爹，换你去睡，我守着。长安爬下车，坐到草席上。顾老六摸摸他的头。爹不困，你继续睡吧。不行，你得要睡觉。白天你要赶车，晚上又不睡，身体怎能吃得消？我白天可以在车里面睡，现在少睡点也没关系。见闺女执意要他去睡觉，顾老六在车厢底下摸出把长剑，放到长安手里。来，你拿着这个，有坏人来就刺过去，爹就靠你保护了。爹，你忘啦？我有能控制雷电的吗？拿在手上做个样子，能震慑坏人。那好吧。顾老六看着长安把剑抱在怀里，扎着2个小揪揪的小丫头，跟剑差不多长，特别可爱。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长安不明所以，大晚上的这老六在乐什么？与此同时，在某处仙雾缭绕的秘境里，隐藏在云雾中看不清样貌的4个老头，他们正在打麻将。哎，这次你儿子要是再敢把我的这世界搞崩了，我就剁了他们父女煮汤喝。放心，这次不会了，只要你选定的救世之人别去招惹他们就行。子墨，我胡了。另一个老头乐得手舞足蹈，其他老头猛翻白眼，把说好的赌注给了他，都是些亮晶晶的东西。只有那个跟他说话的老头给的是2张符咒。你要这整蛊符干什么？给我孙女玩。老头们又是一个白眼送给他，瞧他那嘚瑟样儿，好像只他有孙女儿一样。好像大概也许似乎还真的是只有他有。所以他们的儿子都在干嘛呀？连个崽儿都不会生了吗？哼，这麻将不打也罢了，回去了。眨眼间，原地就只剩下一个得意的小老头。然后长安就收到了2张折叠好的符纸，那个神秘物种告诉他，这是整蛊符，具体是整蛊什么我也不知道，用过才晓得嘛。嘿嘿嘿，大牌赢来的，我厉害吧？那你好棒棒哦。再送你一些漂亮的石头，以后你们就自己玩啊，我不经常来找你了。哦，好走，不送。这棉袄漏风。漏风它也是件棉袄呀，别人想要还没有呢。小老头自我安慰好就离开了。
他也不能插手太多事儿，不然天刀那老家伙要不乐意了。长安等了好一会儿，确定那谁已经离开了，一夜安然无事，直至天明。顾老六起来伸了个懒腰，牵着骡子去了旁边林子里吃草。长安爬进车厢，进空间里把馒头蒸上，泡好2杯牛奶，然后去梳洗。长安把热好的馒头拿出来晾了会儿，这才带出空间。爹，你快进去吃早餐。半个时辰后，李正敲响了锣。收拾东西，出发喽！长安他们没什么要收拾的，顾老六套好骡车，父女俩就坐在车上等着前面的人。1刻钟过后，队伍才缓缓前行。爹，我们这是要往哪里走？顾老六懒洋洋地摸出一块牛肉干塞进嘴里。不知道，我估摸着，李正是想带大家去南方。爹，不能去南方，南方发了水灾，人家自己都要逃荒呢。发了水灾的地方容易有瘟疫，我们最好别去。晌午停下休息的时候，我去跟李正说一声。你就说是听流民说的，反正现在路上流民越来越多，谁知道是哪个说的？闺女儿，那我们要去哪里更安全？去北荒吧。听说北荒地广人稀，民风彪悍，而且土地不好种植粮食，冬季特别漫长又特别冷，不利于生存呢。爹，你相信我吗？信，闺女说什么我都信。爹，西南蝗灾，西部旱灾，南方涝灾，东部旱灾，我们能去的只有2个地方，岭南和北荒。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岭南？因为有人告诉我要去北荒。至于为什么不去岭南那边，他也不知道啊。能为什么？那边是兵乱的起始地，为了你们2个小犊子，我真是操碎了心喽。顾老六没再多问，以为是长安的师傅告诉他的。神仙的事儿少打听。太阳炙烤着大地，行人所过之处泛起阵阵尘烟。在路上已经能看到很多成群结队逃荒的难民了，只是队伍并没有青房村的人多。前方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发出尖叫声的是顾大狗家的儿媳妇。走着走着，就看到自家公爹脸上掉下来一块肉，这可把他给吓惨了，现在正蹲在一旁大吐特吐，没吃到什么食物，吐出来的都是胆汁儿。求着儿媳妇的心理阴影面积。被他这么一喊，这会儿大家都看到了，然后其他8兄弟也在众目睽睽之下掉肉。这下求全队5人的心理阴影面积。心理承受能力稍微差一点的，这会儿都结伴吐去了。掉了肉的脸就留下一个窟窿，特别吓人，小孩都被他们给吓哭了，纷纷要求李正把顾大家里的人都赶出队伍，他们受了天罚，别连累了我们。是啊，李正，把他们都赶出去。逃荒本来就难，队伍里还有这样的怪物，要是触弄了天爷怎么办？怪物是顾老六，是他害我们成这样的。老六要是有这个本事，还能被顾家人欺负了去啊？我家小木说的对，老六要是能让老天爷劈谁，那就劈谁。那顾大家里早雷劈了，还用得着等到现在呀？男人就是在山上时被顾老六塞了2块硬邦邦的饼子的人。村民们听了也觉得有点道理。我就是因为骂了他才被雷劈的，他就是个怪物。既然你们觉得是老六的问题，那就找他对峙一番吧，谁的问题谁滚出队伍。闺女儿，他们会不会变成骨头架子还在喘气啊？应该在变成骨头架子前会被痛死吧。李正带着顾大全家往后面走来，长安眼尾余光看到他们，小手悄悄动了几下，晴空霹雳。这次劈的是顾大，老头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抽搐，给了李正一个警告，没有劈他。
他要是敢带这些人过来找麻烦，他也就给他来一个雷电按摩。雷劈在李正脚下，吓得他往后退了几步，差点倒在地上。跟着李正一起过来的人也离他们远了点，吓得拍了拍胸口，娘爷，差点被雷劈了。长安和顾老六惊讶地看向前面，一副长了见识的样子，装得可像了。村民们看父女俩的模样，信了他们的邪。看吧，肯定是顾大家里的人做事太缺德，惹怒了天爷，这才挨了雷劈。李正这会儿也没心思去找顾老六了，好险！顾大一家不能沾边，谁沾谁倒霉。长安是真不理解李正的脑回路。你说他是个好人吧，他又老爱干糊涂事儿；你说他不好吧，他做事又公正严明，就很矛盾。李正当即下令，顾大一家全部赶出队伍，不能跟青房村同行。谁要是敢帮助他们，也一并赶出去。村民们不等李正吩咐，一起动手把顾大一家全扔出队伍。顾大家里的其他人跪求李正，表示可以把被雷劈的兄弟9人，包括顾大一起赶出家门，求李正不要赶他们出队伍。求李正不要把我们赶出去，我们以后都不去找顾老六了，我求求你。李正毫不心软，带着人离开。长安在骡车晃晃悠悠的行走中睡着了。说好了今天给老六爹煮大米饭吃，也没能煮。午时刚到，队伍就停了下来，骡车停下来，长安便醒了。爹，是到午时了吗？对，停下来吃些东西，休息一下再走。中午干脆豆角干、腊肠、大米一锅煮。他想通了，藏个灯，这蛋疼的世界又没红薯、土豆、玉米这些粮食，大家都吃的大米和面粉，一样的食物有什么好藏的？不过是别人家加野菜，他家豆角干和腊肠而已。闺女儿，我去找水了，饭好了你自己先吃。好，爹你小心点，早点回来。好。顾老六应了一声，提着桶就往林子里去。他没叫上村民们，一群墙头草，他才懒得搭理呢。这边的米饭加腊肠香味儿，把大家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本来还觉得自己手里的白米粥很香，这一对比就完全没滋味了。村民们咽了下口水，见顾老六提着桶离开，有人觉得长安就一个小孩子，去要口吃的，他应该会给吧。小木提着水桶跟着顾老六一起离开，后面又跟着陆续离开了几人，小牙爹也带人跟了上去。青房村的人大多数是觉得李正没有发话去找水，他们不敢离开。他们就像耕地的牛一样，打一鞭子走一步，明明家里都快没水了，还不知道主动去寻找。李正头疼地看着这些人，聪明人早跟着顾老六走了。你们家里还有水吗？都带着干什么？不知道出去找水。村民们反应过来，李正家的破晓和明晓都离开了，他们慌张地提起水桶追出去。有人悄悄摸到长安这边，手里还端着个碗。长安侄女，你在做什么好吃的？给叔也来点呗。长安手里拿着锋利的水果刀，往那只去揭锅盖的黑爪子上刺去。男人吓得连忙收手，望向长安。扫把星的种，小扫把星！别个想要上前占便宜的人把这边的事儿看得清楚。小姑娘是真狠，那小刀刺过去是奔着把吴二赖的手给砍断了去的。以为长安好说话的人都不敢上前了，他们只是想要点吃的，也没打算欺负她。若真要欺负了这小姑娘，顾老六能要他们的命。既然人家不愿意给，还是别上前去找死了。吴二赖刚走回自家休息的地方，天空就降下一道惊雷，把他劈倒在地，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头顶冒烟。儿子，你可别吓娘！李正顾长安是妖怪，他今天能害我儿，明天就能害别人。我的长安背对着他们，
看了下饭已经煮好，把锅底下烧得正旺的木柴抽出来熄灭。天空又是一道雷劈在吴大娘身上，吴大娘尖叫一声倒地不起，浑身焦黑冒烟。村民们惊恐地往长安这边看过来，发现他什么都没做，就只是乖乖地捧着碗在吃饭，一时也有点迷惑。若是他搞的鬼，不可能一点动作都没有。想不通，索性不想了。村民们把长安和顾老六归结为是被天爷护着的人，他们对这父女俩是又敬又怕，怕自己一不小心说错话就挨雷劈，都交代自己家人管住自己的嘴和手脚，更交代孩子们不要去跟顾长安玩。李正也不敢说什么主持公道的话了，上午他还被警告过呢，这会儿他是什么都不想管，只希望村民们别再去招惹他们父女俩，别还没走到目的地，全村就被雷给劈完了。山里，顾老六的身后跟着一大串人，小牙爹跟在了他身边。山的外围都枯萎了，别想找到水源，他们一直往深处走，在一处布满荆棘的地看到了湿土地。顾老六小心地避开荆棘丛，慢慢往里走。他们听到了水流的声音，只是还没往前走，芦苇荡里悉悉嗦嗦传来声音。大家顿住了脚步，前方10多条毒蛇直起半个身子，树丛直直地盯着他们，吐着信子警告他们不许靠近。胆小的村民们吓得双腿发颤，小牙爹他们也吓得绷直了身体。杨破小兄弟俩胆子大些，以前在青房村的时候，他们也抓过蛇卖到药铺里去给家里创收。顾老六淡定地轻轻放下水桶，大家只觉得眨眼的功夫，剑影闪烁，前面那10多条对他们来说充满危险的毒蛇，已经变成了不知道多少段掉在地上，死得不能再死了。顾老六再次一剑挥出，整片芦苇荡被剑气震碎一半，然后连续挥出2剑，芦苇荡被削平，里面再没有蛇跑出来耀武扬威。顾老六嫌弃地看了眼地面，绕过芦苇荡走向前面的小溪流。他没有立即去打水，而是继续往前走。村民们没有跟着，他们觉得这处被顾老六处理过的地是最安全的。小牙爹他们和杨破小兄弟俩跟着顾老六一直往前走，又走了半炷香时间才停下。前面有一个清澈的水潭，里面有很多鱼，对岸卧着一只老虎，它正紧紧地盯着他们，大有一种他们要是敢动他的水潭，他就生吞了他们的意思。小牙爹、杨破小和杨明小觉得这一天天的打个水可真他娘的刺激啊！这让他们自己来打水，不就相当于送餐上门吗？顾老六放下水桶，冷厉的眼神与老虎四目相对。老虎觉得他受到了这个两脚兽的挑衅，缓缓站起身，进入备战状态。他吼了一声，老六嫌弃，明目张胆的挑衅。小牙爹他们立即离他远了些，虽然很崇拜你，但也不能这么作死啊！老虎腾空一跃而起，他似乎没计算好水潭到对岸的宽度，又没有助跑，飞到半路，咚的一声掉进水潭里去了。老虎满脸蒙圈的在水潭里扑通，他大老虎的脸算是在今天丢完了，都是被对面那傻叉玩意儿给刺激的，等他上去一定先吃了他。顾老六不干了，这傻货把他的水搞脏了，鱼也吓跑了，带着内力的剑气往水潭里的老虎身上砸。让你往水潭里跑，让你弄脏老子的水！原本快要扑通上岸的老虎，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顿乱砸，又掉回了水潭里。该死的两脚兽，再不停手，别怪本王吃了你！哎呦，别砸了，疼死虎了！围观群众目瞪口呆，是老虎太弱，还是顾老六太生猛？这跟砸小猫一样的被砸得毫无还手之力的一大只，确定是老虎？不确定，再看看。老虎被砸得奄奄一息，然后被一道内力掀上岸。他也不敢吼了，瘫在地上装死。水潭里的鱼有不少被顾老六的内力砸上岸，他回头看向躲在10米后的一群人。哎，捡鱼啊，都站在那里干嘛
10多颗脑袋瓜子齐齐点头，生怕点慢了也被顾老六砸。顾老六环顾四周，水潭源头的水是从右侧方石壁上流下来的。他提着桶走过去，然后放下桶，搬来几块大石头，垫起一块小平地，再把水桶放上去。石壁上往下流的水刚好落在水桶里，这样要等它落满一桶水要点时间。顾老六打算去林子里看看，看能不能猎到点小猎物。顾老六往老虎那边走，眯着眼看他走过来，尾巴都僵直了。我回来要是看你敢伤人，我就剥了你的皮，拆了你的骨。老虎浑身轻颤，这两角兽身上的气息好可怕，他感受到了血脉压制。不是，他和两角兽都是不同的物种，哪来的血脉压制？真是见了鬼了。算了，就当这两角兽是兽化了，惹不起。顾老六看老虎是真的怕了，这才转身进入林子里。原本在水潭边上处理鱼的人看到顾老六离开，有些害怕地看向老虎，发现老虎是真听话，卧在那里闭眼休息，都不带搭理他们。大家齐齐松了口气，继续处理大大小小的鱼。人多，鱼处理起来就快。等他们处理好鱼，顾老六的那只水桶已经装满。小牙爹过去帮他换了个水桶上去，盖好装了水的桶，然后带着跟着他的10来个人在周边找野菜。杨破晓和杨明晓兄弟俩对视一眼，也跟着一起找。野菜是有，但是能吃的不多，一人也就摘了一小把。小牙爹在一处灌木丛旁边发现了新物种，他小心地挖出来，底下的果实有孩子拳头大小，一根藤下面结了好多果。他们不知道能不能吃，看向杨破晓兄弟2人。然而这2人也没见过，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要不等老刘回来，他读书多，见识肯定也广一些。大家采纳了杨破晓的建议，在等顾老六的时间，他们一起把周围同样的果实都挖了出来，有200斤左右。他们挖完就坐在水潭边等顾老六。你们就这2个竹筒也装不了多少水啊，要是遇到找不到水源的地方，你们怎么办？你们的行囊呢？我们的家当都在路上，遇到土匪失丢了，这2个竹筒没丢掉，还是因为一直背在身上。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从南边过来的。什么？南边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还想往南边逃呢。杨破晓和杨明晓都惊呆了。如果人家南方的人都往外逃，他们跑南方去又有什么用呢？南边半年前发生了涝灾，比你们旱灾来的还要长时间，很多人都得了瘟疫，大部分人没有跑出来被烧死了，我们是偷跑出来的，不敢走大路，一直走山路，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然后后来就遇到了土匪，丢了家当，家里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我们一路往东走，然后在官道上遇见了从西南地区过来的灾民，我们这些人里不全是南方来的，都是路上遇见结伴同行。西南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去年9月，西南地区就遭遇了蝗灾，庄稼颗粒无收，蝗虫一直赶不走，还越来越多。不见朝廷的人来赈灾，大家为了活下去都往外跑。杨破晓、杨明晓震惊他们的消息是有多闭塞。那我们只能往西逃了。西部也旱灾，要么就去岭南，要么就去北荒。顾老六回来刚好听见杨破晓说的话，说了2个可去的地方。至于要去哪里，全看李正他们的选择。老六哥想去哪里？顾老六没有回他，只是问道：你们水都装好了吗？装好了。小牙爹心里有了主意，他们要跟着顾老六，感觉跟着他比较靠谱。顾老六点点头，蹲下来处理带回来的猎物，2只野鸡，2只野兔。他把兔皮完整的剥下来，这个可以给闺女儿做双兔皮靴，不过在路上不好揉制，还是不要了。
看了眼处理好摊开放在石头上晒着的鱼，顾老六把其中一只兔子一分为二，一半给了小牙爹，一半给了杨破晓。不用，这是你打的。别废话，让你拿着你就拿着，磨磨唧唧干嘛？快点搞好回去了，我闺女还在等着我呢。原本要拒绝的杨破晓也不磨叽了，接过半边兔子，用树叶包好。小牙爹眼泪汪汪地接下了半边兔子，看顾老六处理好了猎物，这才带着他去看他们挖的果实。六爷，您知道这些是什么吗？顾老六蹲下身，用剑削开了一个看了一下，没见过，不认识，但是直觉告诉他能吃。这些都是可以吃的，先把鱼分一下，留2个人在这里等，我们回去拿袋子来装。顾老六拿了2条草鱼和1条鲫鱼，给杨破晓和小牙爹他们一人分了一半，4条鲫鱼也一人2条。他有大鱼就够了，他闺女儿应该是不喜欢小鱼，小鱼刺多，容易卡嗓子。留下杨明晓和小牙爹队里的一个中年大叔，让他们在这里看着。顾老六威胁了一下那只装死的老虎，让他保护这2人点，这才带着人离开。你下手有多重，你心里没点数吗？他现在站起来都费力，要不然早走了，哪还会在这里受你这鸟气啊？顾老六在车厢边上放下水桶，然后神神秘秘地从怀里掏出个只有长安小拳头大小的东西，他递给长安。闺女儿，你知道这是什么不？小牙爹他们挖了很多出来。这是土豆，可以烤起来吃，也可以煮来吃。我不是给你吃过土豆泥吗？就是这种，没有粮食的时候可以当主食吃。我们不缺粮食，可以留下来当种子，到了北地正好拿来种。听闺女的，我现在就和小牙爹他们去装回来。不过这些都是他们挖的，我们拿点当种子就好，可以吗？可以的，那是人家挖出来的，我们没道理还要去平分人家的劳动成果。长安爬进车里，从空间里给老六爹拿了个麻布袋子，并交代：爹，当2种的土豆不能迁徙，就这样子和你一起带回来就好。知道了。顾老六接过麻袋，然后向后面喊了声：小牙爹，走了。来了，娘子，我去就回来我们就有粮食吃了。去注意安全，别给六爷添乱。知道，不会。我们能有的吃和能不生吃食物，都是六爷给的恩赐，以后莫要做那种忘恩负义之人。娘，我记住了，不会忘，也不敢忘。他们现在有鱼有肉吃，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其他人也这样教自家孩子。顾老六的救命之恩，他们此生当牛做马都要报答。而杨破晓那边就比较闹腾了，村民们见他带了野兔和鱼回来，个个埋怨他们兄弟不够义气，觉得他们兄弟太自私了。不说野兔，那是顾老六给他的，就说这么多鱼，既然前面水潭里有鱼，大家都是一起出去打水的，为什么不叫他们也过去抓一点呢？他们完全忘了，是他们自己怂，不敢再往前走。大家都是一起出去找水的，这些鱼也能算是大家的，要拿出来分一分。这些鱼都是老六哥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抓的。你们要吃鱼就自己去抓，以后大家找水都各找各的吧。我和我大哥不带队了。不带队就不带队，说的好像没了你们杨家兄弟，我们就找不到水喝一样。很好，完全忘了，差点被蛇吓尿了。杨破晓拿着2个布袋子，拍拍弟弟的肩膀。好了，走吧，老六他们都走了，让人家等我们。2兄弟留下烂摊子给自家李正爹收拾，追着顾老六他们的步伐进了山里。2兄弟心里想的都是，要是他们爹把鱼分出去了，以后他们除了水，一颗野菜都不往家里带。不得不说，他们还是很了解自己爹的。李正打算把鱼分出去，以此来平息闹剧。可是鱼并不多，村里这么多人，一人1条小鱼都不够分。最后决定晚上的时候一锅煮了，给大家分鱼汤喝。那些闹腾的人这才消停下来。其他2家的族长见李正这做法都摇头。在村民们眼里，杨德民处事公正公平，在自家人眼里，他就是个拎不清的货。半个时辰过去，顾老六他们背着土豆回来了。刚才在山里，他也告诉了小牙爹和杨破晓这东西叫什么名字，该怎么吃。
老六又收获了一波崇拜值，整个人都要飘起来了。爹，快来吃饭，都冷掉了。长安把满满大汤碗饭压得结结实实，端给他老六爹，倒了点清水，把锅洗洗，算完事儿。锅里有点油，不容易生锈。老六爹众目睽睽之下带回来野鸡、野兔和鱼，也不能进空间进去做好了再拿出来。这2天还是得在外面生火做饭。不过为了防止它们坏掉，还是要放进空间，煮的时候再拿出来。顾老六端着冒着尖尖沉甸甸的一大碗饭，陷入沉思。他是什么时候给了闺女一个饭桶形象的？见他在发呆，长安催他：爹，你快吃吧，马上就要走了。顾老六没找到答案，半炷香时间把饭吃得一粒不剩，在地上抓了把草木灰，把碗洗干净。真好吃，他好像还能再吃一点。这想法一冒出，老六瞳孔地震，找到答案了。饭桶形象就是这么来的，总想着再吃一点，总像是没吃饱一样。他沉默了，自己明明是一个英俊神武的爹，莫名就成了饭桶爹。这转变让他有点猝不及防，不过这也不能怪他，是闺女做的饭太好吃了，让他吃了还想吃，这可不是他的锅，他不背。都说了，这些鱼是老六哥给我们的，是给我们的。爹，你为什么要分出去？本来他还想晚上炸点小鱼给娘子和儿子吃，然后再给长安送去一点，没想到他的好大爹把鱼全许出去给村民了。值得你跟自家爹大吼大叫？都是同村的村民，大家要互帮互助。逃荒的路还远着呢，做人不能太自私。杨明想要气死了，这是自不自私的问题吗？那些个村民今天能来抢他们的鱼，哪天他们就能以你是李正要帮助村民为由来抢他们家的粮食。他们爹就是个拎不清的，谁都想帮，又没那么大的能力。看似公平，其实都是在委屈自家人去成全别人，总有一天会被他拖累死的。公平公正的李正，确实公平。在青房村时没看出来，也是因为他不怎么跟村里人相处，这才对李正只有表面的浅显了解。以后我们只负责打水，不会再带食物回来了。那半只野兔是老六给我和二弟的，我们要煮来给我娘子和二弟妹还有孩子们吃，你们别惦记了。啊呢，拿回来了就是大家一起吃的，就算你不给我和四弟，也要给爹娘吃吧。杨明晓挽了下袖子，趁早分了，看你不爽很久了。杨李是在一旁抹泪，何至于，他也只能流泪，没有别的办法。不行，除非楚祖滚出杨家，反正今天这家必须得分。李正指着他，气得说不出来话。他狠狠地看向大儿子，你也是这样想的？杨破晓跪在地上向李正磕了个头，意思很明显，他也要分家。好得很，那你们都滚，不管以后是死是活，都跟杨家没关系。我杨德明没有你们这样自私自利的儿子。李正找来杨氏的族长，拿出族谱，把两兄弟的名字以及他们妻儿的名字一起划掉。族长劝了2句无果，也就没再劝。他们拉着家当，带着妻儿往队伍后面走。老二，你们不要娘了吗？您保重。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走了。村民们，他们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都缩在自家的位置，不敢冒头。不过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有错，都觉得是杨家兄弟太自私，太小气。兄弟2人来到队尾，与顾老六并排挨着。杨明晓呲牙，看上去很开心的样子，一点也没有被自家老子赶出来的伤心样。六哥，以后请多关照。顾老六觉得这人多少有点脑子不正常，鱼不想给出去就不给，谁敢动砸谁家的锅。现在被赶出来了吧？六哥，你别这样看着我，我和我大哥啊，早就受够了我爹那拎不清的性子，现在正好。长安下午想补会儿觉，但是太闷热了，他烦躁得很，抱着装冰块的盆，恨不得把头埋进盆里去。就他们这逃荒速度，想走到目的地，没个1年半载都不行。看看，这才走多久，又天黑了。爹，要不我们自己逃荒去吧？
就这龟爬的速度，在路上都可以走完这3年旱灾了。闺女儿，你爹我虽然会武功，但也没到天下无敌的地步。这人多也有人多的好处，可以震慑坏人。爹，你是真的想多了，就那群乌合之众，再来个600人也没用。你先让爹想想哪里去搞个露营。大家都是逃荒人，要那玩意儿干嘛？你看现在有几人有，那都乱得要起飞了。你也别想着有路也能进城的事儿，难民那么多，你看哪座城敢放灾民进城？就不怕引起混乱？能进去城的估计是被灾民都砸了大门，这都用不上路引。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我竟无法反驳。长安喝了口西瓜汁。我们要赶在寒灾之前找到可以避寒的地方。你看看跟着这群人，别到时候冻死在路上了。你不要怕打不过坏人，这不还有我吗？你打不过，我就用雷劈他们。一开始就不该等着一起逃荒，他们自己收拾好麻溜的走人便是。哪里能想到老六爹竟要跟张路引死磕。顾老六觉得可行，他也烦死了这群人慢慢腾腾的样子，一点逃荒的样子都没有。李正，慢点，跟不上了，太晚了，停下休息吧。出来郊游的人都没他们心大，看看这位置适合停下来休息吗？这是在一处峡谷，要是有土匪，人家在上方往下扔几块大石头，他们就得团灭。李正也知道这处危险，自是不愿意听村民的大喊，带着队伍继续往前走。村民们似乎走出了情绪，越走越慢，最后干脆停在原地不走了。李正回头，有大半村民停在峡谷里不愿意走，已经支起锅开始生火做饭了。长安他们坠在队伍末尾，还没进入峡谷，这会儿也不愿意走进去。本来他们是想过了峡谷再往前走10里地休息，这会儿看到前方的情况，顾老六果断调转骡车往回走。他们就在这峡谷口，要是真发生什么事儿，容易被波及。杨明小兄弟俩见状也跟着一起。小牙爹见他们往回走，有些茫然。顾老六向他们挥手，示意他们掉头。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听话照做准没错。一群人乖乖转身往回走。他们后面其他小队的难民见了，他们带队的人也跟着往后退，都以为前方发生了什么事儿。顾老六带着他们退回10里地的地方，停下来休整。有小队伍的领头人过来问他：这位郎君打扰了，我是苗家村的李正，苗长青，想问一下前方发生了何事？过不去，有队伍在峡谷里休整。多谢，多有打扰，请郎君海涵。长安在一旁烤野鸡，旁边锅里煮着米粥，烤野鸡的香味飘散出去，引得人频频往这边张望。小牙娘煮了鱼汤，烤了土豆，杨破晓这边他媳妇儿煮了半边野兔。周边难民大多是刚从家里逃荒出来的，他们还有粮食，只是羡慕，并无他意。那些个手里没粮食吃野菜的，他们也不敢上前招惹顾老六他们。看体型和精神面貌就知道，他们上去也是去送菜的。离他们最近的那支小队伍有100人左右，那是苗家村人，有个小男孩捶着他娘要肉吃。赔钱货，快去给我拿肉，我要吃肉！没听到我乖孙说要吃肉吗？还不快去讨来！长安手上动作不停，翻转刷亮，时不时还要瞄一眼他家老六爹。爹，你动作轻点儿，这是小锅不是大锅，你别把锅给砸翻了。他很怀疑那口大铁锅上面那个破洞是这老六敲出来的。顾老六听话的放缓了搅粥的动作。闺女儿，这样可以吗？长安看了眼，可以。妇人慢慢腾腾地靠近长安，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只烤鸡。顾老六见有陌生人往他闺女靠近，捡起地上的木棍就往前砸，木棍插在妇人脚边，入地3分，将他吓得跌坐在地。
我就是想来拿点肉给我儿子吃。你儿子要吃肉，不会叫你男人去打猎吗？我的肉为什么要给你儿子吃啊？滚！妇人抬头对上顾老六的目光，阴冷暗沉，她吓得连滚带爬地跑回自家休息的地方。这边发生的事儿，她的家人都看着。妇人回去后，没人敢再过来找晦气，一群欺软怕硬的东西。小男孩对着妇人又是一顿猛捶。你个没用的赔钱货，一块肉都要不到给我吃，我要这娘何用啊？老人也跟着狠拍了几下妇人，骂了句没用的东西。他的男人就坐在一旁，别开脸不看，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几个小女孩低头在一旁煮野菜糊糊，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维护妇人一句。妇人一家的闹剧无人关注，生存都成了未知数了，谁还有那个闲心去管别人家的事儿啊？妇人不怨自己的儿子和家人，倒是恨起了老六父女俩。他们有整只鸡，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一个鸡腿呢？给他了，他就不用挨打了，他儿子也能吃到肉。长安的野鸡烤好，顾老六用匕首把鸡腿肉一片片削好，用小碗装好给长安，自己用手撕下一个鸡翅就开啃。一口烤鸡，一口粥，吃得特别香。长安觉得他家老六爹如果去到现代的话，可以去做吃播，吃麻麻香，胃就像个无底洞一样，像是怎么也吃不饱。除了正餐，这老六还吃了1包牛肉干，3包香蕉干，1包虾仁儿。长安觉得压力好大呀，有种养不起的感觉。小碗里装的是2个鸡腿的肉，长安只吃了一半，1个鸡腿的样子，然后喝了半碗粥，算是吃饱了。这可愁坏了顾老六，怎么就只能吃这一点点呢？这让他总有一种会把自家闺女养死的错觉。闺女儿，你要不要再吃一点？不吃多啊，就把小碗里的肉全吃完。不要，吃饱啦。这一点哪能吃饱啊？你看爹都吃了1只鸡，喝了1锅粥，你才吃几口？乖点儿，多吃几口啊。爹，我说真的吃饱啦，晚上吃多了容易积食，你不想我不舒服吧？最受不了闺女撒娇的顾老六毫无原则的点头同意。吃饱了就行，把肉放起来，明天再吃。长安点点头，抱着碗爬回车里，然后放下车帘进了空间。顾老六发现闺女的气息消失了，他往车厢挪了挪，双臂环胸，靠在车厢壁上警惕四周。谁要是敢往这边多看一眼，他冷厉的眼刀子就要往人身上甩。2刻钟后，长安出了空间，顾老六这才放松下来。小牙爹和杨破晓过来跟他商量守夜的事儿。小牙爹今天吃了7分饱，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他们队里的人也有了些活气，不像前些天那样一片死气了。六爷，我和我弟兄们守夜，您和小姐放心休息。长安懵了，他啥时候有身份了？我和明晓守下半夜，于兄弟，你们守上半夜。于三，你们守上半夜，我和破晓他们守下半夜。小牙爹想说他们可以守整夜，不过对上顾老六那双没什么情绪的眸子时，他愣是半个字都说不上来，像是被掐住了脖子一样。他脸色发白，低头应了声是，便离开了。各家的火堆都没有熄灭，一个火堆照亮不了多远，但是几百上千个却照亮了这方寸之地的半边天。10里外的峡谷里，如顾老六想的那样，被山匪包了饺子。2边山崖上站着山匪，峡谷出入口被山匪堵截了。在山匪到来时，李正顾不了还在峡谷里的村民，带着峡谷外的1/3村民拼了命地往外逃。逃掉的那1/3都是3姓之人，还有1/3 3姓的人在峡谷里。小木带着他娘也跟着李正跑了，但是他大哥大嫂和二哥二嫂还有他们的孩子们没有跑出。小木娘想回去找他们，被小木死死拉住，都叫了他们再往前走走，别跟着原地休息。
他的哥哥嫂嫂们用看杀人凶手的眼神看他，像是他要害他们命的样子。看吧，不听劝，被围了。娘，你就算现在回去，顶多也是多送个人头给土匪。小木，去救救他们，那是你大哥、二哥和侄子们呢。就算我回去会死，您也要我去救他们吗？我可以自己去找李振他们，你快去吧。可是他没想过，小木就是个普通的农户，除了一把子力气，什么都不会，让他怎么救，拿什么救？不过是多个送死的人罢了。小木把带出来的粮食和水全数给了老娘。娘，您保重，此去不管我能不能活着回来，以后您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儿子不孝，不能给您养老送终，请见谅。小木娘知道，从今天晚上开始，她失去了这个小儿子。她捂嘴痛哭，没有挽留。她的大儿子和大孙子还需要人去救，她不能心软。小木没有听到他娘挽留的声音，原本有些犹豫的步伐变得坚定，对他娘也彻底死心。在峡谷里的人惊慌失措，尖叫连连，山匪们像斗老鼠一样斗他们，一会儿从上面扔2个不大的石头下来，一会儿又扔节树枝下来，扔得很准，不会打到人，却能把人吓得瑟瑟发抖。其实如果他们能奋起反抗的话，也不是没有逃出去的可能的。可惜他们个个怂得要命，看到人家手里拿着大刀，他们就不敢动，再加上山崖上还有人在丢石头，他们就更不敢动了。这时他们想起了顾老六，他那么厉害，一定能把这些山匪收拾了。顾老六，救救我们啊！无人回应他们。这会儿大家都发现了，顾老六根本不在队伍里，要么是逃了，要么是没跟上来。喊祖宗也救不了你们！求各位大爷高抬贵手，饶小的们一命吧！我们就只是灾民，身无长物啊！杀了你们会脏了老子的手！听好了，女人和女孩以及你们的所有物资全部留下来，男人们和老人带上你们的孙子离开。老人们听说可以带着儿孙，都松了口气。物资没了就没了，只要人活着就好。至于家里的儿媳妇和孙女，只要儿子活着，等安定下来再娶一个就好了，还怕生不出来个孙女吗？只怕生的太多。男人们千恩万谢，带着老爹老娘和儿子们离开，看都不看媳妇儿和女儿一眼。女人们哭嚎着求救，男人们当没听见。也有家里死活不愿意放弃媳妇儿和女儿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这些人还在不停磕头，求山匪不要带着妻女。山匪头领叫小弟们把物资全拉回山头，看了会儿在那儿不停磕头的人，有12个，比那群抛妻弃女的怂货强多了。他没有再为难他们。行了，都滚吧。是可以带着我娘子和女儿一起吗？对，滚滚滚！谢谢大爷。等一下，你们的物资是哪些？村民颤颤巍巍地找出自家的东西，忐忑不安地指给头领看。是不是要看物资多少才能放过他们？他们家里穷，没什么东西，就连粮食都撑不了1个月。头领嫌弃地瞥了眼，是，带上你们各自的东西离开，老子不缺这3瓜2枣。村民们带着家人千恩万谢，推着自家板车离开。那些被家人抛弃的女人和女孩被绑在一起，哭着羡慕地看着那10几个男人带着自家女人和女儿离开。头领大喝一声：闭嘴！再哭现在就砍了你们！你们男人要是再坚持一下，也能像他们那样带着你们离开。哼，只能怪你们命不好。一群山匪收获满满的，带着物资和人回山上。大当家，前方10里还有一些灾民，不过都是小规模的队伍，看去没什么物资。一群穷鬼，有什么好劫的？要劫就劫像今天晚上这种，劫一次够我们吃1年的。
这时，被绑着的女人们有人突然大喊：“他们不穷，顾老六有银子，有粮食，他女儿长得特别好看，你们去劫了他，把他女儿绑来，一定能卖很多银子的。求你们放过我们吧！”是啊，大爷，求你放过我们吧！你们劫了顾老六，肯定比卖了我们赚的还要多。既然如此，走吧，弟兄们，去看看这羊有多肥。头领带着部分弟兄们前往10里外，走了没几步又停下来。把2个说话的带上。他们还在2里地，顾老六就知道有人来了。他飞身而起，越过层层枯树，往前探了去。没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叫来杨破晓：“去把于三他们都叫起来，所有人都叫起来，有山匪过来了。闺女儿，等会儿你就在车里别出来，那些人爹能应付得来。”长安点点头，就他爹这飞檐走壁的功夫，应付几个山匪该是没问题的。远处被叫醒的灾民们一听有山匪，就开始自乱阵脚，还没见着山匪的影儿呢，就拖家带口拉着东西往林子里窜，恨不得一步跑出10里地。小牙爹和杨破晓兄弟俩都带着人聚到了顾老六这处，以长安的车厢为中心，把老弱妇孺孩子们聚在中间，男人们围成一个圈，把他们都围了起来。山匪头领带着人到时，就看到严阵以待，以顾老六为首的一群人，周围其他灾民已经四下逃窜了去。头领没在意，他们的目标就是顾老六。他们谁是顾老六？中间那个长得最好看的男人，他女儿在车里。头领一眼就看到了鹤立鸡群、长相出众的顾老六，四目相对，顾老六的眼眸不带任何情绪，他就这么淡淡地望向他们。顾老六，听说你有银子，有粮食，女儿也长得漂亮，不若把你女儿请出来，我们看看。请出来看看，请出来看看。顾老六眼睛微变，目光狠厉暗沉。他们可以惦记他的任何东西，唯独不能打他女儿的主意。腰间软剑唰的抽出，二话不说向前方冲了出去。山匪头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原本起哄笑闹的小弟们也向杨破晓他们这边冲过来。山匪头领在一众小弟中武功是拔尖的，但跟顾老六比起来还是差了一截。不过10来招就被顾老六一剑刺穿了肩膀，并被一脚踹出了3米远，倒在地上没有了还手之力。山匪小弟们还没冲到长安这边，就被杀回的顾老六渐渐暴击。那2个出卖顾老六的女人脸色煞白地抱在一起，不敢动，生怕被顾老六一剑砍死他们，同时也埋怨他为何晚上不和大家在一起，这样他们就不用被抢了。等在一旁没往前冲的小弟们抖着腿扶起自家老大。山匪头领说了句走，也不管重伤的小弟们，那2个女人也不要了。我说了你们可以走吗？对不起，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请顾兄弟高抬贵手放在下一马。你山寨里有多少人？1500人。头领心里有不好的预感，他们怕是今天要交代在这儿了。肩膀上的血哗啦啦流得欢，他已经头晕眼花站不稳了。顾老六沉吟片刻，1500人的大寨子，他们对寨子不了解，会不会有什么要命的机关也不知道。这边能打的就他一个人再能打，他也不能屠戮1000多人呢。谁能保证这么大个山寨都是弱鸡呢？他是不打算让闺女出手的，能力使多了，谁知道会不会出现什么后遗症。而且撼天降雷还是在一个地方，傻子看到都知道有问题。他们身后这些人看上去虽是好的，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再说了，青房村那些人值得他去救吗？看看那2个女人就知道了。你们抓这些女人干嘛？是他们自己的男人不要他们的，本来只要他们男人坚持要带他们走，我们就会把物资还回去并放了他们。那些女人我们也没有把他们怎么样嘛，都是把他们卖给大户人家当下人，总比跟着那些无情无义的男人强吧。
顾老六听后就决定不管了，既然不是做什么肮脏的勾当，他懒得出手。他又不是什么江湖侠士，为民除害的事儿不是他这个扫把星该做的。山匪有底线，遭殃的又不是啥好人，他为什么要管？顾老六救救我们，我们不想入毒籍。顾老六没搭理他，更没想要救他们，没杀他们都算他仁慈了。你们给我4辆驴车或牛车和2车物资，1车粮食，1车棉衣棉被。给了物资我就放过你们。头领靠在小弟身上，已经虚弱的不行了。行，马上给你。回去4个人拉顾兄弟要的物资和车辆。棉衣棉被要厚实的。头领有气无力的摆摆手，让小弟们快过去。他精神萎靡的靠着路边的枯树坐在地上，伤口已经简单的包扎过，暂时是嘎不掉的。2个女人见大家的注意力都不在他们身上，就想要悄悄逃跑，结果刚挪2步就被头领身边的小弟看到了。小弟很生气，要不是这2个女人，头领也不会受伤。你们要是敢逃跑，我现在就杀了你们。被2人吓得不敢动弹，慌乱点头，乖乖蹲回原地。半个时辰后，头领的小弟们带着赶着4辆驴车过来，其中2辆上面装着满满的物资，2辆是空的。顾兄弟，物资和车辆都给你送过来了，我们可以走了吧？他要是再不回去，就要坚持不住了。顾老六颔首让他们离开。于三，物资和驴车你们拉回去，粮食拿2袋给杨家兄弟。他想着帮他们找来了棉衣和粮食，这些人就不会跟着他和闺女了吧？驴车也给他们1辆，另3辆驴车你们拉回去，空出的那辆坐小孩、妇人和老人。爹，我们尽快离开吧，这里有血腥味，怕引来猛禽。闺女坐好，我们马上就走。本来长安是想就和老六爹单独逃荒的，没想到屁股后面还跟了一串人。路过峡谷的时候，那里一片凌乱狼藉，有被丢弃的板材车和独轮车，还有水桶和破旧的瓦罐。好的物资都被山匪带走了，扔下了些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用的东西。小牙爹他们捡了4个水桶和几个没有摔坏的瓦罐，还有2个木盆。逃荒路上，他们的装备全靠捡。青房村这支大队伍看来是散得差不多了，路上该是还能再遇见他们。老六，带上我吧，我想跟你们一起走。你2手空空的跟着我们，是想让我们养你？不是，不用你们养着我，我有银钱，到下一个城镇我就进去买粮食，我也能自己去找食物，不会吃你们粮食的。我只是想跟着你们，我跟我娘他们断绝了关系了。跟着可以，但是不可以背刺，不然死。不会，请你相信我。跟着后面的人。他算是默认了后面那些人跟着一起走。这段路上的灾民实在是太多，这会儿他们正在路边休息做早食。有青房村的村民看到了顾老六和杨小波兄弟俩，纷纷上前寻求帮助。顾老六，杨家兄弟，终于见到你们了！快拿点粮食给我们，我们都快饿死了。这理直气壮的语气，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关系有多好呢。顾老六鞭子挥出去，冷喝一声：“滚！”被鞭子抽到的人痛得倒吸一口气。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家伙！我们是同一个村的人，不相互帮助，以后你走到哪里都没人为你撑腰。顾老六懒得跟他们废话，又是一鞭子甩出去，只把那人抽倒在地上，其他人不敢上前。想到之前的撼天雷，更是瑟瑟发抖。没有了人挡路，他们继续前行。这段路不适合停下来休整。长安冷冷地看了眼那些人，不屑嗤笑一声：“需要你们这些脑子有屎的人撑腰？”一行人往前走了有1个时辰，才找了处背影的位置停下来。长安把草席铺到地上，跟正在车里吃早餐的顾老六说了声：“爹，你吃完饭就睡会儿，昨天大家都没休息，不忙赶路。”
好，知道了。长安给骡子喂了水，然后牵着它到附近吃草，带的干草早吃完了。他带了镰刀出来，骡子在一旁吃草，他就在边上割草。队伍里的孩子们都牵着驴出来吃草。小牙见长安在割草，有心想上前帮忙，但他们没有工具。他怯怯地走过来。长安小姐，你让小牙来帮你割草吧。不用，你看我都快割好了。等会儿呢，我把镰刀给你们，给自家的驴呢也割上一些带着。有时候在路上天晚了，就不好把驴牵出来吃草，不安全。长安掏了下袖带，实则是从空间里拿出了一小包牛肉干，去和小伙伴们分着吃吧。长安小姐，这个您不能给我们，您自己藏好，以后可不能随便给出去。这些肉干在不是灾年的时候或许不算什么，但现在却能够救下一条人命。长安没有收回去。你们舍不得自己吃，也可以拿回去给你父母分着吃啊，别推来推去的，等会儿有别的灾民过来看到就不好。他捆好干草，牵起骡子，拖着干草就往回走。小牙没有追着还回去，看着长安的背影好一会儿，眸光浮沉，不知道他在想什么。4个小伙伴分了肉干，3个男孩把肉干藏进怀里，小牙也把装着肉干的小布袋珍重地放到胸口的位置。顾老六坐在草席上，背靠树干闭目休息。长安回来，他就睁开了眼。闺女儿啊，下次你不要去割草了，镰刀锋利，干草也粗糙，割到了手怎么办？爹会去割，你不用操心这些事。好，下次不去了。接近晌午时，停下来休息的灾民越来越多，架锅拾柴，进山找水找食物。顾老六也带了杨破晓和小木还有小牙爹他们5人一起进山。长安想跟着一起去，不过顾老六不同意，山里危险。他们在一处灌木丛后找到了水源，那是个小瀑布，只是现在干旱了，瀑布就只剩一股细流。剩下2人在瀑布底下接水，顺便在周围找找看有没有能吃的野菜。小牙爹他们只找到点野果，抓了几只小麻雀。小木找到点野菜，自己找到藤条编织了一个看上去还算结实的小背篓。他问跟他一起接水的男人：兄台如何称呼？在下张全，弓长张，全部的全。不知道兄弟如何称呼呢？在下方木，张哥叫我小木就可以了。行，小木兄弟。2人继续在周围翻找，刚冒头的野菜都被他们给扒拉了出来。现在小木的处境是最尴尬的，要啥没啥，还是人家杨破小兄弟看他可怜，匀了个装水的水囊给他，不然他连装水的东西都没有。他也只能厚着脸皮跟着，等到下一个城镇，他定要去置办好东西，也要还人家的人情。他这个想法属实有点天真，目前来说装备靠捡都比进城购买有希望。毕竟有些灾民在没有粮食的支撑下，没有更多的力气背上所有家当，只能在路上舍弃以求生存。小木以前也学过打猎。张哥，我去林子里看看。哎，去吧，我守着，你小心点啊。张全坐在石头上等着大家归来，小木带着镰刀跑进林子里，一会儿就看不见他身影了。先回来的是小牙爹一行5人，今天没多少收获，每个人的背篓里装了点酸涩的野果和田根。小牙爹手上提着7、8只麻雀。小牙爹看了眼顾老六的3只兔子、2只野鸡，又低头看了眼自己手里这仨瓜俩枣，好惭愧。同样是男人，这差距属实有点大。能卖一只兔子给我吗？顾老六收了银子，递给他一只大一点的兔子。杨破晓也拿银钱买了一只兔子和一只野鸡。可惜现在在路上，不然可以揉这些兔皮给闺女儿做兔皮靴子、兔皮帽子。等他们的猎物都处理好，小木才提着他打到的猎物回来，是只野兔和一只野鸡。小牙爹又自闭了，这个半路撵上来的单身狗竟然也能打到猎物，这显得他们更废。
他们拾了柴，就地坐下，把野鸡野兔烤熟，然后又等肉冷掉，用树叶包裹好，放进背篓里藏好，这才提着水出山林。路上的灾民越来越多，不能大张旗鼓地做肉吃，不然会怕引起混乱。别人都吃不饱，就显得你能，竟然还有肉吃。你们的水在哪里找到的？在深山里，你们沿着我们走过的路进去就能找到。路上有危险都被顾老六清理过了，而且他们水都打好了，告诉他们也无妨。谢谢兄台。然后带着人沿着顾老六他们出山的路进山。因为晌午实在是太热了，灾民们都没有急着赶路，实在是怕中了暑气，这路上没药没大夫，一个不好可能就倒在路上起不来了。太阳太过热了，长安都感觉自己黑了不少，实在是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就连吹过来的风都是热的。他躲进车厢里休息，这次放了2大盆冰才稍微好点。顾老六回来没看到自家闺女，掀开车帘一看，人正在车厢里泱泱地靠着冰盆吃西瓜冰沙。他也给老六爹准备了一份，挪了挪位置，让老六爹进车厢。长安接过背篓，看了下，是半只烤熟的野鸡，还有3只没烤的和1只野兔，都收拾干净了。他把这些东西都收进了空间，打算等一下进空间里做野鸡炖蘑菇。烤熟的那半只野鸡还要加点料加工一下，就这样吃的话，连一点盐味都没有，还腥得很。顾老六坐进车厢，感觉凉快了不少。长安从空间里给他拿了1海碗西瓜冰沙，他接过，吃得满脸享受。要是不用逃荒就好了。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吃完西瓜冰沙，顾老六也没出去。车厢里比外面凉快多了，他正好靠着车厢壁休息会儿，申时再出发。末时末接近申时，大部分灾民已经开始赶路。长安从空间里拿了个梨和1小布袋子圣女果给老六爹。顾老六在车里吃完梨才出去，小布袋子挂在腰间，收起草席，套好骡车，等杨破晓和小牙爹他们收拾好就出发。小木用半只野兔跟杨破晓换了3斤半大米，当然这是友情价，也是看在小木是顾老六新收的队友的份上，就多给了半斤。再用1只鸡腿换来1个瓦罐，然后又用1只兔腿还水囊的人情。自此他的基础生活日用是有了。他把东西都装进背篓里自己背着，杨破晓让他放驴车上，他那点东西增加不了多少重量。杨大哥，我先自己背着，等我背不动了就放车上，谢谢你。一行人走走停停10多天过去，他们到了逃荒出来后第一座大开城门的城池新平县。这座城比宜州县大了2倍不止，现在却城门大开，灾民进进出出无人阻拦。这城里怕是已经被灾民占领了。爹，进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点有用的东西。爹，去卖棉衣棉被的铺子看看。他们一路寻找，终于在另一条街上看到了成衣铺子，店内也被抢砸过，不过灾民找的都是粮食，衣服之类的倒没有全拿走，被扔得乱七八糟的。在成衣铺子后院的仓库里，他们找到了5床厚棉被、10套棉衣棉裤，分2床棉被、2套棉衣棉裤给小木。等会儿我们去鞋铺找棉鞋，冬天的时候我们肯定还在路上，先做好准备。这下有了棉衣和棉被，小木自己就背不了那么多了。顾老六让他跟小牙爹他们一起。于三他们那边还有个板车能放东西，你跟他们的放一起，帮着推板车。是，一路上要麻烦你们了。都是兄弟，相互帮助应该的。然后一行人又去了鞋铺，铺子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全被抢光了。爹，出城吧，咱们今晚上别在城里过夜。这城里已经完全成了灾民的聚集地，有东西也等不到他们来找。他们路过药铺的时候停下来拿了些药材，都是些治伤风感冒的。出城的路上后面还跟了些人，
他们眼里的贪婪，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他们想干什么。这天晚上他们没有煮吃食，所有人都吃得干粮。小木没有粮食，吃的是这一路上打来的猎物烤成的肉干。长安把事先蒸软的馒头从中间切开，里面加上肉片和蔬菜。父女俩依旧是在车里吃的晚饭。顾老六知道今天晚上应该是有人会不知死活的来找茬，他比以往都要警醒许多。夜深人静时，有人手举着镰刀靠近队尾的小牙爹他们。晚上是有人守夜的，他们刚靠近就被发现。不知道这些人是哪来的勇气，饿得只剩皮包骨了，哪来的力气打得过天天能吃个7、8分饱的人呢？张全抬起手上的锄头就打过去，命中率很高，一击即中。为首那人被打倒在地上哀嚎，把周围的灾民都惊醒了。妇人抱着自己的孩子，有胆大的男人点上火把往河道里走来。领头的人被打，其他人还贼心不死，举着镰刀就往前砍。这些人还不够顾老六一剑削的。等别的灾民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儿的时候，这边已经结束。这一次是下了狠手，也是为了震慑别的灾民。逃荒的人越来越多，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要给别人留下一个不好惹的印象，不是什么人都能来打他们的主意的。灾民们看到倒在地上的7、8个人，都不敢上前。顾老六带着大家往前走了段路，才停下来休息。自从有小牙爹和杨破晓他们加入，长安就能睡个整觉。他们轮流守夜，用不上他这个只有8岁的小屁孩子了。早上起来，大家也只烧了点开水，用水泡了点炒面吃。长安和老六爹是队伍里生活质量最好的，蒸饺和牛奶又是只能躲起来偷偷吃。顾老六带着人义无反顾地往北走，大多灾民是往东南方向走的，逃荒路上他们应该是听说了各地的灾情，只有少数往北走的。有好心人见到他们往北走，还会劝他们：北地蛮荒，哪有人往那边逃荒的呀？你们还是去岭南吧，环境气候再怎么不好，也有山有水啊。谢谢阿婆，我们想好了去北地，如果不适合生存，我们再去岭南也行。哎，年轻人就是爱折腾。阿婆一副好言难劝该死鬼的样子。顾老六确实是这样想的，好不好的亲自去看过了不就知道了。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就当游历好了。他们和阿婆道别，继续赶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往北的原因，走了半个月，路上的灾民越来越少。不像半个月前，路上是成堆的人。中午时，他们途经一处树林，便停下来休息，不用在太阳底下暴晒了。依旧是顾老六带着人出去找水打猎，长安他们留在原地做饭休息。路上灾民少，长安他们也没再藏着掖着，有肉就煮上。长安嫌弃这搭起来的灶不好用，都是一锅乱炖。大乱炖别说还挺好吃的，萝卜白菜粉条加上猪肉一锅炖，省时又好吃。我去！看着背后跟他同靠一棵树，与他背对背坐着的毁容少年，长安吓了一跳。他饭都做好了，才发现小丫娘连忙跑了过来。长安小姐，怎么了？没事，张姨，这儿有个人。小丫娘走过来看了一眼，也吓了一跳。少年好像是昏过去了，他的脸上纵横交错的伤痕，血肉模糊，早已看不清他的本来面貌，像是有人刻意为之。张姨，把人抬出来吧，他应该还活着，除了脸上没有看到别的伤口。长安蹲在少年面前查看了一番，就只有脸伤得严重。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这么狠，直接把人家的脸给毁了，难道是妒忌他长得好看？长安真相了一半，少年毁容确实是因为长得太过好看，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身份。他想，以前网上不是说路边的男人不要随便捡吗？这应该不算个男人吧，看身形也就13、14岁的样子，还是个孩子，
而且看上去还是个家庭条件不错的孩子，身上穿的是云锦，头上冠发的玉冠是玻璃种帝王绿，肤色白皙，身体瘦而不弱，该是没饿过肚子的。哎，救他，有功德很多啊。不救，要救你自己来。我来不了啊，你救他就有功德，很划算的事儿。等他好了，你可以让他离开。他要是个脑残怎么办？还不会，我保证。行，那你记得把功德给我算上，先结账啊，不赊账。哎，知道了知道了。队伍里有个叫金巧刃的人，学过岐黄之术，不过不算精通，简单的伤风感冒和外伤处理他能治，再难点的他就不行了。少年脸上的伤口都开始化脓了，金大夫一点点的帮他清理，应该是太痛了，少年中途醒了过来。你醒了，应该是挺疼的，不过你还是不要动得好，先忍忍，正在帮你包扎伤口。长安的空间里有阿莫西林，这是口服的消炎药，想着等少年的伤口包扎好，他把胶囊里的药粉倒进水里溶解了给他喝，有没有用他就不知道了。张姨，麻烦你帮忙把这半碗水给他喂下去吧。行，交给张姨就好。长安回到骡车前，抱着碗吃自己的乱炖。这次顾老六他们出去又找到了土豆，不过没有上次的多，大概100来斤的样子。顾老六这次没有分，全给了他们。杨破晓和小牙爹各分了40斤左右，小木分了20斤。后来小牙爹和杨破晓又多给了他2、3斤。顾老六这次没有打到猎物，山林里他找了个遍也没找着只活物，只好放弃，提着水回来。他们回来就发现队伍里多了个重伤的少年。闺女儿，怎么救了个拖累回来？不是特意去救的，他就在我做饭的那棵树后面，刚好就看到，等他好点了就让他离开。啊，行。少年发了2天高烧，第3天才稍微好转。人是长安让救的，所以给少年吃的米粥是长安熬的。长安只管熬粥，煨饭的事儿由小牙娘带着后面的几个妇人在做。少年知道自己的脸毁了，他沉默了几天，金大夫就跟着劝了几天。费那么大劲救回来，可不能因为想不开就没了。男子汉大丈夫，怎么样不能活呀？人啊，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死了的话，得便宜的是仇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句死了便宜仇人的话，少年开始有了点活力，饭也不用别人劝着吃了。这些天他虽然都处于自闭状态，但他也知道他每天吃的粥是长安给他的。他开始每天都帮长安捡柴烧火。你叫什么名字？顾长安，一世长安的长安。你的名字很好听，你能给我取个名字吗？长安只觉得这少年有毛病，又没失忆，只是伤了脸，没伤到脑子，还得重新取个名字，闲得他呢。我想重新活一回，所以请你给我取个名字可好？长安突然想到了长乐永安。那你就叫做长乐吧，长乐永安的长乐。长乐，长乐，我很喜欢，谢谢你。长乐的过去成了谁也不知道的秘密。长乐，你要是能找到门姬神医，你的脸就有望恢复。神医行踪飘忽不定，现在又是乱世，要找到他恐怕很困难。别灰心，说不定缘分到了，自然就遇见了呢。长安如往常一样，很少跟他说话，态度也是淡淡的，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长乐觉得要不是因为他是他救的，长安都不惜的搭理他。既然好啦，你现在就可以离开啦。长乐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我可以现在跟你们一段路吗？我会帮忙干活的。多久？半个月，就半个月，好不好？求你。长乐还是留了下来。
他会跟着顾老六他们进山找水打猎，长乐会武，虽然不及顾老六，但是在同龄人中也算是拔尖的存在。长乐想拜顾老六为师，不过被顾老六拒绝了。他直觉告诉他不要结着因果，对他无益。就我这三脚猫的功夫，教人不是误人子弟吗？雪山有位严福先生，你若拜到他门下，文治武功必定一日千里。长安有些愁人，这眼看就要到寒灾了，这么多人也不知道棉衣够不够穿。长乐坐在一旁拨弄着火堆，他听说过严福先生，若是换成以前，他或许有信心，但他现在面容有损，他怕人家见都不愿意见他。长安似是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世人敬他畏他，把他当神明膜拜。我想严福先生应该不是个以貌取人的人，不然他也得不来这样的名声。或许这是穷途末路时的绝处逢生，不成也没关系，不过是依然停在原地，还可以寻找下一条出路。长安又想起《大鱼海棠》里的一句话，便也说给了他听。这短短的一生，我们终将会失去，你不妨大胆一点，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长乐似乎从长安的眼里看到了奶奶的慈祥，他摇摇头，肯定是看错了。他忐忑不安的心也安定下来。是啊，他的人生已经是这样子了，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无所顾忌的长乐公子从此走上了大男主剧情，拜名师，打江山，坐拥天下，成为千古一帝。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现在他还得靠长安父女俩生存。长安再次找他谈过想让他离开的事儿，但他还是想跟他们走一段路。他把头上那个玉冠给了顾老六作为伙食费，这是他身上目前唯一值钱的东西，依旧没能甩掉他。雪山也在北地，在北地的最北边，他们还能同行很长一段时间。长安他们是不打算去最北边的，到时候走走停停，看到个顺眼的地方就安顿下来。寒潮来得猝不及防，这是真正的一夜入冬。还好他们一路上都积攒了不少的食物，不然没冻死也会饿死。爷，我们进山往高处走，这雪只会越下越大。风雪的呼啸声让长安说话都要用吼的，顾老六才能听得清。风太大，骡子都走不动了。顾老六在前面拉着，长安要下来一起，结果差点被风给吹跑，可把老六爹给吓到了，怎么也不让他下车。长乐也在队伍后面帮着小牙爹他们推车。爹，既然找不到山洞，大家就住在这里安顿下来吧。这块地比较平坦，四周的树木也可以帮我们挡些风。行，没有山洞就自己盖房子。看了看四周，也觉得可行。要不然就自己挖山洞吧。盖房子还得砍树，木屋又不怎么抗寒，自己挖个洞住应该会暖和些。顾老六想想也可以。大伙儿就在这里安顿下来，先搭好棚子，然后自己去选择一个地方，自己挖山洞住。自己挖的山洞会不会塌下来？你们要是怕山洞坍塌，也可以去砍木回来建个简单的小屋。这是很好办的事儿，看个人喜好。大家想想也是，觉得山洞不安全就自盖个小木屋，又没有一定要你挖山洞。先把遮风挡雪的棚子搭建起来，长安借着车厢的遮挡，大家伙儿又在干自己的事儿，没人注意他这边。他从空间里拿出了防雨油布，够3个人半年吃的粮食，还多拿了些出来。不能只拿刚好够的粮食出来，不然等半年过去，大家发现他家粮食全吃完了，可在路上还有粮食吃，这咋解释呢？说他会变，那到时候就会有人道德绑架。你会变粮食，就该为天下百姓着想啊！得给他们变粮食，不能让百姓饿着，要做个善良大度的人。这扯淡的道德绑架，想想就蛋疼。棉衣、棉被、棉鞋之类的，天冷下来时就往外掏出来了，这会儿搬下来就行。
顾老六和长乐在搭棚子，长安在一点点地往外搬东西。跟着的这群人还好，当初打劫了山匪2车物资，不然这几10个人一个也活不成。哪怕有棉衣棉被，还冻得直哆嗦。棚子搭建起来，都捡来些干柴，赶紧地升起火堆来取暖。男人们出去清理要建房子的地方，建木屋的去砍树，挖山洞的去寻找合适的地方，清理周边草木。顾老六找的地方就是他们现在搭棚子的正对面，那处多杂草，没什么大树木。长安捡起树枝，在地上画了个简易图。中间是灶房，左右2个各挖1间房，房间要挖个小窗户。的要求，一大一小2个男人就开工了。他们觉得挖山洞比砍树建房子方便。跟着他们一起挖山洞的还有杨破晓2兄弟，以及小牙爹和小木。其他人都打算建木屋。金大夫也打算挖山洞的，但是他娘子不同意，害怕山洞坍塌，没办法，只能随娘子的意思建个木屋。长安家的山洞挖得很快，顾老六和长乐都是习武之人，有力气。中间的灶房挖了10平米，1天就挖好了，然后就开始挖房间。长安住的那间挖得较小，也是10平米的样子。另一间是老六爹和长乐一起住，他们没打算睡一张床，所以挖得大一些。这里的人都在忙着建自己避寒的住所。那些前往里南的灾民，大多数是没有准备的，冻死了好些人。都还没到最冷的时候，这就开始冻死人了。可想而知，要是到了最冷的时期，那得是什么样子。青房村的村民最后大部分都集到了一起，就像杨破晓担心的那样。那些后面来的没有粮食的村民都问李正要粮食。李正家自己吃的粮食都要省着，哪里还有借出去？除了李正自己，杨家人死活都不肯借，另2姓的人更是不肯借喽。然后青房村的村民就来了一场大乱斗，最后赢的当然是3大姓的人。3大姓的人都不愿意让那些人跟着他们，李正迫于压力也不敢再烂好心。小木家里以前的力气活都是小木在做，后来小木离开了，就他的大哥2哥做。可是一家子都是懒惯了的，出去找水找野菜都推3阻4，谁都不愿意去。小木娘有小木留给她的粮食，就用这一点粮食，一大家子维持了1个月。粮食吃完，都在埋怨小木为何不多留点粮食。小木娘没有解释，小木就只带出这一点粮食，全留给他们了。他也在埋怨小木，为何要闹着断绝关系呢？这不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吗？也不知道回来。现在连个出去找水和挖野菜的人都没有，天寒地冻时，一家人冷得抱在一起取暖，可是并不顶用。最先冻死的是小木娘，她到死都在怨小木不孝，从没有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更没有觉得自己有做错。那些没有衣服的灾民就把死人身上的衣服御寒，虽然不顶什么用，但好过没有，能多活1天是1天。活着的灾民都往山里走，企图找到避寒的山洞。人多就是非多，经常有灾民因为一个山洞打起来，或是人少的找着了山洞，最后被人多的给抢了去。雪地里躺着的有冻死的，也有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导致的。这是一场残酷的竞争，物竞天择，强者生存。而往北地方向，那就相当平静了，没什么竞争的，都是自家找自家的，没找着避寒的地方就自己建房子。有些人也学顾老六他们挖山洞，还会过来跟顾老六学习。长安家的山洞用16天挖了2房1厅。长安他们已经住进了暖烘烘的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堆放在灶房里，棚子拆了重新搭在房子旁边。老六爹和长乐趁着雪还不算深，砍了不少柴回来放进棚子里，这样就不会打湿。骡子也关在棚子里，还给他烧了个火堆取暖。棚子装了帘子，能抵挡住刺骨的寒风，他也不用冻得瑟瑟发抖。老六爹和长乐继续出去砍柴，长安留守家中，给他们做饭烧开水喝。他们做什么，小牙爹他们也跟着做什么。
所以在暴风雪来临，温度呈断崖式下跌后，他们都备足了柴火，全都躲在自家避寒。零下50度的天气，开启了速冻模式。青房村半数村民被冻死、饿死，小木的2位兄长也不例外。李正在想着被自己赶出去的2个儿子，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当时是不后悔赶走他们的，可是这一路走来，没有他们2个的帮衬，逃荒路上着实吃了不少苦。他们能有什么事啊？跟着顾老六那么有本事的人，说不定过得比我们好多了。真是2个白眼狼。我们走的也不快啊，这一路上都没有遇见他们，说不定是往北地去了。爹，你说我们是不是选错地方了？你看顾老六都去北地，那边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好。我们都已经走到这儿了，等天气好了，再走3个月就到了岭南。要改道去北地，还得走上差不多1年，哪经得起这样耗啊？就去岭南吧。他们逃荒时还好有准备棉衣棉被，不过以这样的天气还是不够保暖。杨氏一族的人都住在一个山洞里，烧起火堆，人靠人坐着，倒是比冻死在外头强上许多。而被他们惦记的杨破小兄弟俩过得不要太好哦，吃得饱穿得暖，屋子里还暖烘烘的。兄弟同住在一起，也在说他们爹娘。不知道爹娘有没有找到避寒的地方。大哥放心吧，往岭南方向走，山这么多，怎么着也能找到个避寒的山洞。杨明晓是真的一点也不担心，他们爹又不蠢，更何况还和族人在一起呢，那些老头是不会看着他们爹出事而不管的。天气冷，做饭的活就转交到了老六爹和长乐手上。长安在一旁烤着火指挥，都是聪明人，学得也很快。不说做得有多好，至少是正常水平。长安就当起了甩手掌柜，开始了养膘的日子。逃荒路上，老六爹和长乐一直都没洗过澡，他们自己嫌弃自己太埋汰，出去把雪装进屋里融化后沉淀，再烧来洗澡。平静的猫冬生活突然被一群突如其来的人打破。他们不是普通灾民，一来就要长安家的房子给他们的主子住。100两，把你家房子让出来。长安和长乐都在房里没出来，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顾老六眉眼间堆满了漠然，眼神淡淡的平静地划过每一个人。滚！男人黑眸太锐利，让人不敢和他相视太久，那一身的冷厉雾气更是摄人。黑衣人心下暗叫一声，走，踢到铁板了。前辈，抱歉打扰了。长安想，声音这么好听的人，怎么是个怂恿属下抢人房子的脑残呢？这里任何人的房子都不会让出来给你们，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少年垂眸，阴鸷的眼里划过不悦，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他带出来的100多名护卫，现在就只剩下这7、8人，经不起损耗了，不然非得叫那男人领教一下他京城云安王世子的厉害。但现在不能，他们不了解男人的实力，单看那一身骇人的气势，就知道这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出门在外，该认怂时就得认怂，不然容易吃亏。我们这就离开，多有打扰，实在抱歉，还请前辈见谅。少年拱手弯腰赔礼道歉，看上去倒是真诚的不得了。顾老六没有过多为难，高冷地接受了他的道歉。看着少年带着他的人离开他们驻地的所在区域，这才转身回屋。这逼装的可要冻死他了，快点到火堆前暖暖。苍蝇搓手蹲在火堆前发抖，他那1.8米的气场一泻千里。他很是佩服现在还在外面行走的少年。这反差可把刚从房里出来的长乐看得一愣一愣的。顾叔，你这切换自如的变化把我给整不会了。还愣着干什么？该做午饭了，别饿着我闺女了。长乐并不在意，相处了差不多3个月，不说有多了解顾老六，基本的了解还是有的。
他并无恶意，他做饭的活儿做得比顾老六还熟练。淘米、生火、腊肉切成丁，豆角干还有半布袋子，抓了2把出来，一起放进锅里。今天中午吃腊肉豆角干焖饭。知道顾老六饭量大，那冻得梆硬的饼子拿了5个出来，砂锅里焖着饭，刚好可以放到铁锅里去蒸软回来吃。他们现在用的水是雪融化后过滤出来的，长安做了个简单的过滤器，简单过滤一下也好过不过滤直接喝。现在家里有个外人，他也不能天天从空间里拿水出来，所以说捡个人就是麻烦嘛。要是就只有他和老六爹，空间想怎么用怎么用，伙食也能比现在好上不少。本来是想等他好点就让他离开，可是这天寒地冻的，让他走就相当于让他去送死。这救都救了，也不能白费功夫是不？除了不能自由使用空间，其他倒还好，多了个干活的人，长安心安理得的当米虫。救他一命，让他帮家里干点活，不过分吧？没毛病。外面大雪纷纷扬扬，长安家里吃完午饭，顾老六和长乐都蹲马步消遣时间。被驱赶离开的少年带着下属，在长安他们的驻地不远处搭起了防风棚。下属们学着长安家那样，在山坡上挖山洞。少年坐在棚子里烤火，想着不知道这寒潮什么时候才能过去。他们缺少食物，如果时间久的话，肯定是撑不下去的。这场寒潮冻死的灾民不计其数，他们也差点就成为其中一员。还好当时出城的时候已经入冬，他们带上了不少过冬的物资。中途被追杀，丢失了不少，只能祈祷这寒潮早日过去。人多力量大，1下午的时间挖好了2间屋子，安装门、夯实地面和墙壁，一起忙活到后半夜才得以休息。房间里烧上了火堆，比外面的棚子好上太多。老大，我们粮食只能维持1个月。1个月寒潮该是过去了，到时我们在山里猎一些野味，也能撑到岭南去。他们不知道寒灾有半年时间，这口气松得太早了。大雪下了1个月才停下来，还好有门廊，不然这会儿房门都打不开，外面的积雪比人都高，地面已经冻住结冰。打开大门，冷风直往屋里灌，他打了个冷战。爷，雪停了，我们出去把房顶上的雪清理一下吧。这么厚的雪，要是再下的话，说不定会把山洞给压塌。顾老六大手一挥，抓住长安的后衣领，把他给拎回屋，懒懒地看了一眼外面那足以活埋2米大高个的积雪，强势地让长安在家里休息。外面冷，闺女回房去啊。长乐，跟我一起去清理积雪，这不光是房顶上要清，屋前也要清，还有啊，关骡子的棚子经常去清理，不然这会儿肯定是塌了。看了眼自己的小短腿，又看了看外面的雪，长安没有反驳老六爹，自己几斤几两得心里有数，别净帮倒忙，等合适的时机再出去帮忙。顾老六和长乐一个拿着锄头，一个拿着木锹，看上去不怎么费力地清理着屋顶上的雪，一个铲一个抠，配合得相当默契。下边的雪清理掉，坡上面的雪会往下滑，他们俩就干脆往上清理到有树木挡住的地方。长安去棚子里给骡子喂干草和水，又给坑里添了些木柴。干草他往空间里收了不少，所以这会儿骡子有的垫也有的吃，不然非饿着不可。喂完骡子出来，看除了他们家没人出来清理屋顶上的雪。长安眉峰微蹙，这些人一点常识都没有吗？他们是不怕自家房压塌把他们给埋里头？这些人毕竟是跟着老六爹一起的，还是叫一下他们吧。长安爬上厚厚的雪层，刚上去整个都被埋雪里面了。这下可把顾老六给惊着了，他立即从山坡上飞身而下，像拔萝卜一样把长安给提溜出来，顺便还晃了晃手，再抖了抖，把他身上的雪给抖掉。叫你待在家里，瞎出来乱跑什么？他有些生气地戳了一下长安的脑袋瓜子。
因为生气，声音不像常时那样温和，带了些冷意，只敢责备，不敢收拾，舍不得。这要是换成儿子，到底给他个完整的童年。顾老六不容置疑地把长安拎回屋。在家里好好待着，别出来。爹，你把那些人也叫出来清雪，肯定还得下雪，不清的话是很危险的。哎，我现在去叫，你好好在家里面烤火啊。他大步出去，然后把大门从外面给拴上了。长安听到声音很是无奈。爹，没必要这个样子吧？很有必要。声音远去，然后就听见他大吼一声：都出来，清理各家屋顶上的积雪。他这一吼，把还在家里悠闲烤火的大家伙给吓了一跳，就连旁的灾民也拿着工具纷纷跑出来，生怕慢了一步，这凶巴巴的男人就要进屋揍他们。一时这片驻地忙得热火朝天，也不缩着脖子怕冷了。大多数10岁以下的孩子都被父母留在家里烤火，不过也有个别孩子的父母把5、6岁的小姑娘叫出来一起干活。那些孩子家里都非常的重男轻女，家里有12、13岁的哥哥，但是哥哥却心安理得地在屋里烤火，并享受妹妹们带来的各种好处和便利。一道尖酸刻薄的声音从右边的不远处响起，方圆5里都能听得见。要死呀！你们几个赔钱货，小贱丫头，除了吃还能干什么？再不好好干活就都滚出去，不要浪费老娘的粮食。小孩子天性爱玩，在家里憋了1个多月，走出家门看到这白茫茫的一片，难免心生欢喜，想要玩。可是孙婆婆却见不得这一边玩一边干活的孙女，看到她笑得开心，总觉得刺眼极了。作为一个女孩子，怎么能笑得前仰后俯呢？以后还怎么说婆家？说不到好婆家，就不能帮衬她大孙子。别打了，别打了，我们不玩了，我们再也不玩了。他们的父母习以为常，看着俩孩子挨打，无动于衷。驻地里大家都素不相识，没人愿意去管别人的家务事，哪怕觉得这俩孩子可怜，也没人会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一看家有本难念的经，逃荒路上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先顾好自个儿家里的事儿吧。当然也有个别人看不下去的，那个人就是小牙娘。她跑过去，气愤地夺下孙婆婆手里的木棍。别打了，再打下去这2个小丫头就要被你打死了，不就是玩了一回雪吗？她自己教训自家孙女，有你个外人什么事儿呀？你那么好心，把这2个小贱丫头买回去养啊？小丫娘被他大力一推，推倒在了雪堆上，扑通2下竟没站起来。没用的东西，自己都保护不了，还想出头当英雄，不自量力。孙婆婆的儿子，也就是2个小姑娘的亲爹，呸了一声，满脸鄙夷地嘲讽小牙娘。俩小姑娘的亲娘只当没看见没听见，卖力地干着手里的活。小牙爹扔下手里的活，连忙跑过去把妻子扶起来。他也是真心累，他娘子屡教不改，就爱打抱不平，也不看看人家需不需要他去打抱不平。善良是善良，就是分不清形势。那一大家子人都是一副看傻子的样子看着他，就连那俩孩子看他的眼神都不是感激，而是冰冷的满不在意。有外人，既然你那么喜欢这2个小崽子，你把他们买回去怎么样？只要10斤陈米。他满脸娘看着眼前可怜的2个小姑娘，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自己的粮食都不一定够吃，哪里还有米能拿出来买孩子呀？小牙爹见他这满脸纠结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忙拉着他就走。走走走，回去，我们自己都还在饿肚子，哪来的粮食买孩子呀？呸！没粮食出什么头？那个贱坯子没那好命，人家不乐意要你们，你们就只能在我老孙家当牛做马，伺候我大孙子。小牙，夫君，要不我们问六爷借个10斤米，把那2个孩子买下来吧。
娘子，我们自己有闺女，为什么还要去买别人家的孩子？你让闺女怎么想？小牙爹很头疼，以前在村里是这样，现在都逃荒在外了，还是这样。多2个妹妹陪着小牙玩不好吗？我自己身子不好，以后都不能生了，小牙没有个兄弟姐妹也挺孤单的。我们没有能力再多养2个孩子。然而六爷家里也就只有长安小姐一个闺女，要不叫六爷买回去给长安小姐作伴。人家凭什么要买？以前咱养得起啊，反正都已经救了1个，这再多救2个也不过分吧。更何况那2个孩子也算是勤快，买回去还可以帮忙干些活。闭嘴吧你！快点干活，别一天天没事找事。下面发生的事儿，顾老六看得一清二楚，小牙爹娘的对话他也听得清楚，不屑地轻嗤一声，决定寒灾过后不与他们组队了。队伍里如果出现一个像小牙娘那样自己没能力做善事就想着把善良绑架到别人身上的人，在这灾年里绝对比天灾更可怕。长安在家里不太真切地听了会儿外面的瓜，这小牙娘平时看着也就是老实本分，有时还有点木讷，没想到是这么善良的一个人。她这是想把善良承包给老六爹，买别人家孩子那是不可能的。他们父女俩过得自由自在，又不是脑子有毛病，给自己家整2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回来。清理积雪是力气活，长安在空间里蒸了腊肠、干辣椒爆炒兔肉，然后用外面的灶蒸了一锅饭。因为有长乐这个外人在，这1个多月他们家大部分时间在喝粥、吃馒头和那扔出去能砸死狗的煎饼。至于菜，大多数时候吃的是顾老六在逃荒路上打来的野鸡野兔。那些野鸡野兔得以保存下来，全靠盐腌制起来。当然这只是做个样子，主要还是靠空间的保鲜功能。自家这边的积雪清理完，顾老六看看周围的人，带着长乐帮小木家一起清理好，然后又看了眼小牙爹那边，只有他们夫妻俩在干活，比不上其他家5、6个人的速度。想到刚才小牙娘的行为，顾老六觉得他可能是吃得太饱，闲得慌，就让他们自己扫去吧，带着长乐就回家了。听到门外的脚步声，长安赶紧把菜从空间里拿出来，不冷不热，刚刚好，不用担心香味飘出去。顾叔说出去一会儿，马上就回来。先喝点水。不知道顾老六多久才能回来，长安往砂锅里加了点冷水，拿了个小蒸笼放在上面，刚好能放下2大碗汤菜。盖上蒸笼，往砂锅底下加了点菜，就这样把菜温着。2人坐在火堆前，默默地等着顾老六回来。长乐知道长安不爱说话，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2人都安静地烤火发呆。此时的顾老六飞跃在被大雪覆盖的山林里，往深山里掠去。雪停了，还有太阳，那些蛰伏了1个多月的小动物们应该是要出来觅食。顾老六想给自家闺女打点新鲜的猎物吃，孩子还在长身体，这吃了1个多月的咸肉和菜干，可别把身体给吃坏了。他运气一向不错，大型猎物不是经常能猎着，但是小型动物只要他进了山就不会空手而回。一只比较瘦小的兔子从他面前蹦跶过去，顾老六扔出手里的石子儿，蹦跶的正欢的小兔子就倒地不起，小短腿还抽搐了2下才没动静。顾老六捡起小兔子，眼里全是嫌弃。这是饿瘦了，没几两肉，全是骨头。用草绳绑好，提在手里，往深处走去。这次碰见了一只出来觅食的野鸡，也是一石子儿的事儿，野鸡倒地连抽搐都没有就嘎了。突然一阵砰砰砰的声音从森林内围传来，顾老六脸色骤变，抬头看了眼周围的大树，找到一棵好落脚的，飞身而上，等待那往外奔跑而来的大型猎物。一头野猪被一灰一银2匹狼追杀，正好跑到顾老六停歇的那棵树前方30米左右。野猪本来就受了重伤，不是2匹狼的对手，
一下子就被扑倒了。顾老六怕野猪被狼给吃了，他在野猪被咬死的时候从树上飞跃而下，从右手的袖子里抖出一把短剑，带着内力的短剑以雷霆之势朝银狼射去。正准备吃顿大餐的银狼还没来得及对野猪下嘴，就倒地嘎了。灰狼见状立即做迎战姿势，他呲着牙，狼眼凶狠，浑身绷紧，弓起背脊。他仰头长啸一声，跳跃而起，扑向顾老六。他要把这个杀他族狼的两脚兽给撕碎。顾老六漫不经心地抬眼看向扑过来的灰狼，运起轻功向一旁闪开，然后从左手袖子里甩出一把匕首。匕首整个没入灰狼额头，只留下匕首柄在外面，可见力道之大。灰狼从半空中摔下，砰的一声溅起地上一阵积血。狼眼里残留着凶狠的神色，他死不瞑目。等了5个呼吸，确认狼是真的嘎了。顾老六缓步走向灰狼，弯腰拔出没入狼头的匕首，狼血喷洒而出。若不是他闪得快，怕是要弄脏衣服了。他用地上的血把匕首清理干净，又放回左手袖子里。死狼他不打算带回去，狼是群居动物，而且报复心极重，驻地都是些普通灾民，他若带回去惹来群狼攻击，恐怕以他一己之力是没办法保全那么多人的。先用血把狼的尸体掩埋，面无表情的一剑挥出，死野猪被斩首，再一剑划过，无头野猪开膛破肚。顾老六蹙着眉，抿着薄唇，一边嫌弃一边处理野猪内脏。内脏用剑掏出，拨弄到一边去，然后拎着野猪的后腿，另一只手提着野鸡和兔子，一路拖着野猪出山。到了山的外围，看野猪身上的血都被地上的血清理得差不多，这才把野猪扛起，运起轻功向驻地飞跃而去。恰巧在离驻地不远的地方看见了下山赶路的少年一行人，他们行色匆匆，好像很着急的样子。他们看到了顾老六，不过并没有当回事，也没有打招呼。顾老六还是好心的扬声提醒一句：你们最好不要现在就离开，说不定还会有暴风雪。前面急着赶路的人头都没回一下，只当是没听见。好言难劝该死的鬼。顾老六冷嗤一声，嘀咕了这么一句，就扛着野猪回家去了。闺女儿，爹打到野猪了。哇，爹真厉害，野猪都能打倒。长安那闪亮的大眼睛，认真的表情，崇拜的语气，一点儿也不像是在敷衍。顾老六心满意足，开心的都开出了小花花。闺女夸他了，下次继续努力。长安又看到了顾老六的另一面，果然是个多变的男人。听到声音的其他人也出来了，看到大野猪，个个眼神发亮，他们都好久没吃过猪肉了。爹，回来了就先吃饭，野猪放在那儿让长乐看着。好。顾老六让长乐留在外面，这不喊吃饭他还没觉得有多饿，进屋里闻到饭菜的香味儿，肚子适时的就咕噜叫了2声。外面杨破小兄弟让自家娘子把家里烧着的开水端出来，他们和小木一起给这头大野猪刮猪毛。长乐没有阻止他们，都是有分寸的人，不必严防死守着。小牙爹也想上前帮忙，但是看到已经有3个人在了，就没有过去。有时人多不一定干活就快，还有可能是碍手碍脚。其他灾民听说有人猎了野猪回来，也过来了看热闹。大多数都是纯粹的看个稀奇，毕竟这天寒地冻的，没点本事的人不是饿死就是冻死，哪里还有能力去猎野猪呢？小牙娘没有注意到人群里的孙婆婆，她还是不死心的跟小牙爹说：夫君，你等会跟六爷说说，让他把那2个孩子买了去。你看他都能打到那么大的野猪，这少说要有200多斤，这多养2张嘴完全不是事儿啊。孙婆婆就在他们身后5、6步的距离，小牙娘也没有刻意压低声音，她自是听见了。她老眼转动了2下，眼里的金光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她在算计着什么。她没再多留，佝偻着背回家去。
这六爷是有本事的人，把家里2个小赔钱货送出去，换肉回来给大孙子吃。2个小赔钱货跟着有本事的六爷也不会被饿死。这回不是小牙爹对他，而是小牙惊奇地看着他娘问道：娘，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六爷为什么要买2张嘴回来吃饭？就凭他有本事？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不合时宜的乱发善心？有能力的人不就应该多帮助弱小的人吗？不然老天爷赐予他们能力干什么？就是让他们去拯救世人的。人家有本事，那是人家努力学来的，跟老天爷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么善良，也没见老天爷赐予你多大的能力呀。站在他旁边的婶子满脸嘲讽。他们家是半路跟着小牙一家组队的，在一起也有半年了，对这妇人倒也有些了解。无能又爱乱发善心，而他的善心自己无法完成，就总是想绑架到别人身上去。大家碍于于三哥的面子，没跟他一般见识，只是都不太乐意跟他相处。他们像看神经病一样看小牙娘，这妇人脑子是被野狗啃过吗？顾老六吃完饭出来，整头野猪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一群人就站在那里等着他。想吃肉可以拿银钱或是粮食来换，每家只能换2斤，30文1斤。用粮食换的，1斤新米换2斤肉。如果是按照现在城里的粮食价格的话，30文买不到1斤猪肉，1斤新米的价格远比猪肉贵，不只换2斤猪肉。这灾民没有新米，大家家里吃的都是陈米和黑面，连白面都没有。粮食价格涨得太猛，实在是吃不起也买不到。郭老六当然知道用1斤新米换2斤猪肉不合理，这是让别人吃亏，但是这是他冒险打回来的，不需要人工费吗？吃了将近半年的黑面野菜糊糊，大家都想改善一下伙食。2斤肉要60文，确实贵。可现在什么东西不贵呢？60文也不是出不起，这是人家凭本事猎来的，银钱交易合情合理。大家都是出来逃荒的，相互帮助那不是应该的吗？给大家分了得了呗，你回去再猎一头不就好了？大家直呼好家伙，这又是哪个脑子装屎的呀？还没看清楚是谁，人群里就有大爷大娘婶子们怼回去：我家没粮了，你给我家送点呗，大家都是出来逃荒的，应该互相帮助。陈大花，我家的锅破了个洞，把你家的给我吧。哎呀，大家都是同一个村的，更该互帮互助。大娘，我家被子不够，你给云一床吧，相逢即是缘。我家房子住不下，大娘把你家房子让出来给我家住呗。陈大娘被大家对得捂脸逃窜，想着这群人太不要脸了，她说不过。呸，一群穷逃荒的，我还不是想帮他们省下这60文钱吗？一个个的跟讨债鬼似的，好心没好报。见他走了，大家都相视一眼，轰然大笑。先站出来要买肉的是个虬髯大汉：兄台，我要买2斤。我也来2斤。好久没吃过肉，都不知道肉是什么味道了。逃荒路上太辛苦，得给家人好好补补。有一个打头的，后面的人也跟着上前。这片小小的空地里挤满了人，热闹得很。这边野猪肉卖得热火朝天，孙婆婆一家人都在商量怎么用2个孙女儿换肉。我可告诉你们2个，别以为老婆子我是在害你们，那个男人本事大着呢啊！你们要是能被他买回去，有肉吃有粮吃，还能穿得暖。 2个小姑娘听到有肉吃能穿暖，她们就心动了。在这个家里，一口黑面糊糊她都不能多吃，要留给哥哥吃。他们的爹娘听到要拿2个女儿去换肉，一点担忧都没有，反而高兴这2个女儿终于有点用处了。娘，那你说这2个小丫头要换多少肉好啊？换4斤就好，1个丫头2斤。小姑娘的娘有些迟疑，弱弱地问了句：“这会不会太少了？”你的这2个赔钱货除了吃什么都不会干，
人家还要花银钱养，能换来4斤肉都是人家心善了。你们2个，要是人家愿意留下你们就要勤快一点，别像是在家里一样，眼里一点活都没有。训了2句就没再多说，让大孙子留在家里，他带着2个小姑娘和儿子儿媳妇一起去了长安家。野猪肉已经卖得差不多，等所有人都买完，还剩下10斤左右，给帮忙的杨破小兄弟割了3斤，小木一个人割了2斤，还剩下5斤。长安打算给老六爹做油炸小酥肉吃。小牙娘见自家吃的肉也是花银钱买来的，心里多少有点不得劲儿。他们算是自己人吧，怎么还收银钱呢？他们家所有的家底就只有5两银子，是好不容易藏起来没被土匪找到的家产，这一下子就去掉60文，想想就心疼。看他这一脸肉疼的样子，小牙爹感觉牙疼，没好气地呵斥他：行了，人家一路上帮了我们多少，要不是有六爷，我们早就饿死在路上。做人不能太得寸进尺。我哪里得寸进尺了？我们和他算是自己人了吧？自己人吃他点肉都要收银钱。的问道：娘，你不是说人要懂得感恩，不能做那忘恩负义之人吗？那也不能做个盲目感恩的人，得要先看看恩人的人品，这样才不至于害人害己。你闭嘴吧，白眼狼！说，小丫，记住了，在这世上没有谁有义务帮助别人，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我们要感恩每一个帮助过我们的人。小牙知道了，爹。他坚定地点点头。娘是错的，爹才是对的，所以他听爹的话。小牙娘被于三吼了2句，眼泪汪汪，柔弱无助地看着父女俩，想要他们来哄她，结果被父女2个无视了。于三的心思没在他身上，想着他们或许不能再跟着顾老六一起走了，不然以他娘子的性子，以后不知道会惹出什么乱子来。这就不是要报恩，而是恩将仇报了。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冰冷的怒吼：滚！吓得于三手切肉的刀都差点偏了，切到自己的手。他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儿，大步走出家门。我们家不做慈善，你们带着你们家的孩子回去，家里也没有肉拿来换这2个孩子。小姑娘长得白白嫩嫩的，像个糯米团子，她的声音没什么威慑力，娇娇软软的，像是在撒娇。长安很生气，真的，他想当御姐，结果穿越了还是个萌妹，现在还有人想抢他的老六爹，这可不能急。长了，把他们都打走。小手一挥，有种关门放狗的即视感。顾老六后退2步，让2个孩子去处理，他抱胸看戏。你这小姑娘怎么这么野蛮呢？一点教养都没有。我在跟你爹说话呢，有你什么事儿？我闺女儿怎么样，还轮不到你来说3道4。一家子长得还没条狗好看，滚远点儿，别来玷污我的地盘，不然全废了你们！威压扑面而来，吓得孙婆婆老腿一软，当即跪了下去。这大冷天的，黄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她双手举过头顶，趴伏在地上求饶。求大人有大量，饶老夫一命，老夫再也不敢了。从家里跑出来吃瓜的众人一脸莫名，这是在干嘛呀？孙婆婆的2个孙女儿躲在他们父母身后，不敢上前，眼里还有遗憾，看来是不能留下来了。他们悄悄地看了眼长安，那个姐姐长得真好看，要是他们能留下来，以后能吃饱穿暖，肯定也能长这么好看。他们怎么就这么自私呢？明明有能力，却不愿意帮助她们姐妹脱离苦海。滚！冷喝声炸破天际，孙婆婆的儿子儿媳妇瑟瑟发抖，不敢上前去触顾老六的眉头。他们小心上前扶起自家老娘，飞快离开，连2个女儿都没顾上。他们一转眼就看到了早上为他们说话的小牙娘。姐妹俩对视一眼，急急跑到小牙娘面前跪下：
求夫人收留我们姐妹，我们吃的少，能干很多活。小丫娘一下就被感动到了。你们别这样，我们家里也穷，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多养2个人，要不你们看看别人家。听她这么说，小姐俩又要跪下给她磕一个，被小丫娘拉住了。此时她有些为难，转头看向自家男人和女儿。小牙冷眼回对过去，娘要想把他们带回家，还饿死我跟爹吗？小牙娘张了张嘴，想说不是有六爷在吗？哪能饿着呢？可是对上于三冰冷的双眼，她什么话也说不出口。原来她的夫君也是个自私冷漠的人。她愧疚地跟小姐俩说，对不起，婶子帮不了你们。孙婆婆看着孙女儿们的举动，没有阻止，想着这一家人跟那个六爷是一起的，跟着这个妇人也不会差，却没想到也没成功。她上前一手一个把2个拽走。小赔钱货心思就是多，你们就是贱命，没那福气。看着2个孩子被拽得跌跌撞撞跟着走，可把小丫娘给心疼坏了。她想过去质问顾老六，他为什么见死不救。多年夫妻，他一决定，于三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大跨步上前拉住他，阴沉着脸把小丫娘拽回家。吃瓜群众半途来吃瓜，倒也吃明白了，老婆子想卖孙女儿给能猎野猪的小兄弟，交易不成，跳脚骂人家闺女，最后莫名跪地求饶。俩小姑娘想自己找个好东家，结果那位娘子做不了主，也没能成。那老婆子可真狠心啊，连自家孩子都卖。也别说什么狠不狠心的，这年头恶狠了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荒年啊，才刚开始的。长安在灶前炸酥肉，一大一小2个男人伸长脖子，满眼期待地看着锅里被油炸得沸腾的肉，实在是太香了，他们自己怎么就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肉呢？长安嘴角轻抽，好想无言呢，可不是在外面那牛皮哄哄的样子了呢。拿起一个小碗，装了半碗给这俩货吃。带去旁边吃，小心点别烫着啊。像哄孩子一样把2人哄到火坑前坐着吃去。他们围在灶台前实在是太碍事了，怕热油溅起烫到他们。顾老六想起今天离开的那群人，有些惋惜，都提醒了他们不要走，今天估计得冻死在路上。而被他惦记的人正冒着风雪前行，想要找一处能避风雪的地方。少年和他的随从正好走到一处平原，可见度2米远的距离都没有，一行人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风声太大，说话都要靠吼才能听清。少主，再坚持一下就好。少年的视线变得模糊不清，浑身无力。他后悔为什么没有听那个男人的话，迟一天走也能避过这次风险。他没死在刺客手上，看来是要死在这场天灾里了。又有2个随从倒下，瞬间冻成冰雕，然后便是接二连三的人倒下，最后只剩领头的黑衣人和少年。少年无力地推扶着他的男人。乔伊，你不要管我，快点离开，去找一个地方躲好。2人挨得近，少年说话又有气无力，虽没听全，也知道不难猜出他话里的意思。他的少主想让他自个儿逃命去，他拼了命地护住少年，可是单薄的人力岂能与天抗衡？2人互相搀扶着倒在风雪里，不消片刻就被大雪覆盖，积雪越来越厚，最后埋葬了所有的痕迹。平原的呼啸声像是天在发怒，是要毁灭大地。不只是少年与他的随从埋葬在这场风雪里，那些去往岭南的人见雪停下，有半数人迫不及待地走出山洞去赶路。他们没有了粮食，等不到雪化，想尽快赶往下一个城池。有些人想等雪化后再走的，后怕的拍拍胸口，这算是捡回了一条命了。杨礼正带着族人没有听赵蒋2家族长的话离开，避过了这次的风险。
暴风雪下了3天3夜才逐渐弱下来，不过也只是从大雪变成了中小雪。这场雪下了2个月，这2个月里驻地的人冒着风雪清了3次积雪。到了第4个月，雪是下3天歇1天，或是下2天歇半天。驻地里许多人家都断了粮，人心浮躁，没有了3个月前的和谐。开始有人冒着风雪进深山寻找吃的，可深山哪是那么好进的？没冻死在雪地里，倒是成了猛兽的腹中食。有人把主意打到了顾老六身上，想让他带他们进深山。顾老六教训了几个人后，大家对他生出了敬畏之心，对他一致的评价是个可跟猛兽相提并论的男人。一个老人求上门，他从怀里拿出一个看上去非常古老的玉牌，微微颤颤地递给顾老六。这是我祖父留给我的传家宝，我把它当作报酬，请你带大家进一趟山可好？长安从顾老六手里拿过玉牌，反复看了2遍，图案勉强看出是一条龙，文字是甲骨文，没看懂，看了个寂寞。不过这老爷子祖上的身份应该不简单，这种古代世界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有关龙的东西，老爷子莫不是前朝后裔？长乐支过头看了眼，没看懂，眨巴了2下眼，再看一眼，有些熟悉。他好像是在古书上看到过类似的玉牌图案，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了。顾老六见闺女儿对这玉牌好像很感兴趣的样子，便收下了老爷子的报酬，答应了他的请求。明天没下雪的话就明天去，如果下雪的话就要等不下的时候。跟去的人要听我的，如果有人擅自做主，出了事后果自负。可以，我带大家谢谢你。老爷子激动地弯腰行礼感谢，顾老六连忙侧身躲开，这可是要折他的寿啊！他亲自送老爷子回去。过去1刻钟，顾老六才回来。长安想着前世看过的小说，越古老的东西越有灵性，说不定这也是个卦。等顾老六在旁边坐下，他抓过他的大手，用指甲划拉了一下他的食指，没划开，可能是皮太厚了。顾老六啥也没问，二话不说划破自己的食指。长安迅速抓过他出血的手指，按在玉牌上，没什么反应，空气突然就安静下来。顶着2人奇怪的目光，长安尴尬地笑笑，抓了把草木灰糊到顾老六食指的伤口上止血。他没有避着长乐，这玉牌若有什么神通之处，长乐要是敢起坏心思，他直接一道雷劈熟他。10个呼吸过后，玉牌迸发出一道耀眼夺目的紫光。长安似乎听到了龙吟声，长乐在紫光降临的时候就昏睡了过去。确切地说，是整个驻地除了长安父女俩，所有人都昏睡了过去。躲藏在深山里的动物们全都伏伏在地，瑟瑟发抖，满眼恐惧。神奇的是，山林外没人看得见这道只亮了3个呼吸的紫光。长安无语，原来是这玉牌反应迟钝啊！一条紫光化成的9爪紫龙没入了顾老六的眉心，紫光也随之消失不见。顾老六闭目坐在原地一动不动。长安靠近想看一下是什么情况，结果被一道无形的力量弹开。还好力量并不霸道，只是把他送远了些，不让他触碰顾老六。长安坐在一旁，双手托腮看着顾老六，想等他醒来问一下是什么情况。这一等就到了后半夜。长安脑袋困得一点一点的，还不忘往火坑里添柴。地上还躺着一个呢，可别感冒了，这种时候生病了特别麻烦。就在长安困得想去睡觉的时候，顾老六醒了。他睁眼的瞬间，一道紫光划过他的眼眸，稍纵即逝。爷爷你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没事，就是脑子里出现了一条紫色的龙。他有些懵，
别人骂人都是骂你脑子在养鱼，他就不一样了，脑子里养了一条龙。爹，那是意识海。长安不知道这老六爹等他立完劫恢复记忆，想起现在的傻样，他会不会再想立一次劫呀？哦，都赶不走他。顾老六有些委屈，任谁脑子里突然出现个异种，不免都会有些担忧。为什么要赶走他？长安不知道顾老六的脑回路，遂不解问他。怕他一直待在我脑子里，我会变成傻子。顾老六的语气里满是担忧，要是他变成了大傻子，他闺女儿怎么办呢？长安无奈地安慰他，看上去挺聪明的一个人，怎么有时就能那么憨呢？难道是5次历劫失败的后遗症？他不会伤害你，你能开启那个玉牌，说明你是他的有缘人，他说不定能够保护你。顾老六意识海里的子龙前爪撑着大脑袋，看着顾老六犯傻。这些都是老六的黑历史，必须记下来，以后他在他面前才有翻身的机会。昨天晚上睡得晚，早上顾老六出门他都没醒，长乐留在家里没去。他倒想跟着去，奈何顾老六不同意，说长安就一个人在家，他不放心，让他在家里保护他。对于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怎么突然就睡着了，也没有多问，就只当自己是困了睡着的。带着人进山的顾老六感觉很不得劲儿，想着他意识海里的那条龙，什么隐私都会被他看光，上个厕所都不方便，他整个人都不好了。子龙不屑嗤笑，你有的我也有，谁稀罕看你？看你还不如看我自己。他觉得他又有了嘲笑老六的素材。顾老六浑身的气压非常低，吓得跟着他出来的人不敢吭声，都以为他是因为要带他们进山才不高兴的。其实他是气那条笑得有点贱的龙，打又打不过，赶又赶不走，你就说气不气吧。无处发泄的怒火发泄在了深山的猎物上，而他也发现了他的力量好像有所增加，灵敏度也增强了不少。如果说以前他的武力在中上等，那么现在可以说已经迈入了上等行列。当然，距离武林顶尖高手还是有不小的距离的。猎物都是顾老六一个人打的，那些跟来的人就当起了搬运工。2个时辰收获了一头近300斤的野猪，5只野鸡，3只兔子。这也让跟着进山的知道了猎物是有多难打。他们不知道的是，顾老六他也就只发挥了30%实力。他不想把这些人的心给养大了，不然到时候麻烦的还是他。他们要是形成了依赖，粮食不够就想找他帮忙解决，他怕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把这些人从此都留在这个山林里。顾老六没想去分野猪肉，毕竟人家也是给了报酬给他，虽然那个报酬让他有些不太喜欢吧，不过他还是算了额外的辛苦费，1只野鸡和1只兔子。那个求上门的老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这一群散装灾民的领头人，大家都乐意听他的。老爷子家里有2个儿子，3个孙子，奇怪的是他们家没有女人，就爷孙6个逃荒。有人问老爷子，你家儿媳妇呢？都是生孩子的时候去了。问的人见他不愿多说的样子，也没有继续说下去。跟着顾老六的这些人今天都没有进山，还在家里等着顾老六带猎物回来分。他们已经产生了惰性依赖心理，觉得有顾老六在，他们不用操心这些事儿，外面太冷了，不想动。他们没想过顾老六会不会冷，人家凭什么要照顾他们。等顾老六回来，他们发现他就只带了2只小猎物回来，以为他没打到，大家都很失望，还带着点谴责。顾老六自是注意到了他们的眼神，无声讽笑，看吧，这就是人心，口口声声说不能做那忘恩负义之人的人，最后倒是自己打嘴巴了。驻地左侧被树木挡住的地方传来笑闹声，空气中还飘来一丝血腥味。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结伴过去看看是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顾老六没有搭理他们，拎着野鸡野兔就回家。那些人心里又不得劲儿了，觉得顾老六没把他们当回事儿，一句解释都没有。当然也有少数拎得清的，像杨破小兄弟俩和小木，还有小牙爹于三，那个半吊子任大夫夫妻俩也没出来。看到这边热热闹闹的在分猪肉，还有野鸡和野兔，他们妒忌了。但还是有理智在的，想到顾老六没有把猎物带回去，而是放在这边，他自己也没参与，这些猎物应该是没他们的份儿，心里更是埋怨顾老六，既然都进山了，也不知道多打一头野猪回来。他们的想法顾老六能猜个大概，但他不在意，本来就没打算再带着他们，他给了他们活命的机会，现在反而还遭了他们埋怨，看来这好人是当不得了，还是太年轻了，看不清是人是鬼。把野鸡野兔扔给长乐，让他去处理干净。顾老六净手洗脸，接过了长安端给他的满满一大碗大杂烩，吃得喷香。长安他经常会趁长乐出去的时候往粮食袋子里加米，一次也就加个5、6斤。一般这个时候顾老六都是自己做饭，怕长乐发现长安的秘密。晚上吃土豆炖鸡。好，晚上爹给你做土豆炖鸡吃。顾老六用草木灰和清水洗干净碗，7个土豆装进木盆里洗干净，用菜刀把皮削掉，放一边备用。削好土豆，他拿起柴刀和绳子又出门了。这天气琢磨不透的，他想着还是要多备些柴火回来，还要在这山里待2个月呢。就算回温也不一定马上就能离开，这么厚的积雪不等个6、7天是化不掉的。杨破小兄弟俩和小木也跟着他一起去砍柴，于三也想跟着去，被小牙娘绊住了。他跟着一起去看了那边的人分野猪肉，他们中有人想买点肉吃，被人家给兑了回来。原来是顾老六收了他们的好处，才带他们进山的。小牙娘是越来越瞧不上顾老六了，自私自利，见利忘义，他绝不能再让自家夫君跟着他了，不然便会像阿爹说的那样，近墨者黑。于三木着脸看向拉着的女人，你到底想干什么？这2个月他无时无刻都在念叨顾老六不是好人，太过自私，心无大爱。跟他吵了2架也没见他消停，后来就懒得搭理他了，连小牙都不怎么喜欢黏着他了。他已经下定决心，等再次赶路时他不再跟着顾老六，省得给人惹麻烦。夫君，你不要再跟着顾老六了，免得失了本心。于三看他一副全天下就他最聪明的样子，他想骂娘，看了眼乖巧的女儿，还是忍了下来，冷漠地扯开小丫娘的手，大踏步离开家里。这次雪停了5、6天没下，不过积雪一点也没有融化的迹象，气温好像还冷了几分。许多人见雪停了这么多天都没再下，都有些蠢蠢欲动，想要早点赶路，也好早点到达想去安家的地方。这些人大多数都想去京城，觉得天子脚下差不到哪儿去，这里离京城已经很近了，再走个把月就能到。可他们不知道，现在京城人人自危，皇帝荒淫无度，整个京城都被他搞得乌烟瘴气，君不君，臣不臣。一个国家的皇帝当得像个土匪一样，抢人家财，夺人妻女，忠臣不是被流放，就是被灭了满门，哪还有什么人管灾民怎么样啊？于三家里挤满了人，都是一开始就跟着他的那些人，他们也听说了别的灾民是去京城，不是去北地。他们觉得顾老六带他们去北地是不安好心，就找上于三商量，不再与顾老六同行。于三讳莫如深的视线一一扫过他们不屑的面孔。你们决定好了，不后悔？他们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点数吗？有什么可给人家顾老六惦记的？不安好心？他看不安好心的是他们。决定好了，不后悔。那我们就此别过，祝你们一路顺风。于三，你什么意思啊？不跟我们一起走？是的，我没有那么快走，也不去京城，当然我也不跟着六爷去北地，走到哪儿算哪儿。他们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觉得他是不是疯了？在这种灾荒年，不应该早些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才是正事儿吗？还走到哪儿算哪儿。手里那点粮食哪里支撑得了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于三没有过多解释，也没有挽留他们。大家见他不想再说什么，都甩袖离开。他们的行囊已经准备好，随时都能出去。这满地厚积雪，板车是行不通的。他们便把行李分别打包，各家背各家的。从于三家出来，他们回家背上行李，带上家人，跟着别的灾民一起下山离开了。当初跟于三一起的，就只剩下任大夫没有走。杨破小兄弟和小木是顾老六坚定的追随者，他没有动，他们就跟着不动。顾老六看在那块玉牌后来又让他赚了2次银钱的份上，他却提醒了老爷子还不到离开的时候。老爷子好在是个听劝的，他把那些以他为首的人聚集起来开了个小会。本来想走的时候，听到童老说先等等再走，他们想着等等就等等吧，也不差2天。他们后面补充的榆树皮、野猪肉和野鸡省着点吃，还能挨1个多月，也就没在乎在这儿多等2天的事儿。听人劝，吃饱饭还能保命。很神奇的是，孙婆婆一家竟然也没走。按她跟儿子儿媳妇说的，眼皮跳得厉害，心里不踏实，还是再等2天再走，或者是等雪化开之后再走。想离开的都离开了，小丫娘在家里气愤地念叨于三：我们为什么不走？你是不是还想要跟着顾老六？于三，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还执迷不悟，你就会害了我和小牙。他那样黑心的人，你还指望他能对你有多好？够了！你要是想跟着他们走，现在就走，少在这里放屁！要不是看在小牙的面子上，他真想做个打女人的男人。于三怒对他后，就拿上菜刀和绳子离开了。他怕他再不走，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手了。小牙起身跟着他爹一起出门。他不想听他娘念叨，听多了容易迷糊。第2天依然是大晴天，离开的那些人艰难地走在雪地上，眼里全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没有听顾老六和童老的话，觉得等雪化了再走，少不得要再等5、6天，还不如先慢慢走着，能提前几天到达京城。第3天卯时开始下雪，一开始下得不大，辰时末雪越下越大，刺骨的寒风让他们避无可避。他们的棉衣好像并不顶用，今天格外寒冷，比前几个月冷了1倍不止。他们开始后悔为什么不听劝，再等等就好了。他们没有继续向前，都转身往回走。可是出来容易，回去难。他们早已被风吹得偏离了方向，而且是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下出来2天的，现在下着大雪，往回走是难上加难。长安很是想不通，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人不听劝告，喜欢一意孤行。前天离开的那些大抵是活不成了，没有离开的人更是庆幸没跟风跑，不然这会儿都不知道被埋葬在哪儿了。雪下了20多天就没有再下了，不过天气却一天比一天冷。长安盖了3床被子，顾老六和长乐也加盖1床羽绒被。现在管不了会不会暴露，别被冻死了才是真。长安预估着这气温得零下有个50、60度了。这一次哪怕是在山洞避寒的，没有足够的避寒物资，也冻死了不少老人和体弱的小孩。这样的气温一直持续到寒灾结束，外面艳阳高照，积雪开始融化。想到外面应该冻死不少人，这气温恢复，积雪融化，那些荒野中的尸体也会跟着腐化。灾后瘟疫是避免不了了。他的空间里好像有末世前买的2盒双黄连口服液，有没有用暂且不论，以预防为主，离开的时候喝1支安下心。在等积雪消融的时候，顾老六和长乐每天都进深山狩猎。他们不知道还要在路上走多久，多准备些食物，有备无患。童老也带着大家一起用银钱购买顾老六手中的猎物。等到赶路时，大家都是各顾各家，他们也没有能力进山狩猎，还不如现在用银钱购买好。
等到下一个城池，他们能不能进得了城都是个未知数。现在背着些总归是好的。没有等到积雪全化才走，地面上还有1尺厚的积雪时，长安他们便整装出发了。驻地里所剩不多的人见他们离开，也跟着一起离开。不得不说，这5、6天里，顾老六和长乐赚了点小钱，2人对半分，1人赚了有10余两银子。这次他们的骡车装得满满的，长安都没地方坐了，只能坐在被子上。还好现在不热，坐被子上倒也暖和。顾老六和长乐换着赶车，长安再次叹气，有个外人在就是不方便，要是没有长乐在就好了，这些东西都可以收进空间里。他们的后面跟着小木，他一人独自驾着一辆驴车，这是之前那批离开的人舍弃不要的。那时积雪太厚，驴车根本行走不动。那群脑瓜子有包的为了尽早上路，把能丢的都丢下了。小木的后面是杨破小兄弟，最后是于三一家3口和任大夫夫妻俩。他们跟前面保持了30多米远的距离，这是不想再跟着顾老六的意思。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默契的没有说起这事儿。临出发前，长安把1盒双黄连口服液倒进200开里，每个人都分了点，就连童老他们都有份儿。长安不确定要这样喝还有没有效果，就当求个心安吧。分药的是顾老六，没让长安出面，他把药分出去，没有过多解释，不愿意喝的没强求。他们这边的人都喝了，包括不再与他们同行的于三一家和任大夫夫妻也喝了。童老那边的人就童老一家有喝，其他人则是不敢喝。不过顾老六还是难得的解释了一句：预防病疫。见解释过，那些人也不喝，还是满脸警惕地看着他。顾老六端着药转身就离开。反正到时有事儿，死的又不是他和闺女，也不看看他们身上有什么值得他算计的。那些原本被积雪覆盖的灾民尸体，因积雪融化而暴露出来，在回温的天气下开始腐烂发臭。爷爷长了，快把口鼻捂上。长安从车里递出2块裁剪好的粗布，让他们把脸蒙住。2人听话照做，也猜出长安的意思。长乐走到后面提醒了小木他们，让他们把话传递下去，会不会照做就看他们自己的了。雪天路滑，大家都走得小心翼翼，1天下来只走了20多里路。气温一天天升高，身上笨重的棉袄褪去，换上了夏天的衣服。这么热的天，肯定是不能再做棉被。长安没办法，只能先收进空间里。他出车厢时再把他们放出来。10多天过后，长安他们与小牙一家还有任大夫他们分道扬镳。长安他们继续往北走，小牙他们去京城。分别时，于三来了，跟顾老六告别，没有多说什么，只道了句一路平安，保重。童老一家6口人站在分岔路口思考良久，这才决定也一路往北走，后面跟着他的大多数没跟上来。京城是权贵的聚集地，哪儿是那么好混的，还不如找个远离是非的地方自在点。越往北赶的是去岭南的灾民，半年寒灾过去，死去大半的人，大多数人已经没有了粮食，心里的恶念便被放了出来，许多小城镇都被灾民攻破占领，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心为民的地方官也死了不少，饿极了的人开始易子而食，人心已经扭曲，各路藩王自圈封地，自立为王。而那金碧辉煌的皇宫中，老皇帝在沉迷酒色，莺歌燕舞。皇城之外的情报都到不了老皇帝的手里，全都送到了手握20万大军的镇国将军陈启雄手中。镇国将军府前院书房里，陈将军和他的长子陈素在商量反叛的事儿。陈素实在是见不得他爹那副犹豫不决的样子，有些头痛的揉揉额角，无奈至极。爹，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天下分裂，民不聊生，你还要死忠着那个昏君吗？陈启雄想呵斥长子不可如此大逆不道，可他张了张嘴，
最终到嘴的话还是咽了回去，无力地摆摆手，像是接受了现实。他一直效忠的君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你想做的吧，20万大军的兵符，你拿去吧。陈素阳光帅气的脸上浮上一层红印，那是激动的。天知道他磨了他爹多久，这下算是如愿以偿，像是怕。你知道那块可统领30万大军的兵符在谁那里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以前是在朔亲王手上，后来朔亲王把它交还给了皇帝，再后来落到了谁的手里我也不清楚。20-30年没有过战事，说不定还在皇帝手里。陈素连夜唤来幕僚，一群人商讨之后，半夜才散去。他们商量的起事地是南方，陈素带着大部分兵马先去南方占地为王。为了以防老皇帝狗急跳墙，留下的人去安顿将军府的亲眷。自此，叶朝开始分裂出诸多诸侯小国，而住在皇宫里的老皇帝依旧一无所知。他像是被圈养起来的宠物，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听不到世事，只有一群陪着他玩的人。有多少人去争夺这天下，长安不在乎，也不想知道。那个谁不是让他和老六爹苟着，别插手吗？那就苟起来，过自己的日子呗。他们路上没有急着赶路，走走停停，寻找合适的居住地。虽说去北地，但是也没有必要到最北边去吧，差不多就行了是吧？夕阳西下时，他们路过一处村庄。村子很小，放眼望去就只有10几户人家，木质结构的茅草房子破破烂烂，村子里没有人烟，想必是个空村。顾老六下去探路，进入村子里查探一番，屋子里积满了灰尘，稻草满地都是，屋顶开了天窗，每幢房子差不多都是这样。这个村子里的人应该是很早以前就搬走了，现在成了一个荒村，不过比露宿野外强。顾老六站在村里，向对面的官道挥手。停在原地等着的人看到后赶着车进村，可是骡子和驴到了村口，死活就不愿意往前走，不管再怎么抽他们拉他们都没用，就是不愿走。长安想到了动物预警灾难的故事，他严肃地看向前方的村子。长乐，别赶骡子了，我们不进去。爹，出来，我们今天不宿在村子里。作为无条件信任闺女的女宝爹，半刻不迟疑的就出了村子。骡子的异常他也看在眼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今天最好是露宿野外。等顾老六回来，一行人调转头离开，骡子都不用赶，他自己撒丫子狂奔，直到跑出5里地，他们才慢慢停下。顾老六想了想，还是没在原地休息，领着大家又往前走了10多里才停下来。天已经完全黑了。好了，这处宽阔，就在这里歇一歇。顾老六选的是一处空旷地带，离山里远，四周都是田地。他们就像完全进入了另一番天地，这里的花草树木生机盎然，绿油油的稻田里，萤火虫在月光下努力地散发独属于他们自己的光芒。星空、稻田、萤火虫，这些都是前世的长安未曾见过的。长安大大的眼睛里全是惊艳，他想他以后生活的地方夜晚也有这么美。他们在这里欣赏夜景，而那些早已到了京城的人却没这么好过了。京城的城门紧闭，不进不出，对灾民更是置之不理。他们去京郊外的村子也会被驱逐出来。深夜时，紧闭的城门突然打开，举着火把的官兵骑着高头大马出城来。于三见状，眼皮子狂跳，他有种不好的预感，当机立断，带着妻女悄悄往后挪。弃了驴车，只带上了半袋子陈米和一个瓦罐，退到任大夫身边时，他悄声说：走，快。任大夫没多问，于三是个机灵的，跟着准没错。
他背上背篓紧紧地牵着老七，跟着于三猫着腰在人群里一点一点往后退。退到人群末尾时，他们借着夜色和人群的掩护，快速往旁边的山林里走。机警的不止他们5个，也有别人跟他们一样脱离人群进了山林。进了山林的人不敢停下来看热闹，都不敢回头，借着斑驳的月光往另一个方向走，那是去往金郊村子的下山路。他们不敢躲进山里，别没被官兵抓住，先被猛兽给撕了。于三的直觉很准，他们刚进入林子里，城楼上就亮起了火把，一排拉着弓箭的士兵瞄准了下面的灾民。那些出城了的官兵带着士兵把灾民里的所有老中青少男人们全绑了起来。那些灾民这才反应过来，这些官兵不是来安置他们的，有人想闹想逃，城楼上的箭雨就齐刷刷地射向他们。城门外哀鸿遍野，哭声震天。跑远了的于三他们隐约还能听到那悲惨又绝望的哭声。他们饿着肚子在山上躲了一个白天，直到深夜，万籁俱寂，才悄悄下山。从村子旁边路过，不敢发出半点声音。下山后也不敢停歇，哪怕饿了一天也只能忍着。还没离开危险地带，一刻都不能停留。再坚持坚持，我们往北地方向走，马上就能出京城地界了。荣王封地在黎州郡，属江南地区，他们只要不往南走，就不会碰见那些官兵。晌午时，他们才走出京城地界，这才敢停下来。前方就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流，认识不认识的一行20几人在小溪流边上架火做饭。小牙直接瘫软在地上，他一动也不想动，这辈子他都不想再经历逃荒了。不同于这边的惊心动魄，长安他们晚上露营睡了个好觉，不过同样可以称之为惊心动魄的，还有长安他们下午路过的那个荒村。京城里有许多平民百姓也想方设法地逃离出来。现在的京城乌烟瘴气，他们准备到外地去避难，等风波过去，他们再带着家人回来。他们是京城本地人，自然是知道的比外地人多，跑出城的百姓半刻不犹豫，直接往北跑。长安他们避过的坑，被从京城跑路出来的人给踩了个正着。夜幕降临，一行15、16人路过荒村。这时的荒村草屋崭新，灯火通明，炊烟袅袅，孩童在自家院子里追鸡撵狗，有婆婆在骂儿媳妇不够勤快，也有奶奶在骂孙女儿笨手笨脚。村子里的桃花开得正旺盛，2条黄狗在桃花树下汪汪吵架，狗的主人从家里跑出来阻止。那是2个7、8岁的小男孩，他们跑出来先分开自家的狗子，而后抬头望向村外，正好看到一行15、16人往村里来。男孩齐声高喊：李正爷爷，李正爷爷，有客人来了！中间的草屋里走出来一个60多岁饱经沧桑的老者，他顺着男孩手指的方向看去，哦，确实是来客人了。下午的那些客人没有留下来，应该是看他们村太简陋了，这些客人得留下来，他们村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李正牵着2个孩子一起到村里迎接，笑得慈眉善目，说话声更是和蔼可亲。诸位客人远道而来，若是不嫌弃，就在我们村暂住一晚吧。村民们很热情，好酒好菜地招待他们。酒过3巡，被问起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一中年汉子抬手抹泪，真是好不心酸。我们是从京城逃出来的。哦，为什么说逃出来呢？不逃不行啊！陛下骄奢淫靡，不理朝政，搞得民不聊生，更是在京城大肆强抢良家女子，掠夺平民家财，京城人心惶惶，人人自危。那你们可愿留在我们村生活啊？我们村看上去简陋了些，好在民风淳朴，勤快点也不至于饿肚子，与外界甚少联系，不必担忧被乱世牵连。李正循循善诱，温和至极，几人有些心动，
只要能安稳生活，在哪儿都一样。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的话，村民们不会有意见吗？毕竟田地就这么多。不会，他们高兴得很。我们跟家里人商量一下。行，你们尽快商量好，我好给你们划宅基地。明天我就让村子里的人帮你们把房子盖起来。四人离开李正家去找住在别人家的人，他们没有看见李正望着他们的背影，露出诡异的笑容。慈祥温和的眼睛空茫一片，眼睛止于眼白，死死地盯着门口，等他们归来。16个男女老幼全聚集在村口，4个中年汉子问最年长的老者：爹觉得如何？不等老者回答，一个5、6岁的小男孩急急地说道：不要，我不要留在这里。老者抱起男孩，看他急得眼泪汪汪的，好像很怕他们要留下来。刚才晚饭一口都没吃，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探了一下他额头的温度，很正常，不过还是有些担忧。小脸儿，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你告诉太爷爷好不好？小李儿搂住太爷爷的脖子，小脑袋埋在他肩膀上，急急地催促他：走，太爷爷走，李儿不喜欢这里。好，太爷爷带咱小脸走，咱马上就走好不好？去拿上行李，我们马上离开此地。爹，您也不看看现在都什么时辰了，我们现在离开就得露宿山林，得有多危险？您宠孩子也得要有个度。既然他们都不愿意走，你和大孙媳妇儿是小脸的亲爹娘，你们去把行李带上，跟着老头子走。小李儿一向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好孩子，就算对一件事或是对一件东西再不喜欢，他也从来不会像现在这样哭闹。孩子都是有灵性的，这个村子或许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这村子里的人有问题，不想把命留下来，就必须马上离开。儿子们不以为意，觉得他爹就是太宠小李儿了，为了哄曾孙，啥话都能编得出来。爹，人家刚才还好酒好菜的招待您呢，哪有您这样放下碗就掀掉的？是啊，爹，我看这村就很好啊，村民们都很好相处。哎呀，反正去哪儿我们都是外来户，说不定还遇不到这么好相处的人呢。反正我是不走，要走你们走吧，以后回京的时候你们也要经过这里，到时候再一起回去。老三说的对呀，反正都还要回京城去，那大家就都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就当游历好了。既然如此，要留下来的就留下来，想跟着老头子走的就快点拿上行李，我们马上离开。最后是老者的小儿子和小儿媳妇，带着2个儿子和儿媳妇，还有小李儿的爹娘一起跟着老者离开。他们离开时，村长一个劲儿地劝他们留下，满脸的不舍。这让老者更警惕，哪个正常人会对一群借宿的陌生人产生不舍心理啊？他高声对送他们出村的村民道谢：感谢诸位乡亲的热情款待，咱们有缘再会。他们出了村，老者让儿孙们别回头，一直闷头往前走。村民们傻眼了，他们还等着走出村的人回头呢，结果他们2脚倒腾得飞快，在月色下一会儿就没影了。雾色渐浓，整个村子都笼罩在浓雾里，慢慢的看不清原貌。留下来的人跟李正商量了一下盖房子的事儿，然后便美滋滋的睡觉去了，在梦里期待着以后美好的生活。梦境与现实截然不同，他们是因呼吸困难被憋醒的。醒来是黑漆漆的一片，以为还没天亮呢，想继续睡，可是呼吸不过来，想要起身查看一下是否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咚的一声，脑袋撞到了木板上，他们很是不解，记得睡觉时木床是没有顶棚的呀。他们抬手去摸，是弧形的，这就更费解了，谁家床顶搞这么矮呀？想要下床点上烛火查看一番，刚抬脚又是咚的一声，
这下他们心里有些慌了，开始触摸四周，这才发现他们被困在了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里面空气稀薄，他们呼吸困难。这时脑子里灵光一闪，他们发现自己好像被困在了棺材里。恐惧遍布全身，他们开始疯狂地捶打棺材喊救命，可是没有人能听见。他们很后悔没有听他们爹的话离开村子，又很是埋怨他们爹不说清楚，这是要害死他们呀。棺材里响起另一道声音：别喊了，没人会来救你。你是谁？我是谁？我是取代你的人呢。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以后你就代替我睡这儿，我代替你去人间生活。不行，求求你放过我。你去找别人吧，京城很多人都在往外逃的，你去找他们好不好？不行，我就看中了你。因为缺氧昏厥过去，没有人能找到他们，只能死在这无人问津的角落里。天光乍亮，等他们再次醒来时，是在村子外的官道上，一时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缓了许久才回神。放眼望去，白天的村子就是个破烂不堪的小荒村，与晚上截然不同。一群人打了个冷战，脸色惨白如纸，挣扎着爬起来，互相搀扶着离开去追他们爹。小村子里发生的事儿，长安他们一无所知。他们路过的正常的村子也会去借宿，不过大部分村子不愿意让他们进去。本地村民都是非常排外的，提防陌生人靠近是人之常情，更何况他们一看就是难民，村民们就更不敢让他们借宿了，怕他们在村子里闹事儿。他们路过一处村庄，看到村子里的人拖家带口，推着板车，赶着牛车，浩浩荡荡地从村子里出来。顾老六见状，下巴微抬，长乐默契地跳下车轩，走向那群村民。他先向领头的中年男人拱手一礼，声音微扬：不知道前辈这是要去哪里呢？戴着木质面具的少年彬彬有礼，李正也没隐瞒。昨天官差来通知村里10岁到50岁的男丁全部都必须去参军，给我们2天时间到景王的军队去报到，若没有去，他们就会亲自来绑人。我们村本来男丁就少，这是要断了我们的后路啊！为了自保，我们只能外逃了。多谢前辈，晚辈也有一事相告，前辈不要带着村民们往南逃，更不安全。李正看着长乐离去的背影，在望向远处等着的人，那些明显也是逃荒的人。既然那少爷让他们不要往南走，那就去别的地方吧。本来稀稀拉拉的几十人往北悠闲逃荒，没想到后面又跟了支200多人的大队伍。顾老六知道这边开始强制服兵役，他们这样一大群人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上，目标非常大，搞不好就会有官差在路上等着他们自投罗网。爹，我们要改变路线，不要走官道。不愧是我闺女啊，跟爹想到一处去了。不过小路应该不好走，到时这骡车可能就得弃了。到时他闺女就要跟着走路，太遭罪了。爹没事儿，等过了景王封地，我们就找一处合适的地方隐居起来。好，都听闺女的。他们改变了路线，往偏僻小道上行去。一路上跟着长安他们的人始终坚定地跟着。看到前面的人偏离官道进入小道，李正略加思考，没有跟上去。他们须得尽快离开景王地界，走小道他们这么多人走不快。前期路段倒是还好走，骡车刚好能过，不过越靠近山脉就越不好走。爹，我们把车厢扔掉，东西让骡子背着，不好背的也扔掉。这个地方不管是骡车还是板车都过不去，只够人行和家畜走过。
所有人按照长安说的，把该扔的扔了，该带上的带上。长安之前就在路上以各种理由扔掉一批东西，实则全部都收进了空间。当初拿出来的粮食本来就不多，消耗的只剩100斤新米和50斤陈米。这些东西骡子能背得动，所以他们家没什么要扔的。锅碗瓢盆由顾老六和长乐轮流背，长安只要跟上就好。一路逃荒过来，长安都没走过路，这突然要走路，他有点不适应，1个时辰都没，就想原地躺平睡一觉再走。就像长安想的那样，人家景王的属下预判了他们的预判，30多个官差在小道的百里外等着外逃的人自投罗网。而官道的关卡要远一些，特地选在了下一个县城与几个村庄的交汇处，守在这里的官差足有200人。长乐先去前方探了路回来，气息还有些不稳。前方15里地有官兵把守，我们走山上。顾老六环顾一圈，山不高，树木不算茂密，放眼望去杂草荆棘也不多，就是山上的石子儿挺多的，但是好过荆棘遍地。把袖口和裤腿用布条去扎紧，避免被树枝杂草给勾缠。长安从木箱子里拿出一床旧被单。爹，你把它割成布条。好。顾老六接过床单，和长乐配合着用短剑把床单割成4指宽的布条。小莫也上前帮忙，杨破小兄弟帮着把布条分发下去，当然也就他们一行11人。后面的童老一家人家自己有在准备。等大家都绑好袖口和裤脚，半个时辰过去了，顾老六牵着骡子走在最前面开路，长乐背着背篓和长安走在他后面。后面跟着的顺序依然不变，小莫后面是杨破小兄弟，最后是童老一家。山上的石子儿太多，绊得脚底板生疼。长安咬牙坚持，等在15里地外的官差们个个蔫头巴脑的，他们都蹲了7、8天了，除了蚊虫啥也没蹲到。等一下！老大，上面是不是搞错了？说不定那些百姓根本就没想逃呢。说什么呢？人家逃不逃跟咱们有什么关系？上面又没规定一定要抓到人，在这里还不用去做那缺德事。难道你想去村子里抓人？不想去，干那缺德事儿，我怕遭报应。吉佑，你往前去探探，要是看到人就提醒一声。老大，我去前方打探一下，说不定能抓俩漏网之鱼。吉佑若有似无的点点头，他这话是说给某些缺德冒烟的人听的，免得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爱告状。一起共事的兄弟为了赢钱早变得面目全非，老大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也扬声应了一句：去吧。长安一行人吭哧吭哧的翻山越岭，越过2座山才停下来休息。除了有武力的顾老六和长乐，个个累成狗，坐下来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一下。可是不想动也得动，大家饥肠辘辘地挣扎起来做饭吃。长安没这种烦恼，一停下来，长乐就去周边捡柴，顾老六架锅淘米。明面上他们没有肉也没菜了，只能喝清粥。长安偷渡出来1小袋肉松，刚好够3个人吃。长乐也不知道木箱里有啥，就当能忽悠过去吧。最惨的要数小木，他的粮食早2天前就见底儿了。看在他坚定不移地跟着老六爹的份上，长安把一直放在空间里那能砸死狗的馒头借了30个给他，陈米借了10斤。长乐放下柴，看了也样样的长安，转身又离开了。他想去给长安打一只野鸡或是野兔回来吃，只是他运气不好，或是山脉贫瘠，他走了好远都没看到猎物，连一只小麻雀都没有。长安看到他回来，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挫败的气息，不明所以地问道：你怎么啦？他坐到长安旁边，有些厌厌地说：我想去给你打一只野鸡吃，结果连只麻雀都没打到，我是不是运气特别差？
哎呀，没打到野鸡而已，怎么就跟运气扯上关系？走空很正常啊，我爹也不是天天都能打到猎物。不是，姑叔只要出去打猎就没有走空过。他认真的反驳，然后又想了想，确实是这样，那就只能说明是他运气太差了。只要是他单独一个人出去打猎，10次有9次走空。长安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这倒霉孩子运气确实有点迷。老六爹没有跟着一起的话，他准打不到猎物。一时沉默无言，他找不了合适的词儿来安慰他，他怕他一安慰，长乐会哇的哭出声，噗呲笑出声。长乐跟着他们这么久，他也算是有些了解这孩子了。一个人进山准打不到猎物，挖野菜准找不到，每次吃饭都要掉一次碗，喝水呛到是必然的。所以他突然非常理解为什么这孩子明明武功很好，还能被别人毁容了。有可能纯粹是倒霉连累的。吃过饭休息了2刻钟就起身赶路，希望能尽快找到处相对宽阔点的地方过夜。还有就是他们想要尽快走出这处山脉，这山一座连着一座，像是没有尽头一样。当然这只是在山上看是这样的，山下肯定是有村庄，就是不知道还要走多久。那边去前方探路，顺便提醒百姓的急诱，停在长安他们扔东西的地方看了2眼，然后又看了下旁边有人上山的痕迹。他默默地把痕迹消除，把扔在路边的东西也一并处理掉。他知道前方有个山沟，来来回回把东西都扔进山沟里。在他处理完这些的时候，迎来了5大1小6个难民，双方大眼瞪小眼儿，一行5人毫不惊慌，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吉佑摆摆手，别怕，我不是来抓你们的，不过你们也不能从这条路过去，前方就有人守着，你们从旁边的山上走吧。这5人就是那天晚上舍下大部分儿孙离开的，有方老头和他的大孙子、小儿子以及他的小曾孙。他们没有什么行李，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再就是路上吃的干粮和水囊。比起逃荒的难民，他们简单的不可思议。方老头细细打量眼前的青年，一身正气，眼睛清正，想来是不会骗他们的，当即就抱拳感谢。多谢小兄弟提醒，小兄弟大恩，老朽铭记于心，当下报恩恐有不便，咱来日相报。行了行了，什么报不报的，你们快走吧，要是等会儿我的同僚来了，你们想走也走不成了，我可救不了你们。越走越深，山地也越来越潮湿，碰到蛇虫鼠蚁在所难免。还好队伍里没有矫情的人，不然这路会没法走下去的。走在这深山里也有好处，就是随时能打到猎物，能挖到新鲜的野菜，偶尔还能采摘到蘑菇。可喜可贺的是，长安发现了野生红薯，不过是那种蒸熟了吃一口能噎得你原地升天的那种红薯，而且还不怎么甜。不过有比没有强，谁都不会嫌弃。尤其是小木，像是看到了绝世宝贝一样。小长安，这个真的能吃吗？快挖！解释再多还不如亲自实验。长安在旁边空地升起一个火堆，丢了10个大小差不多的红薯进火堆里，然后又架起锅，往锅里倒上水，再用水囊里的水洗了5、6个放锅里煮。这片红薯还挺多的，长安就招呼童老他们也一起挖，挖了一起分。不过被童老拒绝了，他觉得这是长安发现的，他们不能去占人家便宜。可他们明明就快要没有粮食了呀，而且他们也不算是占便宜。一开始提出疑问的就是童老的小孙子，其实严格来说是人家童家人发现，所以哪有发现食物的人不参与分的道理呢？长安不善劝人，就像牛若不喝水，长安只会把他的头按到河里去喝。这种劝人的精细活还是交给老六爹吧。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老六爹发挥了他的老六精神，简单粗暴，直接命令童老的儿孙们挖。这种劝人的方式跟长安按牛喝水有异曲同工之妙。童家父子看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吸吸鼻子，弱小无助可怜，
颤抖地拿起锄头加入挖红薯的行列。顾老六回头得意地冲长安扬了一眉，看多简单。长安和长乐嘴角抽搐，然后一本正经地给他竖了个大拇指，不负老六之名。红薯是个占重量的食物，一小片地10多个人挖，半个时辰挖出了300斤左右。他们挖完，长安这边的烤红薯和煮红薯也熟了。你快过来尝尝这个红薯的味道。长安给他们一人分了一个，有的人吃烤的，有的人吃煮的。长安给了顾老六和长乐一人一个烤的，末了还不忘提醒大家：你们别这么吃这么快，不然容易噎着。杨二叔，你要看好2个小弟弟，别让他们噎着了。在长安的提醒下，大家吃得小心，2个3岁的孩子也没噎着。这红薯顶饱。其他人也点点头。虽然口感不怎么好，如果能大规模种植的话，也能成为救命粮。朝廷征税征的稻谷和小麦，交完税连一家人的肚子都填不饱。要能再种上点别的粮食，不用上交，日子也能好过不少。长乐看着手中吃了一半的红薯，眸光幽深，不知在想什么。他的异常只有顾老六注意到了。顾老六眼神微凝，而后了然，然后啪的一巴掌扇在长乐后脑勺，不客气地说道：发什么呆呢？快干活，好尽早下山。管你是谁，现在落到他手里，就得听他和闺女儿的。他们估算了一下，红薯该有300斤左右，按人头分。杨明小家2个3岁的儿子不算在其中，他们没有劳动力，每人20斤。童老家全参与了挖红薯，分的最多有120斤，最少的是小木，他家只有他一个人。长安家的红薯他没打算吃，他们还有粮食，红薯就放着好了，等安定下来用来做红薯饼吃。他们在山里走了10多天，按理来说该是走出景王封地了。爹，你有没有听到声音？长安侧耳听了会儿，问顾老六，他怕自己听错了。有人喊救命。这大晚上的有人喊救命，总感觉有些不靠谱。要不要去看看？说不定是山下的居民，我们刚好可以打探情况。我去看吧，要是真有人掉陷阱里，我再回来叫人。我跟你一起去。命啊！救命啊！长乐举着火把上前查看，顾老六跟在他身后，掉进陷阱的是个13、14岁的少女。看到有人听见了他的呼救声，喜极而泣。不等长乐询问，他自己急急地自报家门，生怕别人不救他。我是山下清风庄的人，我是神医门姬的小徒弟，此次进山采药，不小心摔进了陷阱里，请你救救我，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正愁不知上哪儿找门槛的长乐与顾老六对视一眼，双双勾起一抹反派的笑容。很好，送上门来了。顾老六下巴微扬，让长乐出面，他从旁协助，恩情算长乐头上，到时候让门姬给他治脸就更容易一些。长乐救了他小徒弟，为报救命之恩，帮恩人治一下脸，没毛病吧？这个坑不深，那个小姑娘应该是没武功，不然运起轻功就能飞上来。不过长乐没有用轻功飞下去令人，这样就太轻松了，不会在被救之人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时顾老六站出来助攻，你们先在这里等着，我回去拿绳子。留下长乐和坑里的小姑娘在这儿。平时不爱说话的长乐这会儿难得的主动搭讪。我叫长乐，长乐永安的长乐，你叫什么名字？上叫云衣人。这个叫长乐的少年声音可真好听啊，不是下面村子里的村民。可惜他戴着面具，看不到长相，说话声音都这么好听，长得也应该好看吧。半刻钟不到，顾老六就带着一卷麻绳回来，他递给长乐。哎，把绳子放下去，让他捆住自己的腰，我们一起把他拉上来。上面的对话云衣人听见了，长乐把绳子放下，他就抓起往自己纤纤细腰上绑。等他绑好，
你抓紧绳子，我们拉你上来。长乐抓着绳子往上拉，顾老六从后协助。两人看上去很吃力的样子，但其实老六根本没实力。这俩人都是戏精，这可把伊人小姑娘唬得一愣一愣的，她都怀疑自己是不是长胖了，心里感动的不行，真是辛苦两位救命恩人了。要是长安在这儿的话，肯定要说还是太年轻了呀。好不容易把人救上来，小姑娘又请求他们送她回清风庄。长乐犹豫了一下，顾老六也没有立即答应。清风庄离这里有多远？云逸山脚下，半个时辰就可以到。天太黑了，我害怕一个人下山。不瞒你说，我们是逃荒的灾民，其他地方都在强制征兵，我们这才从山上走到了这里。啊，你们不是山下的村民啊？我也不知道村子里有没有官府的人过来征兵。清风庄离村子还有5里地，我们没什么事儿也不会去村子里。万万没想到这两人是灾民，还好他遇到的不是坏灾民，不然他今天可能得交代在这儿了。于一人吓出了身冷汗，庆幸自己运气好。不过他也没叫两人送他下山了，把清风庄的信物拿出来给长乐。再怎么说人家也是他救命恩人，可不能过河拆桥。以后你们可凭此信物来清风庄找我，我可以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为你们做一件事。说完他就背起背篓要离开，可是不知道怎么的，一不小心打掉了长乐脸上的面具。啊！云逸人被长乐那张满是伤疤的脸吓得后退了3步，而后反应过来连忙道歉，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长乐目光黯然地看了他一眼，轻轻摇头，然后失落地弯腰捡起面具重新戴上。顾老六就摸了把脸，把上翘的嘴角压下去。你要不你跟我回去吧。云逸人想，拥有那样好听的声音的少年不该是这样满脸伤痕的样子。看到长乐黯然的神色，他动了恻隐之心。他的脸师傅应该是能治好，既然他救了他，那他报答他也是应该的。长乐把火把放进云逸人的手里。不用了，你回去吧。然后转身大步离开。顾老六站在原地没动，他知道接下来还有戏。果然只见少女伸出纤纤玉手抓住了长乐的衣袖，有些焦急地说，你跟我回去，我师傅可以治好你的脸，就当是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了。我习惯了，治不治都一样。再说我们也不算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又没有生命危险。不是这样的，是你们救了我，你就跟我回去吧，我师傅很厉害的，他一定能治好你的脸。长乐，跟他回去吧，说不定真能治好呢。门姬不是神医吗？相信他有办法。你也不想一直戴着面具生活吧？长安也希望你的脸能治好。长乐沉默片刻，最终点点头。我要去跟我妹妹道别。你们一起跟我回去也可以。不用，我们人多，不适合去打扰神医，你带长乐回去就可以了。云逸人听到人多，也就没有再说什么，跟着两人一起去了他们休息的地方。长安见他们回来，还带回来一个，知道这应该是他们救的人。爹，长乐，你们回来啦！哎，闺女儿，长乐要跟云姑娘下山，他是来跟你道别的。相处了那么久，闺女儿可会不舍呢？顾老六的顾虑完全是多余的，他半点不舍都没有，反而松了口气，可算是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了。但他会表现出来他巴不得他走吗？哼，肯定是要演绎出舍不得的戏呀。长乐不跟着我们一起了吗？眼里3分失落，4分失落，3分不舍。他这善行图应该表现得不错吧？长乐是真舍不得，他低垂着头。等我脸治好了，我就去找你们。好嘞。长安麻利的应下，这让长乐以为他的不舍是幻觉。你应该是感觉错了，长安肯定舍不得他。
既然要下山，就快些去吧，再晚一些山上该是不安全。长乐深深地看了一眼长安，接过火把，坚定地离开。等下次见面，他就能看到他完好无损的样子。只是他却不知道，此次一别，再无相见之日。天光微亮，顾老六就下山打探情况，长安他们留在山上等他。长乐知道他们今天要离开了，也早早的就上山，想跟长安再次道别。刚好在山脚下碰见顾老六。怎么过来了？神医愿意给你治脸吗？愿意。长乐没说的是，除了救命之恩，还外加3个条件才换来的机会。具体什么条件，门基没说，说留着等以后慢慢提。昨天晚上已经告过别了，就不要再去了。我想再见他一面。我们不是一路人，各自安好便好。冰冷的话语熄灭了长安眼里希冀的光芒。他和长安都不想卷入那些是非中，他只想他女儿能平平安安地过完这一生，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就别来沾边了。就在长乐还想说什么时，远远地传来一道娇俏的呼喊声：长乐，长乐！少女呼哧呼哧地跑上来，眼里全是焦急。看到长乐时，大松了口气：还以为你走了呢。不会走。淡淡的语气安抚了云衣人不安的心，他开心地笑了起来。长乐跟着云衣人下山，他回头望向顾老六，男人神情冷漠，目下无尘，像那高坐云端的神奇。这一刻，他突然顿悟，他从未融入过顾家，他所感受到的家的温暖，是真实，也是梦一场。在他转身之际，那晨风中微垂的树枝给他们划出了一道天堑。他可以仰望高山云天，却跨不过这道天堑；触手可及，却也咫尺天涯。顾老六神情冷漠，他运起轻功向山外飞掠而去。山外是个小村庄，就只有10来户人家，村子里很宁静，每家每户都分散得很开，处于一种互不打扰的状态。顾老六只看了眼，就转身回山上。这时，一直沉睡在他意识海里的子龙突然醒过来。百里内没有危险。我下山时你怎么不说？老六语气不善，这傻龙故意的吧？子龙翻了个白眼。我一直都在沉睡，刚醒过来，等会儿还要沉睡。还有，我不叫傻龙，我叫子吉。子吉说完，又合上了龙眼。刚才那一会儿的清醒像是错觉。知道百里内没有危险，顾老六快速回到山上。都收拾好了吗？收拾好了马上就离开。顾老六背起背篓，牵过长安手里的骡子。长安要牵，他没让。这点活爹来就可以啊，你跟着别掉了就行。爹，要不你把背篓给我背？他觉得顾老六这样挺辛苦的。不用。辛苦的是骡子，看他背上像小山一样的东西。他们还走了2个时辰的山路，前方出现有一座小镇。小镇并不繁华，没有城墙，也没守卫，连个牌坊都没有，一条街在外面就能望到头。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有的生活设施全都有，衣食住行也样样不缺。小木看到镇子，差点热泪盈眶，终于有地方买粮了。顾老六和长安等在外面，其他人全部进镇子里买粮食去了。因为他们衣衫褴褛，身上味道也着实难闻，以为是来捣乱的乞丐，粮铺的掌柜差点不卖粮给他们。听他们说是逃荒过来的灾民，这才没有赶人。掌柜的问他们：你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我们要去北地啊。掌柜倒吸一口气，一脸你莫不是在开玩笑的神情看着小木。掌柜，我们是真的去北地。你们可了解北地？略有耳闻。我劝你们最好别去啊，不然这荒是白逃。掌柜何出此言啊？
先不说种地的问题，生活在那边的大多是流放过去的朝廷重犯，那是惩罚犯人的地方。你们跑那边去干啥？嫌自己死得不够快？没那么严重吧？小木有些底气不足。他们这一行10几人，除了老六，全是弱鸡。别以为我是在恐吓你，这些年多少朝廷清官被冤枉流放到那边，大多都没活过1年。瞧你们也没比那群文弱书生好多少。咱们镇子虽小，但是民风淳朴，从不欺外。里长是个正直善良之人，你们不妨考虑一下，在这里安家落户。这我们需要商量一下，谢谢掌柜的，等我们商量好了，若是要在这里落户，还请掌柜的帮忙引荐里长。哎呀，好说好说。掌柜的抱拳拱手相送，爽快地答应下来。看着一群人远去，小伙计不解问道：掌柜的，为何邀请他们落户到咱秋叶镇啊？他们镇100年都没有外人来落户安家，人少得可怜。金牛啊，咱们是做生意的，年年来来回回就那几个人，你说咱啥时候能赚到银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金牛小眼睛一转，懂了。当然是秋叶镇人口越多，生意越好做呀。不错，脑瓜子会转。以后看到有逃荒过来的灾民，可以顺势推销一下咱们的镇子。你看这铺子啊，我去找那几家酒楼客栈的东家聊聊。哎，好嘞，掌柜的，您放心去吧。小木他们确实也有些心动，这里山清水秀，田野宽阔，是个难得的好地方。他们踌躇了一下，还是杨破晓站出来说：老六，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要不我们就在这里安定下来？你们如果喜欢这里的话，人家也愿意接纳你们，那你们就留下来吧。你不留下来吗？小木有些慌地走上前。不了，我们还想再走走。不过这个地方确实好，是个适合定居的好地方。这里不是他理想的地方，并没有合上他的眼缘。最先做出决定的是童老一家。我们打算在这里安定下来，本来我们也是没打算一直往北走，正好这里合适。杨破小兄弟俩的媳妇儿都向自家男人使眼色，他们也喜欢这里，宁静安稳，人也不多，挺好的。他们回头看了眼自家妻儿，咬牙决定也在这里安定下来。老六，我们就不跟着一起走了。都说北地民风彪悍，我们都是普通人，怕到时会成为你的累赘。只剩下小木在那里摇摆不定，大家都看着他。他沉默了许久，一开始他是想一直跟着顾老六的，可是就像杨破晓说的，到了北荒说不定他们会成为顾老六的累赘，这样不就会害了他吗？我也留下来，老六，祝你们一路平安。他把自己刚买的10斤陈米和身上最后半两银子给了顾老六。我身上就这么多点儿，先还给你，等以后天下安定，我再去寻你，再还剩下的可好？顾老六接过他手上的半两银子，没拿他的米。就先这半两银子吧，剩下的以后再还。身上可以没银子，但是不能没粮食。然后带着长安转身离开。最终这条逃荒路就只剩下他们父女2人，这样也挺好的。他们本来一开始就没想过要带着别人一起。小木他们站在原地目送顾老六父女离开，他们的背影越走越远，变成2个黑点，最后完全消失在路的尽头。决定留下来的人拿上自己的行囊回了镇里，找上粮铺的掌柜的。掌柜的笑呵呵地带着他们去找里长。他为镇上添人口出了份力，又多了10几个未来顾客。长安和顾老六在一处树林里，把骡子背上的东西全收进了空间，背篓绑在骡子背上，里面还多放了2天的粮食。现在只有他们父女俩，路上也没啥人，用空间的时候只要注意着周围有没有人就行。空间冰箱里的蔬菜水果也终于可以拿出来吃了。
好几个月没洗澡，差点没把他给憋死。晚上让老爹守在火堆旁，他进空间里从头到脚搓了个遍，然后又泡了半个小时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轻了10几斤。爹，你也去洗个澡，实在是太臭了。他把干净的衣服和香皂从空间里拿出来给老六爹，用一个大浴盆装了满满一盆水，放到30米外的林子里。听到闺女说他臭，顾老六僵着脸点上一支火把，拿上干净的衣服和香皂，撒丫子就往闺女手指的左前方狂奔。骡子躺在长安后面，让他可以靠着他。不得不说，这骡子他成精了。自从把车厢扔掉，他就异常的乖巧，不用长安安排，他自己眼里就有活儿，时常做出讨好长安的举动，像是怕长安也会把他给扔掉一样。右边林子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骡子长耳朵动了动，然后蹭蹭长安的背，提醒他有人来了。长安摸摸他的头，表示他知道。2个黑衣人从黑暗的树林里走出来，一男一女，男的好像受了伤，女黑衣搀扶着他。恰好顾老六也在这时回来，看他衣衫有些凌乱的样子，应该是知道有外人过来，急忙赶回来的。穿着青色棉布长服，长发还在滴水的男人突然出现，2个黑衣人吓了一跳。他们知道在这荒郊野外不可能只有一个小女孩在这里过夜的，没想到会是个青年男人。只见男人黑眸锐利，那一身的冷厉雾气更是摄人。2人脚步顿住，不敢再上前。他们现在的情况不能节外生枝，默默转换了一个方向，离长安这边有50米远的距离才停下来。长安吸吸鼻子，这香味有些熟悉，好像是舒肤佳的味道。大意了，他就随手拿了一块香皂，没想到是香味最浓的舒肤佳。下次可要注意了。闺女儿，爹去收拾一下，再有人过来你就大喊。见长安点头了，顾老六给火堆添了2根柴才离开。半刻钟后，长安见顾老六回来，意念一动，浴桶就收回了这空间里。这一晚上不算太平。午夜时，一群举着火把、穿着衙役服的衙差闹哄哄地出现在林子里。这些人看上去凶神恶煞的，倒也没有为难顾老六父女俩。一个小孩和一个青年男人，一看就不是他们要找的人。有衙差要上前问顾老六话，然后被另一个领头的人拦下了。别惊扰人家，你问他们也没用，该逃的早逃走了。哎，咱再往前找找。啊，那人想想也是，就算这父女俩见过那2人，还不是逃走了。先往前找找，如果没有痕迹的话，那就有可能是进山里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受伤的男人，进山里活得也不会太轻松。他们要找的人应该就是长安见到的那对男女，他们要是跑快点，兴许还能追上。这群衙差走了没多久，又追来30多个府兵。这些府兵只是瞥了眼长安和顾老六，半点停顿都没有，吭哧吭哧的就往前追。不是，他和老六长得就那么不像坏人吗？那俩到底干了啥人神共愤的事儿，引得这么多人要抓他们？这府兵过去还不算完，后面又追过来3拨人。那时长安都已经睡着了，有人过来时，顾老六就会捂住他的耳朵，以免他被吵醒。而那2个被通缉的黑衣人运气似乎很好，这么多人要缉拿他们，愣是没追上。第2天起来，天气带了些凉意，原来已经到了初秋了。长安换上了厚一点的衣服，顾老六还是穿着夏天的短打。长安给他衣服让他换上，他摆摆手说不冷。爹，又到秋天了，我们要找个地方过冬。不知不觉出来逃荒都1年多了，他们还在路上。那些去岭南的灾民应该已经安家落户了吧？有的确实是安家落户了，但他们好想逃，却逃不掉。还没有进入岭南地界的，立马转身往北逃。陈素先是带兵去了南方，看到南方满目疮痍的样子，已经成为了几个藩王的必争之地。他果断放弃，去了岭南。
他到岭南后便开始大肆招兵买马，过了一段时间就招不到兵，就强制兵役。那些刚到岭南的青壮年灾民就被拉去充了军，其中就有杨家的老三和老四。杨李正悔得肠子都青了，看着家里只余下他老两口和女眷，泪流满面。来岭南后悔到哭的可不止杨李正一家，有的人更是捶胸顿足呢。明明早就有人叫他们去北地了，为什么就是没听呢？现在好了吧，家里能顶点事儿的男丁全拉去服兵役去了。岭南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呀？长安不知道，他和老六爹悠闲的不得了呢。骡子驮着他，老六爹牵着骡子，他们越过山脉，走过田野，淌过小河，从初秋走到了初冬。原本2个人的路途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后面又稀稀拉拉的跟上好些往北逃的难民。然后顾老六发现他们走错了方向，他们来到了大西北。看着一望无际的荒野，一阵冷风卷起地上的黄沙呼啸而过，好不凄凉。长安坐在骡子背上，漫不经心地说道：爹，今年我们有可能又到不了北地。那明年再去。不知道哪里出错了，他们明明一直是往北走的呀，怎么就到西北来了呢？也不是不可以。他们后面的那些人突然顿悟，这父女俩跟不得，不然他们可能旱灾都过去了，都还没到北地。顾老六牵着骡子往回走，这次他们走在了最后面，由前面那些跟着他们过来的人带路了。远处响起叮叮当当的铃铛声，他们拉着的货物上插着2个不同颜色的旗帜，每车货物上都有，应该是商队和镖局的人。这是江家的商队，护送的是清远镖局的人。江南江家是邺朝第2大商户，他们与西城有生意往来。爹，你认识江家商队的人吗？认识清远镖局的人，他们以前有来找我加入镖局，我拒绝了，后来受邀去帮他们押过一次镖。他们用的武器都是你爷爷曾经铸造的。哇，他那死去的爷爷果然不是普通人。父女俩同时收回目光，远远地与商队擦肩而过。江家商队领头的镖师也看向顾老六这边，距离虽远，但不妨碍他认人。万科在这里看到顾老六，还以为是眼花看错了。他揉了下眼睛，不是幻觉，正是顾老六。他一下就惊出了感叹号：逃荒逃到大西北来了，这他娘的还真是个人才。万科猜想顾老六应该是要去北地，结果不知道怎么着顺拐了。顺拐这事儿吧，这老六以前帮他们押镖时也干过，所以万科一下子就猜到了真相。他突然大笑出声，差点没把队友们给吓尿。哈哈哈哈哈！先原地休整，我去就回。马儿像离弦的箭飞奔出去，只眨眼间就来到顾老六面前。吁！万科勒紧缰绳，马儿扬起前蹄鸣叫2声，可算是刹住了。骡子被马惊到，差点把长安给掀下来，还好顾老六眼疾手快，抱住了。找死！他放下长剑，二话不说，拔剑就刺向万科。那扑面而来的杀气吓得万科一身冷汗，险险避过那一剑。不过才3年不见，这老六的武功又精进了2层不止。那实质性的威压差点让他没有还手之力。万科一边躲一边道歉：哎，老六快住手！我错了。顾老六手腕微转，凌厉的剑光闪过，万科的衣袖被削掉半截，他这才收起攻势，剑花轻挽，软剑别回了腰间。你是打算带你闺女去北地吗？要不要考虑去南方？虽然现在南方挺乱，环境气候还是不错的。万科很认真地建议顾老六去南方，他们的镖局也搬到南方去了。顾老六这么好的身手，不去干点事儿，实在是浪费。看他那乱转的眼珠子，顾老六就知道他没憋啥好屁，没有感情的拒绝。
不去。哎，别呀，北地真的很冷啊！你不为你自己考虑，也得想想你闺女是吧？顾老六摸摸长安的头，不为所动。这就不劳万镖头劳心了。他跟万科只能算是熟人，还没到朋友的范畴，他也没有跟他叙旧的想法，把长安重新放到骡子背上就离开了。万科没有阻拦，人家想去哪里是人家自己的事儿，他只是给出他认为最好的建议。顾老六不听，他也不能咋地。他还挺想交顾老六这个朋友的，可惜人家不稀罕。顾老六好像跟谁都不愿意深交，无论是多熟悉的人，他都会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看着父女俩远去的背影，万科无奈轻笑，调转马头回了商队。天黑前，长安和顾老六来到了一个荒废的小镇，镇里已经没有人了，街道被黄沙覆盖，黄土夯的墙倒塌了不少，屋顶茅草掉落在地上，门窗破破烂烂的。这个镇上的人应该是好久以前就逃荒离开了，他们选了一间门窗还算完好的房子住下。现在就他和老六爹，长安用起空间来肆无忌惮，他们晚上吃起了小烧烤，羊肉串、牛肉串、烤茄子、烤玉米整起来。一顿操作下来很好，教会了老六爹烧烤这项技能。等到了北地，可以支个烧烤摊卖烧烤了。爹，好吃吧？以后我们可以在集市上卖烧烤。长安翻转着手上的羊肉串，龇牙傻笑。不错，农闲时就可以出门摆摊。爹想不想闯一番事业出来？没有，以前想努力练功，能够保护你和你娘。现在我只想带着你找一处宁静安稳、风景还不错的地方定居。他没什么事业心，建功立业或是闯一番别的事业。年少轻狂时或许有想过，后来顾家再也欺负不到他时，他也对他们没有了期待。那种迫切的想要功成名就的想法就逐渐消失了。没有就没有吧，把田种好也是一种成就。在这种缺衣少食的古代，要把田种好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他好像忘记告诉小木他们红薯可以种植的事儿了。算了，以后等他们把红薯和土豆种植出来，肯定会向外推广，他们一样能知道。小烧烤应该配啤酒，他没囤这玩意儿，倒是有肥宅快乐水，他和老六爹一人来一罐。闺女儿，这是什么？冰冰凉凉甜甜的，喝进嘴里还冒泡泡。可乐，好喝不啊？长安猛干一口，满足喟叹，好久没喝了，今天终于整上了一口。好喝。顾老六仰头咕咚咕咚一口气干完一整罐。晚上父女俩一人一张草席躺在地上，手枕在脑后，翘着二郎腿，连抖啾啾的弧度都一样，动作不能说相似，只能说一模一样。不用鉴定，是亲生的没得跑了。他们看着星星规划未来。找一个人不多的小村子定居，买2亩良田，种田打猎，偶尔去镇上支个摊儿卖个小烧烤，生活不用大富大贵，平平淡淡就好。长安很赞同他的想法，反正他的任务是护他到寿终正寝，只要他不出去作死，一切都好说。他也不是个有事业心的人，更何况他没打算结婚，连子孙后代都不会有，闯个锤子的事业，难道累死累活一辈子，最后自己嘎了，财产送给外人继承吗？所以他这是图什么？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做吗？他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没那么高尚的品德。怎么着，干一番事业出来，然后捐给国家？父女俩不紧不慢地走属于他们的逃荒路，路上他们还看见了原本从西北逃荒出去，现在又回来了的人。大娘，你们是从何处来？我们本来就是西北逃荒出去的，没想到最后又回到了这里。你们去了哪里？为什么又回来了？我们去了南方，可是我们不知道南方有瘟疫。我的2个儿子感染了瘟疫，死在了那边。后来
我们离开南方，想去岭南，还没出南方地界，又因为战乱，我的夫君被抓去充军，因为不从，被当场斩杀。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们听说岭南也很乱，现在与南方差不多，大家就商量着回了故土。可是回来了又能怎么样呢？没粮没水，土地干裂，还不是只有等死的份儿。看着这些人，不知为何长安心里堵得慌。要不你们去北地吧？既然回来了就不走了。这世上我已无任何牵挂，能活多久全凭天意，我不想再折腾了。你们要回哪个村子啊？从这里就能看到。长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正好是他和老六爹歇脚的地儿，没有牌坊也没有石碑，不知道村子叫什么名字。他扶起大娘，我和我爹送您回去。看着长安真挚的眼神，又是这样一个软乎乎的小姑娘，大娘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小女儿，想拒绝的话终是没有说出口。她眼含泪花，点点头，在长安的搀扶下缓缓走向前方的村子。和大娘一起回来的不全是一个村子里的人，不过这都不重要了，反正大家都是有今天没明天的活着，在哪儿落脚都一样。大娘的家在村子的西边，有3间卧室房和1间灶房，现在倒了1间卧室，用黄泥土垒起的院墙也倒了一半。长安送大娘回来后就到处转了转，没发现水井，这让他很费解。不说干旱，就是没有旱灾的时候，他们到哪里去挑水喝呢？爹，你去外面看看，要不我们也在这儿安顿下来。长安给顾老六使了眼色，顾老六接收到信号，闺女儿是想让他支开大娘，他要整事儿了。顾老六点点头，婶子，你看能不能带我出去转转，我也看看这边合不合适居住下来。啊，你们不是要去北地吗？也不是非去不可，在哪里都一样，我也就是出去看看，如果不合适的话就会离开。大娘不疑有他，只觉得这年轻人脑子不太好使，明眼人一看也知道这个地方不适合居住啊，他又不是像他们一样是回来等死的。爹，你去看吧，我在这儿歇息一会儿，等你回来。长安摆摆手，笑眯眯地说他不去。好，那你在这里等爹回来。看着顾老六和大娘走远，长安前后院都找了个遍，想办法给大娘他们多储存点水。然后在前院里发现了2个放在地坑下的大水缸，因为上面有盖着木板，2个水缸还挺干净的。长安立即用空间里的大水缸接满水，然后又从空间里移出来，倒进地坑下的水缸里。他空间里的大水缸是在青房村用过的，看着挺大的一个水缸，没想到倒满了水，倒进地坑里的水缸也只有1半满。来来回回接了4大缸水，才把2个大缸装满。他们有5、60人，这2大缸水就算是喝，也喝不了多久就会没有的。长安用木板盖好水缸，然后走出大娘家。他去离大娘最近的一个房子，这户人家倒的只剩1间灶房了。想着大娘家里地下有2个水缸，说不定别人家也有，这应该是他本来就用来储水用的。确实是有，不过只有1个大缸。长安把大水缸装满盖好，就回大娘家里了。村子不大，好的房子基本上都住进了人，他没打算再去别人家里帮忙装水，总不能去一户人家就把人家给支出去吧，找不到那么多的借口。现在已经是初冬，3大缸水省着点用，应该也能用到下雪。下雪了就能用雪化水，他们在冬天储存好雪水，明年又能多挨些时日。当然会不会下雪，长安也不知道。希望老天爷别绝穷苦百姓的路。现在最重要的是粮食。长安叹息，这就是没有车厢遮掩的弊端，他们有什么东西一目了然。
有车厢的话，还能通过车厢的遮掩多拿些粮食出来。空间里还有帮印的馒头和烧饼，这2样东西他们都很少吃。现在馒头还有200个，烧饼还有300个。长安本来是想放在大娘这里，让她分出去给大家。可是想了一下，要是里面有心思狠毒之人，这不就会害了大娘吗？看来他和老六爹还是要在这里耽搁1天了。等夜深了，再挨家挨户去送粮，主打的就是一个做好事儿不留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这种情况下，他做好事儿也不方便留名。凭空变粮食吗？这可太过骇人听闻了，还是做个无名好人吧。他本来是想坚持自己一贯的谁也不帮谁也不救的政策，但是看到这些老弱妇孺麻木绝望的神情，他特喵的圣母心发作了呀。那就帮他们一把吧，